哦，那么夜起昼异啊，而临水也。月亮有没有说都要自由大家看？有没有？没有啊，它没有意，无意呀，自然呈现，对不对？就自然呈现。那我们修正到了佛性本体以后啊，也会像这个样子，没有意啊，可是会自然呈现。那么千江有水啊，千江夜，只要有水都有月亮，世间之物啊，上来，世间的物都这样的哦。那么何况呢？大事啊，圆通妙理，任运啊，而应，就是认着，我们遇到什么，然后呢就应对，有感啊，识通，只要呢我们这个呼啊，这个观世音菩萨那个名号啊，观世音就呈现。苦海常作啊，这个渡轮舟，所以了解说度尽娑婆世界众生。是真，我复以此啊，稳心稳修，金刚三昧，无漏妙力啊，以知十方三世六道一切众生同悲仰故啊，令诸众生以我身心呢，获14种无畏功德。所以上面那个前面啊是上合知佛，然后呢这里呀就是下合六道众生，所以得到一个殊胜。那么此标自证啊圆通的妙力，能与众生啊同悲仰。我们众生呢就是这个悲哀仰慕，看着知佛菩萨。那呢，观音大师啊，跟我们众生一样，同悲仰，同其悲哀拔苦，仰望啊以乐，亦由还文啊，正性，把我们的注意力啊，都收回来，叫还文，还文以后啊，能够证悟啊，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所以一定要把注意力收回来。那么自己叙述啊，稳性，内熏，熏其始觉之智，就是开始觉悟了那个智慧。那么智光不外泄，就是我们智光外泄啊，叫做聪明；智光不外泄呢，就是观照佛性啦。这样了解吗？我们都会把它用到外面去，对不对？表现自己很聪明。凡人都会这样。那我们修道呢，就希望把那个智光啊往内收，就是回光返照，然后有开始觉悟的智慧，还闻修习，修道学习，以照能闻之性，谁在闻啊？听那个声音是谁在听啊？是为回光返照，照这就是彻底的能够照到我们心的源头，心的源头就是真心，心的源头就是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所以照彻心源，然后无动无坏，我们的真心它没有动，也不会坏，所以要了解到如如不动是我们的真心。那我们应对凡尘的万事那随缘之用那个呢，我就了解佛性的功能作用，一定要使它发挥作用不是要这个去绝它、断掉它，不是让它发挥功能作用。可是呢，我们的本体心的源头无动，如如不动，然后无坏，不会坏，不是我们死掉就没有了。死掉一定还在啦，是名金刚三昧，金刚就是不会被外物破坏，三昧就是正定。那么此乃正体就是正悟我们的佛性本体，然后称体起用，用不离体，称体是从佛性的本体然后起用，我们的那个随缘之用日用我们生活的时候
面对的凡尘的所有一切，那一些那个随缘之用，就是呢从我们本体起来的然后身体起用，然后用不离体，我们的佛性功能作用都不会离开本体，这样了解意思吗？我们众生差别在我们佛性的功能作用以后，知道它是佛性功能作用，而把它当成本体，把它当成佛性本体，这样就不对了。因为我们用了以后，这个事情过了，用就已经消失了。然后我们要了解说，事来则应然后事去则见，那就色用又归体了。这样了解吗？那么无咒妙力任运诚意，没有有心作为，自然的任得我们自然，然后运转出来都有利益不思议利用，可思议的利用。那个时候，我们的佛性功能的那个用很宽广故以十方三世六道一切众生同悲仰十方知道吗？对，东西南北，东南西南，东北西北，上下十方那三世呢？过去世、现在世、未来世这个十方三世。六道呢？我们要都知道知道这个梅子一吃你知道什么内容都知道。那么众生呢悲仰之心即大事之心，大事呢悲悯之心以及众生之心，凡圣同体，交相感应，故能令众生呢以大事身心获得14种无畏的功德。那底下呢就讲这个4种。一则有我不自观因，以观者，令彼十方苦恼众生呢观其因身，即得解脱。这个是第一个。观为能观之智。不自呢观世间呢是因身，以观能观者是谁？能观者是谁？就是我们的自性。那么此即呢脱黏内服。因为造化像强力胶很黏我们要脱黏，然后内服就是全部把注意力收回来，背尘和觉，完成呢都放到背后，跟觉性合在一起。觉性就是佛性我们佛性呢时时刻刻就是要合在一起。所以我们在凡尘遇到什么事的时候记得告诉自己，凡尘是凡尘是凡尘是假的假的假的，知道？这样就不会出相了，对不对？当下解脱了，没有烦恼。假的假的，凡尘是，这样会吗？只要你这样一直生活，不要等到以后成道了，还没成你就在天堂了。那么用之稳心稳修金刚三昧无咒妙力加逼众生这个呢让众生呢都能够呢脱离苦海，故能即得解脱。逼迫呢外身曰苦，逼迫呢内心曰恼苦恼。我们真的是苦恼众生对不对？这个你看，逼迫外身，逼迫内心，十方苦恼的众生闻是观世音菩萨，一心呢称名，即使观其因身皆得解脱。各位同学，谁解脱我们自信那么二则知见贤父令诸众生摄入大佛佛不能烧这都很
理想的知见这两个字包括呢六根见闻嗅禅觉知这个呢就是知见已经把六根全部都具备。旋复旋转恢复就是循妄复真把那个妄的把它旋转恢复到真旋转眼尘之知见归复复归呢自性之知见这眼尘尘缘的知见跟自性的知见一不一样？完全都不一样那么大士呢用耳根还入流的功夫用这个功夫弦闻以生脱，则根尘不我，就根跟尘不相关联根没有对象，然后尘也找不到对象，我们都是根尘相对才产生很多问题，烦恼也是这样来的，根尘相对来。那我了解根尘一相对以后，我们是从佛性出来的知见那个根尘产生的知见就没有了。根尘产生的知见是什么？是什么？六识。六识知道吗？根尘所产生的就是识，识就是生灭，这了解吗？生灭我们修道就是不要，一落入生灭变化无常，所以我们要找根，找智慧没有生灭然后根呢要用我们的本来用本来就呢可以回到我们这个自己的本来。那么一根只要还原六根不要全部修了，只要一根那六根就成解脱故知根呢一一皆能旋妄复真所有六根呢全部都能够旋转回来，恢复呢到我们佛性。那么知见这个旋复则内见这个内觉之大佛继许而望世间之佛不能为害。那么此是大士自证之力加庇众生所以我们这个心里面的佛比外面的佛厉害，厉不厉害？我们这个有时候这个心会加多，怎么样？会不会发生问题一定会，对不对？所以心会爱改教许跟人无失去，都无代志对不？心会真多会惹倒害人那么三则观听贤护令诸众生大随所漂，随不能逆有缓观听闻之性，旋鼻望闻，复归真闻听闻实以随故闻越交那个闻跟业相交则见了这个大水。那么今既旋闻复性，则闻则无闻业那个闻业就没有，是以随不能逆令诸众生呢大随所表随不能逆，亦即大师自证之力加庇众生。然后四则断灭妄想，心无杀害，令诸众生呢入之鬼国，鬼不能害所以各位要学你甲几啊讲几啊拢袂害这个妄想呢乃是第六意识我们那个意识真的要转成妙观察智啦意识不要用意识呢害我们，是前尘希望相，现在眼前完成的景象，这一些景象都虚幻不实在，
所以叫虚妄相。哦，比喻啊，好像贼能杀害呢众生啊，法身的慧命。哦，如同罗刹鬼啊，哦，能食人。哦，这个梗鬼很厉害啊，会吃人。哦，身渴哦部位。那么大是还稳入流，外啊哦不远尘，不跟凡尘攀岩，内啊不寻根。哦，我们自己啊这个内不循着我们六根。哦，根尘啊已经呢不相对不我。哦，四心啊亦灭。哦，四心灭掉了，生灭心没有了，没有生灭心的。哦，故曰啊断灭妄想。哦，把妄想都断灭了。妄想既然灭了，哦，心啊就没有杀害。哦，心没有起杀心呐。哦，前啊超鬼神心险。那么以此威力啊，加逼众生，故呢令众生进入鬼国，鬼不能害。哦，那么无则哦，第五心稳啊沉稳，六根啊消复。哦，六根已经啊消弱恢复了。同以呀，哦，生天能令众生呢，临当被害呀，哦，刀呢断坏，刀要甲你抬，刀拢断去啊啦，咱敢若变金刚心呢，哦，那么使其哦兵戈犹如割水，哦，好像那个啊六祖呢被那个自测，哦，安尼为阿妈棍甲抬三刀，已经刀都经过他脖子哦。他竟然刀子经过一头过两的呀！啊，上次哦，那个自测他是一个侠客啊，他竟然玩昏去啊！你看那个多厉害啊！哎，侠客也昏去啊，是不是已经惊吓到无以复加了？对不对？啊，刀显然结果伊阿妈棍三界，是那一个咧话过讲话，哦。主妇女君啊，不负你命，有没有？刚才欠你几万年，无欠你的命啦，你也要给我抬。所以很久他醒过来，哦，所以我们就是了解到，哦，犹如割水啊，用刀来挂水啊，挂会断会不会？你刀经过它，水还一直流啊，哦。如刀割水啊，不会被你割断。那么亦如吹光啊，性无摇动。我们到你看太阳这么这个照耀光明，咱即马来甲分呐，会互你分得心袂？搁较分嘛遐光对无性啊，无动摇，没有摇动。那么大是还文照性，就是回光返照，照到自己的佛性本觉，内心呐，那个本觉，佛性本体，就内心，心比妄闻啊而成真闻，耳根呢如是啊知，消妄复真，把所有的妄啊都消除了，六根啊虚皆消复。同于这个生成天文之性，一一啊复归原真。尘亡根尽，根尘啊既然都已经消了，云何觉明不成圆妙？我们的觉明啊就已经成圆妙。大师以此自证金刚三昧，不动也不坏之本，加披众生，能令众生啊临当被害。刀呢断坏，及大士之力呀，大士呢金刚三昧之力，加逼被害众生，身同金刚，故取呢刀啊触身，刀戟啊断坏，迄刀断起，等这过来斩，我们大概被一砍了以后，他还好好的，我们身体就已经断了。那么纵然其刀不坏，其身亦无所损，使其呢兵戈啊犹如刀割水，水无断痕，如风呢吹光，光不熄灭，以能触之力，能触之刀，
刀即色尘，色尘呢即如来常性。所处之身呢，身根呢亦是如来常性。常性何常性？即同以空合空，性无摇动，则刀兵呢无畏就不怕呢这个刀兵。如六指慧能只是呢被刺客三挥利刃斩如斩也，刀从头过头无所伤。那么此见六指自力之力，吓得刺客当场昏倒不省人事。那么六则本熏精明，明遍法界，则之幽暗性不能全，能令众生呢药叉罗刹鸠攀刹鬼及毗舍遮护丹那等，虽尽其旁，目不能视。所以这个梵文熏修，胡归呢本源真经之性，花本名药，药性花名花本名药就是我们佛性本身有那个大光明佛呢曾经讲过我们佛性的光明有100千个日夜，一个日夜就很光了，对不对？它有100千个可见我们那个佛性非常的光，所以就用明药性很光明那个呢情形。那么遍周法界，就是整个虚空全部充满，则之呢幽隐暗昧为性之鬼神，皆不以自全于他自己就不能保全他自己。那么此名呢能破暗。那么大师以此微光加庇众生，能令众生障尘微光之鬼神虽然近其旁进到他的身旁，目不能视这个鬼神不能看到这一个众生，以其不堪以光耀太那个太光了伤过头光了，目睭拢闭袂金。那么世上不能，何能加害？你看都无法度看，你要不多害那么药叉我们叫清洁鬼是男鬼，罗刹呢这个可谓是女鬼，所以药叉查甫鬼罗刹查某鬼都还不同。那么此业呢这2个皆食人之鬼，拢咧食人的啦，唔通去钓叫食的。乃北方呢多闻天王管辖鸠攀刹，此因妄行是厌魅鬼这个晚上睡觉都不能翻身就是去逮掉了各位有没有被他压过那没叮当那个就是厌魅鬼能厌魅于人者乃南方增长天王的管辖毗舍遮我们中文叫做啖精气鬼吃我们人的精气啖都是吃，能啖人精气及五谷的精气所以以前后学因为在这个后天庙，然后有学那个参禅打坐，然后要增加那个打坐的功力就是以前的农药没有撒的那么厉害尤其要收成它都不会再喷农药。然后我们就到那个五谷成熟的地方，然后去那边就吸收那一些五谷的那一些那个气那个就是很比你在吃补还要补我们吃补都不见得马上能够让你感受，可是你到那个五谷成熟的地方，你去吸收那个现在不要了，因为很多农药你五谷的气还没有吸收，农药吸收一大堆回去就糟糕了这个现在因为我们虫很多了快要收割的都还在喷农药
因为或许有到那个斗南我们前省大概那个农药用的最多就是斗南，前省的农药用的最多，所以买米不要买斗南的米。去那边讲课，因为这个晚上要回去要等到2点多才有班车了。他那边要到车站又蛮远，所以等到隔天早上才坐早班车回去，回到桃园。那时候也住在龟山，不像现在住到基隆去了更远所以那个时候他们在喷农药，我在那边睡觉。那个各位姐姐，喷农药你吸进来很舒服很舒服。我糟糕了，为什么？中毒。中毒。所以为什么吸毒的人他会成那个习惯，就是因为很舒服不要去尝试所以这边因为有那个淡人精气五谷的精气，所以我们那个吸收五谷的精气真的是对我们身体的帮助很大。可是是身体啦，它不是帮助佛性，它是帮助身体。我们现在这个佛性都不管它，对不对？身体很重要，管它，是这样。身体较重要，心啊无看。我们都会这样了我们修道以后才会了解说佛性才是重要。身体你再怎么养生最后都是会死掉的啦，对不对？活较久安尼啦，加拖几年所以一定要修我们修成了以后就可以说我不来了还是我要来。要来的时候是花月来了然后我修呢是被业力推来，不来不行。那么这个淡精气鬼乃东方持国天王所管辖。那么负担我们中文叫做止热病鬼所以咱规身躯若咧烧大概去烦到这个啦，负担规身躯烧烫烫。那西方呢，广目天王的管辖。那么之鬼呢，皆以阴云为性故见不得光明。所以咱不喜拢请光明，不要有负面的念头负面行为，那他一定看不到了，因为他很怕光明。那我们全部光明，他能接近吗？就不能接近了。所以我们了解说，凡尘看不见的东西蛮多了要培养浩然正气。你只要有浩然正气，那个看不见的绝对不敢进你的身，最好的啦。不管人家怎么样害你用什么符咒、什么方法都害不到你。一到身体来，砰，全部都把它拼除掉了，最好了，对不对？不然我们假如说被人一捉弄了，哇，糟糕了，尘缘已到，尘缘已经了了啦，要回去了。可是还没有修正要再来，对。那么七则阴性元消，观听缓入离之呢成妄，能令众生尽续枷锁所不能着就是我们凡尘那一些伽罗啦煎熬狱他的那不能这个着我们的身。音声动静动就是有声音，静就是没有声音这两个虚皆消灭，其动静二相了然不生，故曰元消。观听缓入者，即观照能听闻之性逆流而入，就是回光返照。如是呢，则入一无妄只要我们耳根一修
那剩下的5根呢，也全部都没有忘了，都真了。不但呢生成消灭，则色等之尘亦随生成与寂灭，全部都消灭了，没有了。那么尘既不言，我们攀缘完成，根呢就没有对象，没有所我，根尘既双明以此妙力加庇众生，能令呢众生俊系枷锁，所不能着其身。这个手铐脚铐要甲铐拢铐袂掉，因妄尘寂离妄生亦空，全部空，皆得解脱全部都解脱了。那么8则昧因缘闻遍身的持力，能令众生经过显露贼不能解迄贼要甲你夹无法度。大是还轮入流时，解脱生成而正根现。尘昧则外无敌对，根源则咸归一心。那个咸就是全部了根源就全部归于一心，故能遍身普遍产生慈力、慈悲的力道。那么大士以此慈力加庇众生慈就是以乐给人家快乐，叫做慈；悲呢就是把人的苦拿掉，叫做悲。能令众生经过危险之路途或旷野山间道劫出没之次不受这个劫难不会遇到这个劫，纵然遇到了，他也没办法抢夺你身上的东西。那么9则心闻离尘，色手不觉，能令一切都有众生远离贪欲这个导致我们凡尘最常见的贪嗔痴名为3毒以能毒害法身慧命这个3毒最毒的，凡尘最毒就是3个贪嗔痴。那么甚为怖畏，又贪嗔痴为3恶道因我们有贪嗔痴很容易进入3恶道，畜生道、地狱道、恶鬼道。那么多贪的众生多地狱；多嗔的众生多入恶鬼；多痴的众人多入畜生所以这个3恶道。那么知贪之中欲为熟这个欲就是男女做爱知贪那个欲男女做爱维持淫欲一事人最容易犯见色就动心，必漏爱欲深坑那个很难起来落到身就很难爬得起来，且最难断危害也是最大离欲离尘，从根本绝我们要离开这个欲，离开凡尘，要从根本解开我们这个结，把这个结打开，入流往手生成之结已经解开，那么知尘之结全部一起都解开，而色尘岂能绝以家宝？这个色形象就不能来劫夺我们的家宝，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能令一切多云的众生，云而言多则，乃是世袭深重就是累世之间都这样。我们凡尘也都是一直只要是看那个新闻报道大部分都是以这个为最重要的，因为我们人都是从性欲而生要这个断除它非常容易。那么时时现体这个隐念化为隐形就是真正的做爱了。轻则审身失德，重则倾家丧命这个淫欲始于火，菩萨见欲如避火坑
所以淫欲我们心会产生淫欲规身躯拢发烧了。你心已经离开淫欲规身躯拢清凉。我们年岁都蛮大的啦，都有淫欲的那个经验啦，是不是这样？有一个敢淫的多淫的众生常念圣号，由菩萨的威力加庇即能远离贪欲。那么实则纯因无尘，因已经纯了，没有凡尘的事，根净圆融。无对所对，能令一切愤愤的众生很愤怒，离之嗔恚。那么诚意稳因妙性，别无所对生成，既无所对之境已经没有了，亦无能对之根没有境没有根，根境双泯，两个都泯灭了。那么唯一圆融就是我们的那个佛性本体的清净宝觉内外一如一个整个呈现。大士呢自证境界圆融一体，以此来加庇众生。那么11则消沉玄冥，法界身心犹如琉璃透明的朗特呢无碍，能令一切混沌的性障之颠讲永离痴暗而颠讲呢就是这个痴这个很痴。那么痴由妄尘所蔽无明所障，妄尘跟无明。那么消除所言之妄尘，悬覆自性之本名。所以外之法界之身心犹如琉璃宝透明的，洞然朗照都可以内外朗的明彻，内外明彻无所障碍。那么大士以此自证的自力加庇众生，能令一切混沌性障永离痴暗混沌性即是痴愚痴以昏迷暗顿为性，能障碍我们的智慧那么而颠讲中文叫做无善心没有善心，皆由呢痴习偏重偏到那个痴累世一直轮回都是痴那么迷正知见迷灭了，正知见都迷灭了邪见很炽盛邪见非常强认无因果认为没有因果。所以我们要了解最重要就是这个，我们要知道这个因果有一些比较思念的多说没有因果，我相信因果都是老一辈的人在说的。要了解到这个因果不管你信不信因果都是定律铁律一定的。你不相信也有因果，你相信也有因果，不管你信不信都有因果所以我们在日常生活之中有没有因果我都在讲了不相信因果的人他连呼吸都不要呼吸。为什么？呼吸就是因，你活下来就是果。他也不要吃饭，为什么要吃饭？肚子饿，因吃饭会饱果，有没有因果？我讲你把酒讲饮的因人会安那揍你果，对不对？有没有因果很明显，不管你研究不研究了，不管你这个学识高不高了，因果都是定律。那我们要知道说，有一些事你现在做了不一定马上果报现前，是经过下一生下一世，有经过好几生好几世它才会显现。因为有因没有遇到缘，果不呈现。
它有因有缘，哇，果就出现了。所以一定要了解，我们修道一定要相信因果。然后我们努力修啊就是因，成道成佛就是果，有没有因果？有。你都唔修，后天我要成佛，可以吗？哎，没办法啦。人之修都不一定行啊，过你唔修，对不对？所以一定要相信因果。不过我们要了解说，无成法紧啊，你修你认真修，绝对也行诶。现在没有成啊，没关系，你已经种佛因了，一定有成的时候了。你佛因都不种，那怎么成啊？所以一定要了解因果一定的。胡作非为啊，自取堕落。所以不相信因果都自取堕落。那么12则龙行啊，互文，不动道场，摄入啊世间，不坏呢世界，能遍十方啊，供养为臣知佛如来，各个佛边为法王子，能令法界啊无止的众生欲求难者啊诞生福德智慧之难。这个世人无止啊那么其位啊有3：一啊年老无人服侍；第二后世啊无可主护；第3呢终时必至断绝。我们要了解这个终世啊，都要有人给咱服侍啊。各位一定会想啊，那好些以后都没人拜，因为拢无，一无所有，什么拢无。不过没关系，我会再来的。故啊，必求升职。龙行互文呢，不动道场，指修行啊正理消融呢4大之幻邪。我们把所有风土啊，我们身体那个幻邪啊，把它消融，旋复啊一真，旋转恢复呢到一真的稳性，就是我们不生不灭佛性，正入啊不动摇不生灭之离体，离体就是性体，即佛所说呢。皆一圣的极灭场地，那个极灭场地啊，就是我们那个佛性的本体场地，正体啊，正入本体以后啊，就可以起呀，那个大用，能这个善人，这个善入啊，微尘佛刹，能够呢进入啊，微尘佛刹，就是非常多的那个国土。以一身呢而现啊无量身，随类啊现身，不坏世间之相。那么于理呀成事，从真啊摄属啊，所以正真啊才要回到完成来，即方便智，方便呢使以前能干事啊，方便就是可以做事。那么以此加披众生啊，求职得难。有福德则呢富而且贵，富贵；有智慧啊，则廉而能明，廉明；若有福啊，无慧则呢世庸见浅，若有慧无福啊，则家贫啊利薄，凡有求者啊，菩萨呢令生啊福慧之难，所以福慧很重要。那么13德6根啊圆通，明照啊无二，含十方界，立啊大圆镜，空如来藏，成圣呢十方为成如来，秘密法门，受灵啊无私，能令呢法界无止众生，欲求尼者啊诞生端正，福德柔顺。众人爱敬啊，有相之女，男臣呢，内外家，女家外亲，有男无女啊，亦非全美，
故啊半直亦有求者半直啊我们就是了解到各位学姐，半直是什么？你是对。那么六根的圆通六根啊互相为用，通达无碍所以我们了解说修正以后啊，我们就是六根啊可以互用。眼睛我们都说看嘛，对不对？那互用的时候啊，眼睛也可以听，眼睛也可以嗅闻，然后眼睛也可以禅味，眼睛也可以触觉，眼睛也可以用意念的思想问题，所以六根啊，就可以互用。所以啊，我们看师父来介绍，他不是这个脑袋瓜后面没有眼睛嘛他看得到吗？他就是看得到你那个等于是黑板写错了，有没有？或是讲是抄黑板你那个抄错，不是那个字，他没有转头去看，他为什么会知道？那个叫六根互用所以我们得说修正了以后啊，可以六根互用，由通达故啊，明照无二。所谓力啊，大圆讲成圣呢十方为尘如来一切的秘密法门，由圆融故啊，含十方力啊空如来藏，领受呢知佛法门，大小简实这个大圣小圣前就是方便，实啊就是实相完全无私，能令法界无止的众生欲求女者大事以此自在妙力，加披众生便得诞生端正福德柔顺之女外则品貌端正，窈窕庄重，则有福内则性情柔顺真境悠闲，则有德。有福众人见之生爱，有德见人众人见之生敬敬爱。若端正而不柔顺，则可敬而不可爱；若柔顺而不端正则可爱而不可敬。那么福德兼备得受人爱敬那么14则最后一个，此3000大千世界百亿日夜现住世间知法王子，有62恒河沙数修法垂范，教化众生，随顺众生方便智慧，各个不同这个指娑婆世界共有百亿须弥山，100亿个日夜，100亿个四天下。那么现住三业六道之菩萨呢，随类化身成愿律生律益众生，有62恒河沙数之多。那么此为圣人限量所知所见，修法垂范教化众生，随顺众生的根性，用方便前置各个不同。由我所得圆通本根，花妙耳门，然获身心微妙含容，周遍法界，能令众生持我名号，以彼共持62恒河沙知法王子二人福德正等无异。圆通本根发自妙耳门之中依根中稳性不生不灭之妙理，其反闻造性之妙智妙理就是佛性本体，妙智就是佛性本体深挖的那个般若妙智慧。那么照破五阴，解除六劫生灭既然已经灭了，即灭就现前，正体正入本体，然后就圆通自在花用佛性的大用无限应化无方，所以千百亿化身持我观世音一名，以持62恒河沙数菩萨名号，福德平等，无有差别是真我一名号以彼众生
名号无异，由我修习得真圆通。是名14呢，施无畏力，福备众生。修习耳门三昧记住圆通常三个真实，令之众生以我身心获得14种无畏的功德，那么福德周遍而全性命。是真我又获是圆通，修正无上道故，又能善获是不思议无作妙德。一则由我之佛妙妙稳心，心经语稳，见闻觉知不能分隔，成一圆融，清净宝觉，故我能现众多妙容，能说无边秘密神咒。言善获者即不假咒义，不借的那个假就是借的意思。不借的咒义任运自在，不可思维不可拟议，言思所不能及，口欲谈而辞善。嘴巴要讲，找不到那个文字来讲了，那个词言辞已经都丧失掉了。熏一言而虑往，心要言考虑也考虑不出来，都没有虑往了。那么4种皆是呢无作无为的得用。理智双妙，理跟智两个都妙。又6根之性耳根超之根而独妙。痴得此心为本修因。这个呢为本修因地。心经呢语稳，根尘双脱。根跟两个都脱离了反流，就是我们呢这个回光返照反流前一已经呢全部都已经这个道的体了，前一无二，圆融无碍清净然，随光呢现色一身能现多容，一个身可以显现很多的容貌。能说无边秘密的神咒，咒而称密者，乃知圣呢密言持之得意。就是这个证悟了以后有一些用咒来说，一个咒里面包含很多意思，所以持咒就可以得到利益。那么其中后现1首、3首、5首、7首、9首、11首。这个呢，我们一般呢都只有看到一个头啦。假如说你看到3个头、11个头你就吓死了。如是乃至180首、1000首、万首84000所加入。所以呢，我们了解说，一生以手为尊，以手为贵，故先现之。那么依之84000以一法门之事。有84000法门，来对治凡尘的尘劳烦恼。那么此是菩萨呢不可思议的境界，不能以凡情来测度。然后接呢2臂、4臂、6臂、8臂、10臂12臂、14、16、18、20是24，如是乃至108臂。1000臂、万臂、84000母多罗臂。母多罗呢我们叫做印。胃呢臂各有手，手呢各结印。那么那个受迦罗是坚固不坏。受迦罗坚固不坏。阿难的青年受迦罗多性这个受迦罗甚多肉性呢空，受迦罗心无动转。那个受迦罗就是坚固。纵然呢我们空性会毁坏，坚固的心没有变化。那么2目、3目、4目、9目，如是乃至180目、1000目、万目、8万4000清净宝目，或持或威或定或慧救护众生得大灾。
人有二目啊，摩西所罗天王呢，那个波旬啊，他有三目，故以啊双视啊单视啊，互增呢是84000，华严啊严明，清净外无染，所现的之相啊，慈是呢这个爱念，威啊是雄勇，定啊是寂静，慧呢是开朗。皆为救护众生，令得其乐。二者由我闻思，托施呢6尘，如生度远，不能为爱，故我妙能现呐，一一行，诵呢一一咒，其行其咒啊，能以无畏施之众生，是故十方为成国土，皆名我为啊施无畏者。从闻知修入三摩地，知根言把，所以啊，尘啊不能爱，不会被凡尘啊所障碍的，如阴身呢，能够渡过圆墙之外，表圆墙就是那个表，虽有圆墙不能为爱，因正是体故啊，能现妙用，任运随缘，现行啊诵咒，施无畏力。那么三者由我修习本妙圆通，清净本根，所游世界啊，皆令众生舍身珍宝，求我哀悯。圆通呢，乃众生啊人人本具。我们都有圆通，可是呢都迷昧啊，没有办法发挥圆通。所以处迷位啊，依然不知。我们虽然是迷位的众生，可是圆通啊依然在，没有丧失掉。故言本妙圆通，我们本来具备的那个奥妙，本来就有。根性即是如来常性，清净啊本然，由正呢清净之体，一切呢无有啊染着，故令众生呢能舍千令啊之心，那个啊一千几怕24个。花心喜舍，都要呢布施啊，舍自心所有的珍宝，珍之宝物啊，求我哀悯，受之呢，而为啊施作佛事。那么是则我得佛心，正以啊究竟，能以珍宝种种供养十方如来，旁及法界啊六道众生。求妻呢得妻啊，求子得子，求三昧啊得三昧，求长寿呢得长寿，如是乃至求大涅盘得大涅盘。我得佛心者，即得呢知佛如来秘密之一地心，依此心而修，之正德啊，一切是究竟坚固，所能言定，故能记得啊珍宝供养。佛，然后生呢财法二施，所以供养这个佛供养众生，能够呢财法二施。那么佛问通，我从耳门圆照三昧，眼心自在啊，因入流相得三摩地，成就呢菩提，是为第一。是真彼佛如来探我善德啊，圆通法门，于大会中啊，受记我为观世音号，由我观听十方圆明，故呢观音名遍十方界。那么佛前问我等物啊18界为圆通，从何方便入三摩地？我观呢是因，乃从妙耳门依本根言赞啊不生昧性，起自啊观察，观照，是谓啊言照，起自来观照，即还闻啊照性，照到呢一心的本源，即得三昧正定，是所能言三昧王。所以所能言三昧王就是正定之王，眼心啊自在，言及是言32应14个无为啊，是不可思议，随应化所起的妙用，心得自在，
因入流相啊得三摩地，哦，因为入流相回光返照叫做入流，那么出流就是眼尘啊，入流就是照现，哦，因为入流相，然后得到三摩地就是正定，哦，已经得到了。那么此回答佛问啊，从何方面啊入三摩地？因入流相转完成圣的关键。哦，出流就眼尘，流呢就照现。哦，逆生死流，入啊涅盘流。哦，由浅入深，自生灭寂灭啊，寂灭就现前，得三摩地啊。哦，即如幻稳心稳修金刚三昧，明得耳根圆通，成就无上极国之菩提。哦，约得呢三菩提也。哦，第一个正真性菩提之妙理，二满实智啊菩提之妙智，三起方便菩提之妙用。哦，故曰成就菩提，斯为第一。那么此根圆通呢，最为第一啊。哦，具解答法门的殊胜。那么此耳根一门即佛所告阿难，有三摩提名大佛顶，首楞严王。具足万行，十方如来一门超出妙庄严之一门。哦，亦即阿难请示啊，入华屋之门。哦，知佛涅盘之门，故为啊第一。又此成就啊菩提，斯为第一者，是观世音菩萨代佛明答阿难所问，十方如来得成菩提。哦，妙奢摩他。哦，妙三摩、妙禅那最初的方便，为我从耳门悟啊，言赞不生灭性，大开眼解，即妙奢摩他。所以奢摩他也叫正定，三摩地也叫正定，禅那也叫正定，可是内容都不一样。奢摩他着重在领悟啊，圆融的道理。三摩地啊，就是起实际的修持。禅那呢，就是已经证啊效验，果报呈现。那么起自观察，依耳根为本修因，还稳照性，而起研修，即妙三摩。三摩跟三摩体呀，三摩体、三摩地呀，都是一样。那个语音的不同而已。那么随缘啊，应化心得，自在，安住啊，圆定。就是在那首楞严大定，所以这个首楞严大定是从佛性本体出来的这个定，不像我们凡尘这个打坐啊，参禅打坐的定很容易破坏，那个难成啊易坏。那从佛性出来的它不会被破坏，所以它的定啊，就是很笃定，不会被破坏。那首楞大定我们了解我们所追求的，就是要追求首楞严大定。那解释啊成一切事啊究竟故或许就有，不是我们有一章特别解说的吗？有没有？一切事究竟，然后那个坚固应该是要有一个逗点啦，可是我们都把它连在一起，一切事究竟啊坚固。有逗点跟没有逗点一不一样？不一样一切事究竟，那个讲完成的所有事啊都没了，都被我们解决了，没有问题了，究竟了，然后得到坚固的佛性本体啦。所以一定要了解一切事究竟坚固，了解了吗？不要把一切事究竟坚固连在一起啦，连在一起来说的话，住在文字相意思完全不一样。然后我们要知道说一切事究竟，完全是都解决了，没有问题了，无来也无去啦。这一切事究竟啦，无代志。然后坚固就是得到我们那个不生不灭佛性本体啊，已经坚固。那么万行啊，还心极妙的禅那具足三定啊，严成首楞严大定，
成就呢无上菩提，维持耳根啊第一。悟根性为因地心，是最初的方便。从根修正啊是初方便，随缘生啊是方便。所以我们就是了解到最初方便，然后初方便，然后方便。我们要了解它都层次啊。最初方便，然后初方便，然后方便，是不是都不一样？不要看成一样都不一样最初方便是下手，然后初方便呢已经在修的中途，然后方便呢是要引导众生来做，所以三个都不一样。那么阿难呢问耳根圆通，悟彻成菩提之法，向耳根门头啊全忘复真。旋转我们的所有生命，所有一切假的不真的旋转恢复到我们佛性本体真即是呢记住三定速证圆通然后我们呢这个今天呢讲楞严经呢就到这个地方那底下还20分钟呢给各位提问。没有人要问吗？李讲师跟你有情形在问，请说。第一条，身为道场的主干，道场带出一件祥和的道气。身为道场的主干或是前贤，要怎样才能将道场带出一片祥和的道气？这个大哉问。所以我们要了解第一个要先了解真理，你要知道真理，以真理来领导所有的那个底下，不能用霸道，不能用人情道，一定要用真理。所以我们要了解这个是真理的是道了是道就则进非道就则退。所以你假如说这个领导的方式不符合于道，那底下人可以不听，为什么？非道则退，我可以不听，因为不合道。那我们大部分都是乖乖牌这个不符合道理也听了久了你就要了解到形成那很大影响很大。为什么？你已经走偏了你都不合真理，然后你也在修也在做，可以成道可以成佛吗？不行嘞。所以我们要了解到是道则进，非道则退，符合道理的我们去做，不符合的你就不要听不要做。没有罪过了，罪过是讲的人领导的人。所以领导者一定要自己要了解到符合真理名相都是假的，不真。名跟相，形象跟名都是暂时给我们用的不真。真的就是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我们要听从佛性本体，听从真理，不能歪理，歪理不会成道，不会成就。那第二条呢？第二个，所谓的尊师重道，是否定义于点传或填写的话去做事，就是尊师重道吗？怎么做才达到尊师重道？这个好像跟我们刚才有一点相类似的，是一样的啦。所以我们要了解说，只要他是叫我们做都符合于这个真理的，我们当然要听啦。那假如说是不符合呢，我们就可以不听，可以不听。为什么？不符合真理，非道理。第三条。各位先生也不要对立
为什么？对立就结仇了。那这个冤仇我们修道是要修到清净啊，越修越清净的地步。结果你越修到后来晚上睡觉，哎呦，你都一直翻来覆去啊，不安，也不用对立。啊，讲的人咧讲，啊你感觉听无合理，你莫做就好，不用对立。那个诗我们要了解到，什么叫诗？解惑，解开迷惑，对不对？受业，受什么业？就是让我们成道成佛的业，这样才可以当诗啊。你复合，你没有这个解惑，也没有受业，那你怎么称诗呢？所以我们要知道那个名是假的啦。或许跟老千在一起，老千都说我们是兄弟姐妹是平等的没有说老千他自己会说高高在上，没有，甚至都找一些麻烦来缠绕。那或许就问你为什么要这样做？你说不容易回光返照，不容易反省。那有一些持反对意见的人在身边，我们就会时时刻刻反省。反省做对不对？自己就会笃定。对了坚持去做，虽千万人无往矣。不对不听不做。老千都这样子了所以或许都讲，因为或许跟那个陈觉带一些卤的东西到湖山去，竟然湖山都没有这个旁边没有服侍的人，只有老千人坐圆板凳带斗笠在祖师祠前面。那或许就前去向老人家请安。然后那个陈姐就拿那个卤的东西到厨房去剩下后学然后跟老千说，您老后学进去参加，然后就起来了啦就起来，他坐圆板凳就起来，然后继续打毛巾那后学看到说，老千人待天命高高在上，我这个小后学司机开车的啦。哪敢给老千打毛巾？我说您老后学自己来。老千说您来是客。他打毛巾是应该的。这个插得真不安。然后就进去就参加，然后出来就向老千说，您老向您老顶过礼千人要说顶，然后等下是要说参加，他顶过礼，老千又开始走到哪里茶几旁边因为各位有去福山的话，那个门口到那个茶几是不是有一段路？老千就一直走过去然后或许因为还不知道老千要做什么就一直走到那个端。那个茶几那个地方才知道说，老千要端茶或者要跟老千讲，您老千自己来，我给你停就好了。老千还说您来是客，真的是还喝不下去。所以各位就可以了解到，都是老千都是跟我们的这很平常、平凡、平时、平淡。就是这样子在过生活，或者在老千身边就学，就学老前人的那一些，真的就是我们的好榜样，还有吗？第三个，任理实修与听命办事有何差别？怎样做才是正确？听命办事。任理实修与听命办事。因为假如说
听命的命啊是符合于真理的话，那听命办事是应该的啦。那也跟认理实修是同一个问题啊。哦，认理。那你假如说听命的命是不合真理的，是人行道的，你就可以不听啊。我们不是都回答了吗？要稳一知三呢，你都稳那个，这个本来是要一就知三，你是三了回到一，3个问题都回到一个，还10分钟，还有吗？第4个问题，是大人的标准是该具备什么条件，要如何下手？又是大灾问。我们就是要了解到我们这个修道最重要要先志向立定，就是要成道，要成佛。那凡尘事啊，我们就能够不饿肚子，有衣无穿，可以遮风避雨，这样就好。所以我们要了解到，因为我们的心啊，都会被凡尘事这个沾惹了，他都会注重凡尘事，因为身体是现象，我们也非常注重现象。那我们享受物质啊，那一般人的常态都这样。那我们修道以后啊，就一定要自我要求、自我鞭策，吃的能够养生，可以让生命延续，那就好，不要贪口腹之欲啊。所以或许跟老千生活啊，将近10年的时间了。老千吃饭3餐饭都吃得很少了。那个小碗的7分，然后1点菜，然后1点汤，都没有变的，都是这个样子。这样子，所以身体就很健康，那个健步如飞啊。我们跟在身边都要半马步啊，都是非常这个健康的那个形态。那因为我们贪吃啊，所以身体病就很多。贪吃不是有5病吗？5罪啊。以前我们都一直在讲，释迦牟尼佛讲，我们吃啊贪吃有5罪，还记得吗？贪吃多睡，多病，多淫啊。然后不能歌颂经典，然后贪着世间，有没有？还记得吗？因为我们吃都是地生长的东西啦，然后我们一直跟它结缘，那个缘结得很深啦，所以我们就了解我们脚不离地。为什么？因为跟它结的缘很深啦。佛就讲，我们不吃地生长的东西我们就可以飞了啦。在想说地生长的东西都不吃，我跟你讲，好像都没东西养生了所以还是要跟地结缘，它结的比较浅一点，它浅所以我们就是了解到，我们不要贪吃尤其现在那个外面的那个味道有那个炸鸡排你走过了真的那个味蕾会被引诱了。那所以你喜欢吃就吃，喜欢吃就吃，养成很多大胖子啦。我们南部好像比较少北部很多嘞那个超级大胖，一个人都要坐2个人的位置那个很胖，那个就是吃啦，很喜欢吃。所以我们了解吃多了不是苦啦，是我们自己负担很大。一胖了以后，你看心脏负担多大，对不对？容易扎气。胖的人都没有这个寿命很长，很快死，黑龙体系。还有吗？还有现今社会诱惑很多，若沉迷打电动，便是落入魔仙。要如何让他清醒，能够转入正途？这个大概要自己当老母
我们当老母了以后，你没使去天道。所以这个我们真的讲很难已经着魔入迷了很难使他回来，真的是很困难。导师假如说可以收礼的话我们可以同他一起去过他一样的生活，然后分析他的利弊给他知道，这样大概才可能能够婉转。你要先跟他一样跟他一样，他迷什么你跟他一样迷，然后你把里面的利跟弊把它讲出来说假如说喜欢现在很多那个花名全部大都是日本的啦，它都是暴力，一出来的全部都是暴力，好死好死好死！你看嘛，你整个生活来对拢一关暴力你在现实生活里面可以脱离吗？你就脱离不了。所以我们你看要稳心稳修伊的稳心稳修就是好死好死，到尾也会不会出问题这个就会出问题。所以我们要跟孩子一起跟他着迷的那个现象一起，然后跟他分析说我们人不能这样要别人死啦，别人要我们死我们不愿意对不对？我们不能去要别人死因为他们要生活所以发明那些东西来迷惑我们我们不要中他的计所以我们要培养那一种慈悲的心。所以父母亲要带他出去游山玩水然后到每个地方去看每个地的生活习惯以及人家的生存方式，那就会了解说赚2万块赚对不对？然后会改变他的观念他才有可能去弃掉那一些所以还是要用心你能够用心才有办法改变不是你讲莫算安尼伊就听啦，哪有遐乖？无像咱遮乖啦。还有吗？还有4分钟。还有一个离婚的分到他的户籍脱离夫家，那他将来离婚后是不是一个没有分的人？这回事。这个不用在意我们要了解到我们的佛性里面没有这个事那你要自己找苦找罪来受那是非常多的啦所以我们一定要进入先自己进入清净的心地。遭遇方面不如意那都是过眼云烟马上过去了，转眼就空了不用在意我们宁可吃亏了，不要占便宜占便宜一定会把浩然真气用掉，就丧失没浩然真气那已经没有当人的资格了。那我们就是要健全人格健全一定就是在这方面我们不亏欠人家，人家亏欠我也不讲话能够这样的那个观点以后你就不管他户籍怎么迁你迁到什么地方都没关系终究都是空的啦你再怎么迁还是空的啦合在一起也是空的，空不空？全部都是空的，都假的啦何必在意那一些呢？还有吗？没了。还有没有其他的事情要问？还剩下2位有有的话还有一个问题可以问。这边还有另外一个先生在问说，有先熟事利益众生，如何做才是真功夫？
舍事。术士就是济世救人，有心要济世救人，利益众生，要如何做？先把自己修好，先把自己观念先导正，很正确。你要救人，你要度化众生你要先知道怎么走，怎么做。你先知道以后你才来度化众生，不能隐盲你就青名过去带迄个目睭无看，要甲带倒所以一定要先自己了解真理。救世这个问题很大我13岁我就要开始救世。那个志向很可嘉可以嘉奖。是真正的你就是要进入实际的去做，先自己了解真理，然后呢把这个了解的来实践，实践了以后你再来这个影响别人，才来救度别人，这个才是正确的。我们不能说光有希望你家己做拢唔对拢安尼咧甲人生活拢甲人咧对立，拢甲人咧冤家做要来济世救人，骗人的啦。下个各位讲师、各位坛子、各位天贤，大家好。谢谢三道天师德、老千千大德，以及感谢各位天贤给获学机会学讲。好，我们呢就这个讲楞严经152页。可以找到了没有？152。耳识四真，找到了没？快大家拢要等咧现。152。有无？写了在那个152年大的字耳识至真，以狮子座从其无体同放宝光。这个无体我们就了解全部呢都放这个宝光。那么眼光眼观十方微尘如来及法王子法王子就是菩萨知菩萨典。那么彼之如来亦以无体呢投放宝光从微尘方就是很多的方向来观佛典，并观这个会中诸大菩萨及阿罗汉。这个佛现了瑞显现了那个瑞相这个应。那么狮子座狮子为受之王他游行这个无所谓。那么佛为法中王，说法无所谓，故以这个狮子名座那个狮子座。那么从其无体无体呢就是手两手两脚手就是我们的头有两手两脚为无体，乃从佛前身呢同放宝光。那么其光眼观十方为尘非常多的那个如来典及法王子菩萨典。那么彼之如来异同也是一样光明互相灌注，正显呢自他因果交彻。佛光呢灌之佛典，乃以治国测他国自己修正的果位然后贯彻他方的果位，灌菩萨典，
以治国测他因，然必呢万其顶者，表圆通妙理啊，为最顶最胜的顶法，最殊胜的那个妙法。那么林木呢持招皆言法音，交光呢香柔如宝丝网，是之大众啊得未曾有。那么一切普获啊金刚三昧，即时天鱼、百宝莲华、青黄赤白这个尖凑分罗十方虚空，成七宝色。只说佛界我们这个南赡部洲娑婆世界，大地山河即时不现，唯见呢十方围成国土，合成一界，万辈各有自然呼作，色身呢之法，每一个法呢法都圆融，林木持刀，这个施以无情，没有情的这一种自然界，皆以法因变成有情。那么情与无情共一体，所以我们研究呢跟楞严经就了解说，情跟无情它是同一体的，都是我们不生不灭的那真心佛性。那么交光相柔，同体不分，不杂不乱，次日呢皆同真法界，就是一真法界，以表之胜法门，即同而异即异而同，互骗互掩，都是一样。天地成祥，满目瑞相，祥瑞之相。那么大众眼观瑞相，耳闻法音，身机法会，顶冠佛光，各个得未曾有，唔捌安尼未曾有。一切呢普获金刚三昧，因为这个相，然后悟这个性，因相悟性，悟明一切事究竟坚固之理性。所谓悟明了一切事究竟，就是一切事都已经完成了，没有了，已经都究竟了，然后得到坚固的那个理性，就是我们不生不灭的那个佛性本体，就是坚固的那个理性。那么是为测华底缘，测华的缘底，源头底蕴。那么无动无坏，没有动也没有坏，不如如不动。那么诸圣入门虽各不同，诸圣修持的方法都不一样，那么守正圆通则一都是一样。那么其实天鱼、百宝莲华、娑婆世界依报这山河大地，既同不现，唯现十方之佛国土合成一个世界。表之妄消亡，所有的妄都没有了，没有妄，一真独一真就显现，妄空真显，妄已经空了，真就显，即生灭寂灭，所有的生灭都没有了，寂灭如如不动就显现在眼前，正是圆通的真境。那么到此歌咏赞叹，自然呼扬节奏。那么于是如来告文殊师利法王子，那么汝今观此25无学之大菩萨及阿罗汉，各说最初成道方便，皆言修习修道学习真实的圆通。那么彼等修行实无优劣，没有好坏，前后差别也没有前后的差别。那么我今欲令阿难开悟，
要呢阿难来领悟啊，25个修行方法。那么谁当呢其根？什么人修持的方法可以给阿难来修啊？最适当。那么兼我灭后，此界的众生入菩萨圣啊，求无上道，和方便门啊，得易成就。就是很容易啊，可以成就。那么佛是闻思呢，这个选择啊，是哪一个法门最适合阿难以及我们娑婆世界的众生？因为前面曾经有讲过，得寻圆通啊，于不圆根，入解相别，就是选择圆通的根来修，跟不圆通的根来修，它的功效是差的一天可以成就，跟一劫可以成就，那个是差得非常远。一劫非常久，一日很短。所以选择圆通根的话，很快就可以有成就。那选择的不适合的去修的话，成效很慢。那么又云虽如详细的选择啊，岂可入则？武当的发明，令汝精进。那个释迦牟尼佛有跟阿难讲，说你详细的选择可以进入的很适合修的，然后佛就会发明让修持的方法很这个清楚的显现让你知道怎么去做。那么阿难呢示现不知最严之根，故请如来最后的开示。那么退藏秘机这个悯佛，这个记佛悯受就是不用讲，用暗中告诉他。故佛赐呢知圣各说因地的修正法门，使欲有成就亦有所成就之修士修道的人，可深入各法门解密。那么闻思呢为根本大智这个智慧最高就是闻思菩萨过去乃七佛之师七佛的老师，承命来荐选，有两个意思。一个佛前虽令一门深入，究竟未曾显说何门。佛前面有讲过一门深入就可以到达圆通，那没有讲说是哪一个法门。那么旷经之门并成25修行方法，全部都这个讲得很详细。那么礼仪决定一门也。那么第二，诸圣所说各有各皆方便习不对根治为观因合机，就是这个25里面就只有那个耳根的那个很适合我们娑婆世界来修持所以呢这个闻思选就选这个耳根圆通。那么只选决定舍之门，而独取耳门归元无二。我们归到我们的本来没有两个都是一样。那么方便多门修的法门有很多有很多的修持法门。末世众生呢开悟甚难，就是要领悟不容易是方便门容易成就讲这个方便的话，我们就很容易成就。那么闻思施利法王子奉佛慈旨，即从奏起顶礼佛祖，成佛的威神，收记对佛，觉海性成圆，圆成觉圆妙，圆明造生熟，首立造性王。所以或许呢，在那一本我们之前看的那一本《楞严经》里面就有说这一段
是很我们在佛经里面啊很少能够看到，这边就没有了。假如说各位回去你翻一翻，在这边的时候啊，那个前面就有写，说这个一般呢天地的造化变化，所有经过情形啊，经典里面很少记载，也很少去探讨。那么唯有就是这一段，这个文殊菩萨所讲的这一段是最详细的，我们呢可以就是从这一门深入，就是文殊菩萨讲的这一段我们深入研究，就可以知道整个那个凡尘的整个变化。那么觉性为海，那个句这一段的句很重要。觉海性成圆，圆成觉圆妙，圆明造生熟，熟立造性王。所以我们对这一些句要特别的，它一个字一个字意思都很深我们要一个字一个字了解。觉海，我们的觉性非常的宽广，就好像海一样。觉海，那么性成圆，它呢就是澄清、圆融、圆满，所以觉性为海，恒无边涯，事无底蕴恒的话没有边际，那事呢没有底，无底，宽无边，就是非常的宽广，那个我们的觉性非常的宽广，不像我们呢凡尘的那个海，凡尘的海它有边，而且也有底我们了解说海很深，可是毕竟有底像这个太平洋，它最深的地方大概有3000公尺已经非常深，对不对？可是毕竟它有底，到海底的。那我们的那个觉性没有底，这样了解吗？所以我们要了解说这一段我们特别的注意一下，对我们修道会会很有帮助。那么性指这个我们性体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成圆圆成那个叫相，相很大，那体一样很大，那圆妙圆明就用，有体有相有用，那我们平常讲的话就只有讲体跟用，体用，那个相我们就比较没有去强调。那这边呢，他全部都把它呢这个讲出来，说体我们的性，那么成圆圆成就是相，圆妙圆明就是用，有体有相有用。那么成圆为我们的觉性好像海那么宽广，成湛不动，湛然常寂都如如不动，严含万有，我们凡尘的万有，万象万事我们都含在这个成圆里面，这个觉海性成圆都在成圆里面，包含万有。那寂而照，不变常随缘，所谓那个寂就是不变之体，照就是随缘之用，所以不变，不变就是寂，随缘那个就是照，照而常寂，寂而常照。那么圆成呢，为觉海虽然呢严含万有，究竟呢成湛不动。虽然严含的万有，可是呢它是如如不动，湛寂湛然呢不动，照而寂寂而照，就是我们要了解虽然说一直有体，可是它都有用，用以后呢收回到呢本体回来，所以不变的常随缘，可是随缘以后又回到常不变，所以我们了解奥妙就在这里。那我们平常没有研究就会
这个一有体用以后啊，就认那个用为体了，所以就错误了。那言妙就是本来自妙，它自己就很奥妙，不是呢造作，不是我们有为去造作。那么言明就是本来它很光明，自然的光明不假功用，不是我们用人力可以去做的。那么言妙言明则一念不生呢，华而济主。所以言妙言明我们在做功夫万念放下，一念不生一念不生，我们呢华而就是所有的万法，全部都记住。所以我们要了解说，虽然已经都到达一念不生，虽然到达万念放下，可是我们都严含万有，天地的万象万事都在我们那个当下。这个功夫就是一定要做，久了你那个体会就深入，一深入以后就欢喜充满，就已经脱离凡尘了，苦海就脱离了，一定要这样子研究努力。那言妙呢即含有言明之意那个言妙它本来就有那个言明成言即言妙言成即言明所以各位先生，那个经文有时候你看成言言成是不是只有字这个对调而已？可是它的意思出来以后一个言妙一个言明所以我们了解言妙要讲题，言明就讲用有题然后有用故上两句具于所依的真源，即是呢本有的真心，也就是我们如来藏性我们每一个都是如来，我们含藏天地的万象万事如来藏性。那么下面两句言明造生熟，熟力造性王这个是依能依妄缘就是已经起妄了即最初的根本不觉根本不觉就是无明，一即独头生相无明所以这个就是不知不觉已经产生了无明，一切的妄法皆依它而生就是这个言明造生熟熟力造性王我们了解说都不能落入在我们佛性本体都不能落入有为，一入有为身就不见了，就隐了，然后就妄就呈现所以妄法都全部出来。那么言明不妄生造用言明不要发生呢这造用，则是本明毫无一物全部没有。那么今以比言明性上呢妄生造用，所以各位先生看那个经文，言明然后造，这一个造就是已经怎么样最开头的错误了。不要造就可以了，可是我们都要造佛性拢暗蒙蒙爱给照真光我们凡情都这样讲嘛，对不对？结果这个就是最初的无明，开始由这一个念头一来了以后底下都全部错的开源就是这一个言明你不用造，不要加工了，不要加东西进去，我们一加造，这个造就生熟，就有能熟了有能熟是不是生灭所以熟力以后我们那个造性本来光明佛性的本体的造那个造性王没有了，本来的光明没有了，
这样听懂吗？所以造原名造生熟的造，就是旺，已经就是旺造。那么生熟，因为旺法而旺生，旺啊所生，即前字啊，节灰所明，因明立熟。那个觉，我们佛性本体呀，灰我们要去研究要明了的对象，因为我们要明了，然后立呀熟。就是有能熟，这样了解意思吗？再讲一次啊，因为这个比较意思没有那么明显，节灰所明。我们佛性本体不是我们用有为的方式啊，要去研讨它、知道它。你用有为的方式啊，都已经是错。所以不会让我们到达最这个上圣最顶点，不会修到最高。所以那个这个觉啊，佛性的本体呀，不是我们用有为的方式啊，可以到达啊，因为我们呢要了解到用有为就立啊，建立能守，我们。只要一落入能熟，都是生灭啊！一有生灭啊，都是对待，都是无常，所以就没办法到我们的本来，所以我们了解说那个原明不能造，它本来就很光明的你用无明要改就好明，安尼就讲回拢旺性觉必明啊。妄为明觉，所以我们这个佛性本体呀，它就有那个体有用，它用啊就是造，造就是明，很光明的，我们不能再加了，一加呢就变成妄，所明必明啊，就是在本体上加功，所以我们本体上啊加不得功，即前。转本明呢变无明，本来很光明而我们只要落入有为，就变无明。以所造之妄境那个所造已经建立，而真造之性就消失了，遂亡就没有了。即所谓的有相当情，无相即隐。有相，我们有作有为当家的那个无相我们那个佛性就隐退隐，所以我们一定要了解说我们的佛性本体就是我们要努力的去认知知道所以六祖坛经里面那个怀让他所讲染污即不得，染污即不得就是讲佛性本体。佛性本体你要把它染污，它染不得啦。为什么？没有形象，它没有形象，你怎么染好像我们用这个油漆要来漆虚空虚空哪有你漆你再怎么漆也漆不着，你给它擦不掉了，你给它擦来嘛拉去多卡，对不？虚空呢漆不着，我们佛性就这样。你要用有为，那全部都错了。所以我们要了解说，染污即不得。六祖也才讲，即此不染污是知佛的所护念。知佛所护念的，就是我们不生不灭佛本体，就是这个。然后修正即不污。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六道轮回，就是染了很多的尘垢。那这一些尘垢佛性本体都没有，佛性本体没有这一些。那我们修道就是要把这一些佛性所没有的去掉。那最严重的就是贪嗔痴佛性没有贪嗔痴，可是我们各位先生，我们现在眼前生活之中有没有贪嗔痴？从哪里来的从我们六道轮回来的，六道轮回久了以后本来都没有，
可是我们一生一世啊，还要累积呀，一直加，本来是贪一点点啦，后来越贪越多，然后嗔就是不顺自己的意思啊，就生气，爱本来一点点，后来越气越大，然后痴无明，无明呢本来一点点，后来越来越无明，每况愈下，所以我们了解说，我们研究要从根源，研究到根源，从根源做起，绝对就正确。如迷云起呀，必障于呀汇入。这个迷云，就好像天上的云啊都起来了，我们太阳都看不到。这边那个慧日啊，就是我们智慧。他说我们迷昧了，智慧就没有了。障碍我们的智慧。遂将本有如来常转成无明的那个常识，故云手立造现王。那个手已经立了，有人手了，造现就没有。那么迷妄有虚空，依空呢立世界，想成成国土，知觉乃众生。所以这一段我们就是要了解。我们对这一段了解完成的事就很好应对了。为什么？迷妄我们迷了，已经忘了，不真的才有虚空，有虚空了，依这个空才有世界。所以各位先生，世界是真的是假的？我们从这里讲就知道说原来世界是假的，因为那个空虚空是从迷妄出来，从迷妄出来的虚空呢，依这个空才立世界，有世界呢，才有国土山河大地，有山河大地我们才有众生，所以全部都是妄，这样了解吗？所以或者为什么一直在讲假的假的不真，就是这样的，全部都是妄，只要落入形象都是妄不真，变化无常。我们要知道，你越了解真理你就越不会跟人计较了，没有用，假的。多的是我们六道轮回的业。为什么会六道轮回？因为我们造业。为什么造业？不知道真理。为什么不知道？不研究。我们可以想想，我们为什么不研究？每天都很忙忙什么？赚钱。赚钱做什么？吃饭。吃饭做什么？要生存。生存要做什么？我们可以追的一直追到根源的时候原来都是假的，我们追都是假的，真的都不追了。所以我们研究心理心法，就是让我们了解，彻底了解，凡尘的所有都是假的。那我们一定呢，要把假的去掉，然后走入真的。一到真的，我们就已经这个一回来一真法界了，就全部没有两边对待。所以这个讲迷妄有虚空依空立世界，所以世界的形成都是虚妄才有，都不真。所以这一段就讲从真起妄，从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已经起妄。这个妄假如说没有佛性本体它妄没有作用了，所以就从真呢起妄。那妄成世界，这个妄才成为世界。有世界才有众生，有众生呢才有业果。这样三种相续之下，一直绵延不绝啦。所以来源，我们就是追到来源。怎么来的？原来是希望来的。假的来了。虚，迷幻不实的，不实在的，都虚的。那么与其妄手即力，那个手力造现王，那个
妄手都成立了，则转本有的智光而成能见之妄见，本来有的我们的智慧光，可是我们不用，我们要什么？我能见，就有我所，对不对？我要看，我一定要看才会知影，就是因为我们追这个能见啦。以为都是很有智慧才会追能见啊，结果一追我们就是妄。因为有能见有所见就生灭。所以我们把本有的智光就变成能见能见就是妄见。那么意见本是要来看咱所做的业在倒位也要看。那么不知本事不可见，看袂到啦。各位先生，咱的业绩看会到未？看袂到无形无相啦。可是可以用我们的智慧去推，去推测就可以知道这个有业，有造了业，业的本身是看不见的。那么遂迷性空而成顽空，本来是我们不生不灭佛性本体是属于真空，可是现在变顽空，顽空是什么都没有所以就讲说迷妄有虚空，这个虚空就变顽空了，就前面我们所讲毁灭为空，毁就是暗，灭迷灭。暗迷昧的才有这个空。那么亲依无明，就是依赖无明，虚空先显现。那么依空立世界，以本事我们的那个所有的业都看不到，而一定要看，那么空跟见相对，坚持预言。就是要，我一定要，那个欲就是要，预言，如瞪目花老，好像我们眼睛这个一看虚空你都不要眨眼，会看到什么？瞪目花老看到满天钻金条，要三无半条，对不？那个叫瞪目花老，所以我们要了解这个依虚空的毁灭，结暗净而成四大，这个色法，所以我们了解这个凡尘的来源就是这样来的。怎么来？瞪目花老，本来拢无拢无咱用要甲看到有，伊真是就有互你看。所以我们要了解说，凡尘怎么会是这样？我们都认为很坚固原来都是虚幻不实在的。所以文殊菩萨就讲依空立世界，因为有完空了，世界才建立。就是空回暗中结暗为色，把那个暗暗境变成形象，就是四大。所以我们要了解说。那有怎么会有空？就是空，怎么会有四大？怎么会有景象？所以或许就讲说我们这个空间就是有四大，所以有风土。我们现在用我们现在的那个科学所发明的一些冷气机除湿机我们可以把空中的水把它集中，我们就看到了真的有水，空中有水。然后火，我们每个人都有体温，有温度，对不对？那个就属于火。那我们也了解修体天气不管它是热是冷，全部都有温度了，都有火。风更容易，你只要一手不动，一手动你就可以知道风。那土呢，我们要了解说从空气太阳光从空气照进来，我们就可以看到灰尘。世界粉碎就变灰尘了，灰尘集中就变成世界了。先了解吗？所以我们空中里面空跟色它合在一起，了解了没？
所以一点都不漫画，不是漫画，不是卡通，是真的。原来啊，空色不二，色空不二，一色空是一。这个空中啊，它有水有风土，水有风土就是万象的元素，万象怎么来？水有风土来，万象都是水有风土，所以由水有风土形成万象，那水有风土就在空中，这样了解吗？所以我们了解说，你研究了以后啊，真理透彻了，我们就可以啊，解脱所有的烦恼。我们烦恼啊，都是从形象来，住相的才烦恼，对不对？那我们对相已经了解，原来是水有风土，缘聚则生，缘散就灭，都是假的。那要不要烦恼？要不要烦恼？所以记得往后烦恼的时候啊，你就要知道说啊，这个都是空的，我怎么在烦恼啊？就会了解说，再烦恼下去的话，也就很笨了。所以我们了解说，因为啊，就是啊，我们迷昧了以后啊，才有这个世界呈现。妄想泥结而成啊，则无情的国土，就是三河大地。那么妄想知觉呀，成有情的众生。那么依无明常识，无明常，我们无明已经有了，然后升起呀，依正恶报。正报就是我们的身心呐，依报就是我们所处的环境。三河大地整个国土，那个依报跟正报。那么而有见啊跟相二分，我们的见跟形象，所以各位就可以了解为什么我们要这个心境啊一如，因为啊心跟境啊是一体。可是我们看到这边就知道它怎么分了，对不对？知不知道？从我们的妄，本来啊佛性本体，我们加东西进去呀，因为觉得说佛性暗不光明，我们要照，使它光明，这样一照了就变妄，无明开始了。一妄啊，你看这个一妄了以后啊，它就有一念无明生三系，有业相，有转相，有行相。那业相我们要了解说，全部都没有形象了，全部没有。然后转相它一样也没有形象。那我们在已经在等于是说，现在脑筋里面你在想，那脑筋里面的想，各位就了解，会不会变成行为？我们一想一想会不会变行为？就会变行为所以我们把必有的般若妙智慧，就转成能见之见，能见能见就要有所见，所见要来见业事业事没有形象。那我们就一直想见，就结案为色，就是瞪目花老。你看，所以或者讲你要见鬼你就一直心里面、头脑里面想鬼啊造出来，真的见鬼啊造出来给你看。那我们三河大地竟然也是这样来的，从我们的一念起心动念，然后就有三河大地。三河大地有了以后就有众生，众生有了以后就有业果。我们造业要接受果报所以我们了解这个，在这源头酝酿的时候这个时候还没有形象。可是只要它有了
有了酝酿了以后啊，它就慢慢呈现，呈现了以后，三河大地也是我们佛性里面生花，然后啊有三河大地啊，就可以呈现我们身体，它就可以住，它有住了以后啊，我们有行为，造了业啊，就接受果报，所以世界众生业果三种啊，就一直相续啊，就没有了期。为什么？因为从妄而来，然后我们又把妄就当成真，然后啊就一直啊有喜欢讨厌，然后有取舍，然后一直造业，一直受苦。什么时候解脱啊？所以我们就是了解说，上天慈悲了，大开普度，让我们得到道闻殊胜啊。可是我们不研究的话，知道殊胜吗？就是一定要研究，很殊胜，可以使我们回归到我们本际本来，还没有起心动念，没有一念无明生三系之前，就是那个状态，所以我们一定呢要回到我们的本来，就不用再凡尘受苦了。六道轮回纵然在天道当七天神仙，那也不很如意呀。虽然那个时候很享受，毕竟有时间限制，时间过了一样又六道轮回，所以唯有回到我们的本体，不生不灭那个佛性本体呀回来。那么空生大觉中这个虚空这个世界的成立呀，虚空就产生呢在我们的大觉之中，这样知道意思吗？知不知道？我们整个世界就在我们的不生不灭佛性本体之中。所以这个不是后学发明的这个是释迦牟尼佛讲的经典然后这一段是文殊菩萨讲的说呢这个空生大觉中这个虚空就是在我们的佛性本体之中。那么如海一欧花所以我们这个世界就好像那个海水有那个波浪，波浪呢会起泡泡，我们一个世界就是海浪所起来的一个泡泡，这样对吗？很微小，对不对？我们看世界大不大？可是在我们的佛性之中我们佛性非常宽广，对不对？然后我们佛性的这个角度来看是大不大？很小，对不对？所以我们就是不知道这个真理啦。那我们知道以后原来佛性无量无边没有边涯，然后没有底蕴无量无边这么宽广。可是世界叫谁？海浪的一个泡泡而已，这么小很小。那么有漏为成国，皆依空所生。这有漏就是烦恼，有烦恼为成国，非常多的国家呢那种有漏都有烦恼，都依赖皆依空所生，都是呢从这个顽空虚空所生出来。那么阿昧空本无。假如说呢那个海浪起来的泡泡那个海涡泡泡灭掉了，本来就没有，空都没有没有这个整个世界因为世界是依空而立的，它灭了以后，空本来都没有妄复知三有，空都没有，哪有三界？三有就是三界欲界、色界、无色界三有。那么前面呢就讲迷妄有虚空，则虚空呢生于大觉心中这个虚空呢
是产生呢，虚空的产生啊，就在我们的大觉心中，由我们的大觉心中啊产生呢虚空，由虚空产生世界，由世界产生众生，由众生产生业果。还能了解哦？那么仅如海之一窝，海泡啊，海泡泡一个泡泡，那么发现而已，以决心呢，比喻啊如海，那么虚空呢，比喻啊就是海，那个海窝一个泡泡，那么有肉了即有情的世界，具足啊欲肉有肉无明肉，为成果啊，即啊气世界。那个气就是有形有相气世界。那么皆依虚空呢之所生不出空外，它不会超出这个空之外，一定是开在这个空之中。那么窝灭啊，空不如这个海窝那个泡泡啊灭掉呢，空都没有。那么空性如窝有生有灭那么救之生灭啊，我们研究到那个生灭，亦属于妄见。我们去研究啊，都属于妄见。那么三有啊，就是三界妙理啊，无端就是没有一个奥妙的这个道理呀，它没有一个底，就是你要用语言文字来说的话，你说不出它的究竟，可以说呢不可思议的。那么妄成三界所以我们了解说这个我们很奥妙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呀，没有理由无端呢就妄成三界，如水结成冰，好像那个水已经呢遇到冷寒冷就结成冰，那么物而不化就变成物，那么故谓之有就是有。那么空跟有它是同体然后安跟为是一就是一个。故灭呢则寂灭是知波性不实，那个泡泡它没有本体灭之呢乃归于海就是跟海水，则知空性本无，灭之乃归我们如来常性。所以我们了解说那个文殊菩萨讲的这一段的句里面呢，就是把整个我们世界的那个产生过程全部都讲。那么归云性无二，变有多门。我们要归到缘就是本来，我们要归到本来我们的佛性都一样，没有两个就是全部都是一体的。那么方便有多门我们要怎么样归本来呢？那个方便法有很多84000法门圣性无不通，都可以通达我们的圣性，就是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圣逆皆方便，不管是圣修不管逆修都是方便法门。可是初心呢入三昧，我们开始修的时候，那个初心要进入正定，三昧就是正定持数呢同轮快呢跟慢那个持就是很慢，数很快，它不同种类不一样。那上面呢就了解说这个可以还昧，以引归元之路，要归到我们本来那个怎么归回本来的道路。那么此名呢圆通呢胜逆之意意味但能持灭妄事，我们那个妄事能够把它持掉灭掉妄事的境界是可以复归本来原有如来常性，就可以归还到我们本来有的那个佛性本体。那么既归呢常性趋离则无有二都一样，归到
你的佛性本体以后啊，都是一样的。色肉呢，易入此无二之理，其方便啊，自有多门，有很多方法。知圣啊，正入啊此性，则无有不通。所有25门那个所讲的修持方法，都可以到达圆通，都可以证悟啊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或顺或逆啊，25门皆为方便之门。那么初心入三昧啊，除世不同伦。以不得圆根啊，则难而迟，很难修又很慢。故虽呢修4劫，已经几啊劫，修几啊劫啊，一劫就足久的，已经修了很久，不急呀一天。你一天修呢，用那个圆的话，一天修就可以抵挡那好几个劫法。那么得圆根呢，则易而速，很容易又很快速，修一日啊就可以啊当4劫。因此呢，此事啊难易啊，自不同人，不同种类，不可以啊不选，一定呢要选择那个圆通根。那么底下呢就讲那个25门里面的的构成，说设想啊觉成尘，精了啊不能测，如何不明测啊？一世后圆通。那么文师呢将25圣呢所修持法门加以分析。那开始就讲6尘，第二个讲5根，再讲啊就讲6事，再讲7大，然后最后啊就讲5耳根，所以那个5根里面6根的那个耳根呢，把它留到最后。那么6尘之色，色尘啊，是优婆尼沙陀所修的法门。因观呢，色性空而入，色性空，然后进入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那么文师呢，就讲说，色啊为凭妄想理解而成，为障蔽之尘，就是会被这个尘障碍蒙蔽。若以心经了之啊，终不能使之明彻。这个跟我们这个开始要修的人来讲，用这样来修啊，很不容易。因色尘之体啊，本是结暗所成。我们色尘有形有相的这一些东西呀，都是结暗暗相所成，就是灯木花老毁灭为空，那个结暗所成。如何以此不了明不透彻之物而欲初心依此来获得圆通。那么这个是文师菩萨的分析，而弥沙陀细述自己所修持的那个重点在观不净相，生大业离，物之色性以从不净，白骨为尘，归于虚空。那么空跟色两个都没有，成无学道。色空不二。那么初修者不容易领悟。我们初修者假如说后学不讲，我们知道我们空中有色吗？假如说以平常的我们社会人士跟他讲说这个空中有色，他一定会说你的头壳有没有问题呀？对不对？所以我们一研究真理以后就了解说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我们眼睛看的没有色，没有形象，可是我们因为看不到，你就说没有，那对不对？就不对了。有我们又可以用现在的科学把它整个呈现出来。那天地的万象都是所有风土所形成的，
眼聚则生，眼散就灭，万象都是这样。那我们就了解说，哦，原来形象色跟空是不是一体？那我们现在跟社会人士来讲，哦，色空一体，听听就好了吼。嘿，你若开始讲哦，讲啊，你爱去看精神科啦，是不是这样？我们是要彻底从自己的心底来了解真理。然后我们一了解以后啊，真的就不一样了。那不一样，我们六道轮回走得很习惯我们不要走了。那不管再怎么好啊，福报再大都是短暂，很快过去。然后我们一追到我们的那个觉海、觉性已经追到了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已经追到了，要不使它成就，一定要所以我们最值得高兴的就是已经呢当天大开普度得到了，得了没？所以我们要知道啊很宝贵的是不是很殊胜？一定要知道它殊胜的地方在哪里。不研究知道吗？真的不知道了，只是光会讲道很殊胜，很殊胜。然后我们都修了蛮久了啊，对不对？有没有体会殊胜在哪里？那么接着因生呢杂语言，但依名具位依辉含一切，允和复圆通这生成第一个讲色成，第二个讲生成乔成那呢所修之法。那因闻呢法因而悟入领悟进入，因生呢那个尽直生啊就是呢我们了解说因生咱听到的拢直接跟耳康来。那么语言这个虚气生啊这个语言咱讲出来就安尼内底参加济。因生一华未免杂语啊，语言文字一就是比名啊就是解释那个字性，以一个字啊直目为名如眼花不眼荷花，句就是解释差别，如眼莲花荷花，味就是文理所解释的意味，以多字联合为文但依名具味，那么只有比之名具意味而已依辉含一切一名辉能呢遍含一切名，一句辉能遍含一切句一义都是一样。那么允和初心依此不通之物而释惑圆通所以我们了解这个文殊菩萨把它分析说我们初心的人来修这个不太恰当会很难又很慢。那么相以和中之相成色声香相成离则言无有不恒其所觉，引而复圆通因为相成而悟入则相言童子那个烧那个檀香的时候他领悟真理。那么相成必须要跟鼻根相合，方知其香。肉体则言无有这个香跟鼻子离开你就不知道有那个香且能觉之根不能恒常呢与所觉之尘相合我们根呢跟尘都不能够时时刻刻合作会以尘何有觉，尘里就无觉香有到我们鼻子来了，闻到香，然后我们离开了香的那个范围，香的拢无去
我们那个觉能够觉到香的，就全部不在了。那么引合依此不恒之物而术后圆通，就是不容易。那么味性非本然，要以味实有，取解不恒依允和或圆通。这个药王药上两兄弟那个未成而能悟入。那么此未成体性非本然，就是本来有，实以自然。要以舌根呢，何时方知味？舌根跟东西吃东西才知道什么味道。那么其舌根能觉之性，不能恒常以所觉合而为一。所以吃什么就什么味道，你不知的味道就没有。那么允和依除，这个不恒的东西可以得到圆通。那么次于所处名，无所不明次。这个所就是跟能相对，有所。合理性非定允和或圆通。促成本无自性，要以有知的生根，以无知之物合了，方名为处。那么合理之性本非一定，合跟理。像我们穿衣服，穿上衣服以后就合了，那我们脱了衣服脱了就理了。合理之性是不是不一定？这样了解意思吗？有时候文字看起来，刚才讲出来是真简单都是要我们了解那个真理。那么法称为内尘，平尘必有所，能所非片色，引合或圆通。这个法尘，色声香味触法，那个法。法尘呢，非同外五尘之实质，实在有东西，乃是五尘漏泄在我们异地的影子。所以我们了解说，那个眼耳鼻舌身，漏下来在异地，然后我们才称为法。那么为意中呢，独眼，这个法就是意自己知道。那么合外五尘既属于法尘，为独眼境，独眼，故称为内尘。那么平尘必有所漏泄的影子，能所非互骗互摄，互相能够呢骗，全部都具备，然后互相交涉，一定都是舍一眼一。所以不容易用这个法来说。那么见性虽动然，明前不明惑，是为亏一半，因何或圆通。见根之性就是我们的眼根。这个六根里面呢第一个眼根，那么耳根就留到最后了。所以那个眼根以后接着就讲鼻根了，鼻息出入通。那么虽动然明彻见根呢眼根虽然动然明彻，若四方论，但明前一方及左右两方不明呢后一方。所以无法度视为亏一半。没有全部呢都能够了解。那么第二个眼耳呢都留到最后，然后鼻息出入通，现前无交气，显现在眼前它没有这个交气。支离毁摄入，毁就是不了它没有互相摄入，引合或圆通。我们鼻息鼻中呢是气息，出而通于外，入而通于内。那么现前就是出入那个少停的时候
哦，我们了解说哦，咱咧呼吸啊，有那个吸气、呼气呀，即嘛吸气甲呼气的中哦，迄个也无吸入进来，也无呼出去，迄个中啊，哦，那个无交气呀，没有。哦，出入少庭的时候啊，出息进啊时啊，哦不能急入；入息进的时候啊，不能急出。哦，那个讲其停嘞，哦无有交接之气，哦知分离异呀，各有所据，有出无入，有入无出，即此知理处啊，哦不能呢互相摄入。那么引何依除？哦，不言之根而望呢？哦，希望呢很快的得到圆通。哦，就是说不容易修啦。所以25圣呢，大部分呢都是修了很久。那么蛇挥入无端，因为生绝了，未往了无有，允和或圆通。那无端呢，就是无因呐，没有原因。为蛇入非无因，这对机讲物件不是无原因呢，而能知味一定要有东西。因有未成合到舌根的时候方生绝了之知。下面比色肉呢未成消亡，都没有东西，则绝了之知本无所有。那个蛇没有那个知觉。那么引何依此不常之根而是否圆通？然后就讲身，身与处身与所处同，各非圆觉观，牙量呢不敏慧允何或圆通？身根与所有的处成相同。为身之觉性亦因所处而得发明。一定要有所处才能知道。若无所处之成，不得发明。那么身根与处成，各非圆觉与圆观，以何方之根尘相待而显，互相对待才显现出来。故前处成离此身根其相即隐，而此身根离开那个前尘，其知亦泯，就没有知觉。那么此二总是合而后有知，各有边养，各有分量，不能以离时而得敏知气会，离而后呢无知。所以这个呢都是在讲要是想说要留一点时间给各位问不过又想说各位不想问都想把那个时间讲完。知根呢杂乱时终了暂了终无见想念不可脱，允和或圆通。文殊菩萨呢就讲说我们的知根就是意根。那么第六意，我们那个眼鼻舌身意的第六意根，依第七的末那第七末那识为根。那么杂者就是夹杂乱思是意识。那么此事于知识之中呢最乱最强最难呢调伏偷尽意识暂然了知之见终不可见。如是呢则想念不可一时顿脱。要我们这个意最难去降伏了很难去控制。那么世间杂三合结本称非相，自体先无定，允和或圆通。那么经出以六事为生死根本不可依之错误修习，故以舍事用根为经旨经宗旨，而知圣呢自成圆通
乃备啊六事则哦，见圣性啊无通，圣逆啊皆方便。那么处之闻思呢？哦，复啊不用则，正以痴心入三昧啊。哦，处事啊不同伦，事见啊就是见识。哦，见识语言及言事，那么根尘相对啊。哦，事生其中。哦，眼识啊就生在根尘相对之中。那么能所合说？哦，这个能跟所啊一起来讲。哦，故曰杂三合。所生之事，哦，结其根本，无所从来，不从根生。根啊不自生，不从尘生。那么色尘无知啊，不能生事，非和合共生。那么体皆呢虚妄不实，称为非相。哦，自体呀先无定。哦，都已经没有这个定。那么心闻啊动十方，生以大阴力，初心呢不能入啊，允和佛言通。那么心闻就是耳识。哦，能洞彻十方。那么此皆生以修法戒行大因威力之所成就。所以要修得很久。非耳识之能有如是的功能。悉是呢身位的菩萨，方可呢言闻无碍。这个言闻整个所有十方都能够闻，它不会被那一些生成障碍。那么引何初心呢？依此久远之因而得圆通。所以这个都要修很久才会成就。那么彼想本权机指令呢摄心住，自成呢心所住允和复圆通。彼想者以彼端做观白之想，本来是浅巧方便，随顺机宜而设的。非彼事本有，不是他本来有。指令呢收摄散乱心，令得暂住而已，则彼端白即成所住之境，而真心无住，因而初心依此有住之心而得圆通。所以我们要了解说，我们的真心是无所住，一有所住那个真心就不见了。说法弄因闻，开悟宣陈者，名句非无漏，允和复圆通。尔是说法为是呢拨弄呢音声及语言文字，开悟之者乃是先手成旷劫的辩才之力，故能如是，非一时舌识之功能。以名声、句声、闻声是有为法，不相应行所摄，非呢无漏法，不是那个无漏法。那么持饭呢，但是身无所事，言非骗一切允和复圆通。那么持饭者持淫杀盗戒意令清净不时有患，但能约束身世而已，非身世之范围。如妄言恶口，其余两舌，而身世无所从束，没有办法去束缚。事上不偏于口意恶业，况清净律语乃至8万细行一切的法门故曰言非骗一切。那么神通本是因何观法分别，念言非离物允和复圆通。不可测度之谓神，自在无碍之谓通。大目犍连呢神通，唯有贤士互赞，心光呢发宣，救其身本，乃是因久修，修得很久，
故忆佛闻法，即得成就。知之其有来有，就是有原因就是很原因一直在修的。那何关呢意识的事情？这个法分别，就是意识对法尘法尘上所起的分别，念念攀缘，集合法尘则有，离法尘就没有了。故曰念缘非离物。物就是法尘，因何痴心呢？依此攀缘妄事而事后圆通者哉？然后若以地性观而讲到七大了，地性观兼爱非通达，有为非圣性因何或圆通？就此见七大圆通，前五大同于尘。第六同于事，第七同于根。那么今年前五大是第一慈地菩萨用平地而悟入，若以地大之性而为观察，境则是坚迷障碍之物，而非通达之相。那么慈地平田道路上设有为非无漏之正性。圣者正也，或亦平心之教，方归圣性。知心依此有为之法，不易成就。所以我们了解说，平心不是要平地。若以水性观，想念非真实，如非觉观，因何或圆通？这个第二个就是七大的第二个业光同时这个水大，因观水大而悟入若以水大之性而为观境皆由想念而成，非真真如实际如如不动之真理不是。凡欲系如如不动之真理悉得如如不动之智慧。而起起心分别结观皆不以相应所以我们了解有能观所观有能觉所觉，都跟如如不动不相应所以如如非六识结观所能够契入，那么允而初心依此可以获得圆通。那么若以佛性观这个愿有非真理非初心方便，因何或圆通？所以七大的第三个，乌痴色魔佛大，因观佛大而悟者，若以佛大之性而为观境乌痴这个愿有欲这个有欲佛而求离欲非到身心既断断性亦无，乃非真离欲也。这样不是痴心可以修持的，所以痴心依此不通之法而成就很难。若以风性观动机非无对，对非无上觉，允何或圆通？第四个七大的第四个琉璃光法王子风大，因光观这个风大而悟入。若以风大之性而为观境彼虽并观内外皆是妄言风力所转，然风大有动有急使以循环生灭无常之法，有对待智慧无上的觉体。那么因何初心依此不常之法而能够快速的得圆通？所以那个梵文法门亦从动静而入，和此风大有何不同？这个假设来问。那么比梵文着重在能闻之闻性，那么此在所观之境就是尘，
梵文呢，借动静两个层，其无动静之稳性啊，何此风大的修法大不同。这边呢，先把它呢这个点明出来。那么第五个，若以空性观混沌啊，非先非觉，无觉啊，亦菩提，允何复圆通？这个第五虚空藏菩萨那个空大，因观呢因为观这个空大，然后领悟进入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若以空大之性呢，而为观境地观四大呢无一，妄想生灭虚空无二，虚空呢乃毁灭所为昏啊即明就是暗，顿啊即晚明晚，乃以明晚为性自体先非啊，灵敏觉知之用，与菩提不一样就相异。那么今亦以混沌之因而起灵敏之果怎么可以得到呢？若以四性观这个第六观事非常住，诚心乃虚妄，允何复圆通？所以这个弥勒菩萨四大因观的四大而误入者，若以四性为所观的境，一观十方为是。然此四性念念生灭不停，实非常住之性，且诚心观之已是虚妄，何况所观之四大而不虚妄也？允何痴心依此不常之心而速获圆通者哉？然后第七，知行是无常，念性言生灭，因果今殊感，允何复圆通？这个大势至法王子根大凡有动作牵流，其属于知行，皆是无常而四字大势至呢，则曰多摄六根净念相续，既是多摄，则实以根大。可见呢，念佛法门不是口念不是第六意识的心在念，乃是呢一根多摄六根而念虽曰净念，终是有念。那么即曰相续难脱生灭，故曰念性言生灭。以此念佛为因，往生净土为果，因果相符。若以此生灭为因，而求现证不生灭之圆通，则因果相悖，相违背感应贤殊感应都不同，那么如何能成？那么我今白世尊文殊菩萨呢向释迦牟尼佛这个表白，佛出娑婆界此方真教体清净在因闻，一体三摩体持以稳中路，离苦得解脱，良哉呢观世音。所以把那个耳电吼最后来讲。那么佛叫文殊菩萨来这个见者，文殊一一细数那个开类25门的开类最后选择耳根。娑婆世界我们呢把它翻成中文叫做堪忍虽然很苦可是还可以忍受了以娑婆众苦记住众生呢堪能忍受之苦，所以就叫这个娑婆界。那如来必随一方的机宜而立教体一定要随着我们娑婆世界的众生那个根基很适合修的，然后来建立教体如不应机那个教化则不甚，就没有办法到达。那么末世的众生耳根偏利我们末世众生耳康拢进来那讲说啥话拢
安尼，来你听。所以耳根偏利，能由五性遍达无量差别的理事，故以因身视作佛事。所以这个文师呢，跟释迦牟尼佛讲，说此方真教体，我们娑婆世界的真教体，精进在因闻，取三摩体须稳中路。因闻性最接近我们如来常性，然领悟虽以双偷因跟闻，而修定以单取闻性。所以我们了解最重点就是在闻性。故取三摩体要在于耳根闻性得入，收显根以来一直到这个地方，方以决定耳根为圆通至妙之法门，能离苦得解脱，善哉！于恒沙劫中，入微尘佛国，得大自在力，无畏施众生。妙音观音，妙音观世音，幻音海潮音。救世须安宁，出世呢复常住。依恒沙劫化导救护众生，以说法不至为妙音。这个说法都不会呢这个阻塞。那么行生救苦为观音观世音，因圣呢因性无着为幻音。应不失时为海潮音。海潮呢它都有固定的。以世人呢兼贪积忌，患法患失，皆不安宁。那么观音救之，所以这个救世须安宁。出世呢复常住。我今呢起如来，如观音所说。譬如人静机，十方呢即击鼓，十处一时稳，此则圆真实。把那个圆特别要牵一个大圆圈。文师呢其百如来，所以卷气之盛独选耳根者，如观世音菩萨所说，佛从我们呢这个圆照三昧，所以四正圆通。譬如人静机，这是文师所说。假设呢闻古一事以力闻一切的生。那么极静机处简非呢闹时太容易呈现，因为闹时闻性虽既常圆通，但不易发觉。那么十方即击鼓，一时同击十处一时闻。闻无先后，同时闻。由此知耳根的闻性人人本来自远，周遍这个十方，然后真而无妄，实而不虚，故曰圆真实。那么目非观障外，口鼻亦复然，身以何方知精念分无序。这个在讲耳根超胜另外五根，眼根目能观呢障内之色，外这个眼睛就看不到了。那么口就是我们舌头，以舌在口中，故带这个来讲，口鼻两根之于味香两尘，稍理一点点便不觉知。那身体也一样，心是意根，又杂呢意识，想念纷飞，没有头绪。如是则想念尚不能通，况能通乎？就没有办法通圆通。
那么隔远听音响，遐耳具可闻，五根呢所不齐呀，实则通真实。刚才是远，这个地方是通隔远也就是墙墙壁。那么这一段呢讲耳根呢在动用之中现具通之相，隔远墙而听音响尚无隔碍不知则，况生能透露。那么其知则以稳性湛然圆满周遍无线电话就可以知并非呢生来耳边，亦非耳往深处，如4000里之遥，问答呢如在眼前因为稳性周遍五根呢所不齐。这个文殊菩萨就讲，那么因生呢性动静，稳中为有无，无声好无闻，非实稳无性，生无即无昧生有亦非生，生昧二远离，是则常真实。所以我们具备圆通常。那么此对生成离显稳性常住稳性跟这个佛性都一样的佛性显现在稳性方面就是常住音声呢是总相，动静呢是别相如局中之时音声之性是以动，急久声消，音响双绝，则对动收静，以稳性之中呢循环代谢，动则生这个音声历然现有，急久声消静则音声即然现无。那么世人颠倒，我们凡人都颠倒，或声为稳把那个声音以为就是我们的稳性，无声之时好为无稳不知道此时稳性无有边际也没有昧生有亦会稳性生一任其中，生有则闻动，生无则闻静听到静悄悄。假如说我没有性的话，怎么知道静悄悄？而自体无生昧所以我们稳静自体没有生昧之相，故曰生昧二远离是指稳性湛然常住。那么众令在梦想，不为不思无，觉观出思维，身心不能及那么这一段就讲离开我们的思维，以使稳性常住思维就是第六意识所为而梦想呢也就是第六的独头意识所现。梦中完全的忘却身外动静之境，而了无所思没有那个念头，而此稳性不为无思变昧，不会说我们没有在想它就没有觉观也超出我们的思维，乃是呢极而常照不假思维，超出思维之外。那么身心不能及身呢那个眼鼻舌心是一根那么如是五根皆不能接梦外五尘之境而有觉，唯独耳根呢能通梦外之声，一觉便能知觉醒来我们睡觉的时候，家人跟我们讲有朋友来找你，我们就会起来的这个身心都不能及可是我们用也都不知道，那个是佛性本体。然此言通常三种真实皆是我们寻常日用所具备的所现所具备的，不太修习而后有，没修的有啦
也本来就有啊。若能依之啊，还稳自性，修正圆通，如帆船行顺水，很快又很容易。今此娑婆国生论啊得鲜明，娑婆众生呢，当有所闻，那个生论，而反闻能闻这本根，方为啊，得子，就是得到呢奥妙的那个宗旨。众生呢迷本文，寻生啊故流转，阿难呢从强记啊，不免漏邪思。起灰啊，随所轮，闲流啊，后无望。阿难汝谛听，我成佛威力，先说金刚王，如幻啊，不思议，活母真三昧。这个呢，我们了解到这一段呢，就是在讲，并在寻声啊，追寻啊那个声音。此方的众生啊，耳根既然很锐利，那么如来以音声啊来做佛事，还闻这个生者啊，皆当呢这个免于啊流转。但若呢寻声，则不能因缘啊会道，不能因为语言啊就体会啊，这个道的本体。能闻之本闻啊，是妙明心性。所以啊，或者之前都会讲，不以所闻啊分为难见，但你能闻啊讨个消息。这个能闻啊，那个本闻，那个能闻的那一个就是妙明心性。寻圣所闻之声啊，这个声教争议啊，细论。所以我们假如说寻着啊，我们所闻的那个声音。只有增加细论啊都没有用，故啊自取于流转，都在六道轮回。那么阿难呢，纵然他记性很好，都能够一闻啊，就能够记住，不免啊漏邪思，可是还是会落入啊这个邪思，给强背经典啊为能事者啊，一记啊当头棒喝。所以你会背经典，会倒背如流啊，就很骄傲，没有用的，所以啊，这个可能当时啊就有感而发。那么套一句六祖慧能祖师的话，道在物啊，起在背，本来是起在咒也啦，我们把它改一个字，背，你会背啊没有用。只有增加细论，所以要做，了解意思吗？就是要做啦，佫真长佫讲了才无时间互人问啊。剩下呢10几分钟而已啊给大家这个提问。好，请说。好。那个我为法空网说法无所谓，那跟孔老讲70而随心所欲无欲取，是不是有异曲同工之妙？你再讲一次。就是刚才讲那个我是法空网，所以他说法无所谓，那这种意境跟孔老子70而随心所欲无欲取，是不是有异曲同工之妙？对对。这个讲出来完全都是一样这个证悟本性以后，就是已经呢这个法王，就是法中之王，说法都无所谓，所以我们要了解到这个很不容易啊，这个说法无所谓，我们要了解说你不管你怎么样问他都会答。那我们一定要透彻的全部都知道，才能够这样说了，所以一切字无所谓，或者不是有讲过嘛说今天假如下雨，那下几滴雨啊，他都要讲出来，那个才能讲那一句说一切字无所谓。他这个说法无所谓就是对法已经都全部了解，才能够讲这一句话。那孔老夫子那个70啊，
这个从心所欲啊，不逾矩，不超过规矩，那个跟这个是一样的，已经从心所欲了，就是啊，很自由自在了。可是都是在真理里面，不会超过真理之外，都是规矩，是一样的啦。还有吗？好，请说。李老师，我有几点请问你我们在150岁当中收到这个灌菩萨饼，或是灌这个用佛光来灌饼，那必大入贵重啊。这个跟我们求到这个点开请问一下有没有这个？那个角度不同，不同，因为我们要了解说那个是表这个瑞相，祥瑞瑞相。然后以这个灌顶呢，就是我们了解说，顶呢就是我们人最重要、最殊胜的地方灌顶。那么从这个顶一下来，就穿透我们全身嘛。要了解说，我们只要这个顶上都很光明，都是光，那就你整个下来都不会有黑暗，都不会臭。所以那个了解说这个各个已经成就的呢都互相灌，然后在楞严法会的会场，只要你是在会场，它一样，因为佛跟众生啊都是一样的，差别只在我们的那个见解，我们的见解有时候有障碍，被自己的见解障碍，所以还没有成就，都一样的话他火没有分别心，所以一样，你是在会场，他一样，众生也都是灌顶，把那个光啊，就从你的头顶能够灌进去，都是一样的，那个现对相，跟那个点道不同。第二个疑问请问就是这个时候大家都是争功夺火，尤其是白事情，那办道当中这个曾经听过一位老点子说，我们这个点道是没有功德的，在那个表文当中并没有这个点子的姓，这个对不对我就不了解。那还有第三个问题这个有相关的，就是说我点的时候，这个就是我的候选，但往往在现实环境当中，有些人是代理。就是比如大班，这个可能是我们这一区带来，但是别人点。那这个方面所谓的候选，执着在点到这方面，这是我的候选，这一方面能够解决，才能够让心性跟有气能够正光。好，请坐。所以我们要了解到因为或许都是在讲，因为我们之前非常一直在这个强调。这个天命，这就是要了解呀。那个事实明白记载，天命之谓性。我们佛性我们的性就是天命。那我们现在有很多都有领天命点文师各位就是要了解到我们有一个团体就有一个祖师。足仙官，他要管所有的事，他是不是有一个期限？就是在大开普渡这一段期间然后这个领了天命来点这个点开我们众生的玄关，那个我们要了解到要领那个我们要了解是我们佛老师有掌道盘。有道盘，它才有权柄点开我们众生的玄关，不是点了是点的，是老师点，所以这个要知道。我们一浅谈了然后点到老师来了，老师再点，然后借着因为老师已经成道没有形象，借着点师的形象来点。所以我们要了解到点安师真的刚才所讲的
有功德。你有什么功德？那个是你的职责所在。我们当执行官啊，当执行的时候啊，你什么事都要做。所以就跟我们在讲说，你要成佛，要先当众生的马牛，当牛当马，所以我们就要了解到，我们都是住在名相啊，名相都是假的，不真。真的是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妙真如性，那个才是真啊！它如如不动，常住不迁，10000年不在，哪有这些名相？没有名没有相啊！那我们假如说觉得自己有名有相就了不起，有什么了不起啊？100年后还在吗？不在了啦，都是假的。借着这个时候啊，我们来做一些事，这个天人合一啊，来合办，能够使众生啊都能够脱离苦海，这个才是重要了。你假如说一直固执自己的自私的不正确的一些见解，那不是造罪吗？什么行功？那我们要了解到六祖明确的讲。见性是功，平等是德。你在真功德，你就是要见性，就是要平等，没有分别的啦。有分别的，哪有德？绝对没有德啦。所以我们一定要从我们的那个不生不灭的本体，然后发出来。怎么样来利益众生？先要自己都透彻知道了解。我们做的对，然后才引导别人也做，不能说我们带人去求道，就算1个、2个、3个，你把他们带到那个无底离天了吗？没有啊，我们都是这样，跑去求道好，这我多钱？你度他成道了吗？你没有度他成道，算度吗？算不算？算不算？安尼度几啦千个，几啦万个，算不算？无我一个行。老天都时常讲，空开花没结果，真好听真好看啦，无效。为什么？没有成就。所以我们一定要了解名相都是假的，大家都平等，没有高低的啦。老前也时常讲等下是一上台以后那个在前的那个时候才是点完师了，一下来以后都是平等。老前也都一直讲我们是兄弟姐妹，都是平等的，没有说高高在上。然后或许在老前人身边都将近10年时间，都是这样，不但是说做都是一样。有那个在吃饭的时候那个汤这个稍微这个按你下一个一碗汤拢砸块里都定，然后我们就赶快要拿抹布来擦掉，对不对？好像说不要动不要动，然后把遐汤拢湿湿了，是不是很平常？比我们平常还平常。不会说高高上上呢，我倒位就拢今天7级以上，不会。然后为什么到90几岁还健步如飞？就是因为吃得少。我们那个饭碗小碗那个都到7分8分，就是固定的都有吃那样，然后一点菜一点汤，都固定这样。所以吃得少，身体健康。那我们现在为什么病那么多？就是因为我们吃的太多了啦，又吃得太好，吃得太多，吃得太好，所以身体都不好了。老天爷因为都是固定的然后中午早上大概7点中午12点那晚饭呢？大概是5点半，然后中午12点一到老人家就吃饭了。
厨师，哎呦，太还没煮啊，稍等稍等。老前人饭底他就吃了。我来煮的人真紧张对不？紧煮出来。老前吃饱了。老前吃饱了无配菜，伊袂讲恁菜出我经过摕一寡菜来吃，不会哦，吃饱放的，好了。贪不贪口腹之欲？一点也不贪。所以我们就是要了解到，我们要自己要求啦，自己鞭策。你要身体健康，生活就是规律，还要运动。我们跟在后面然后爱办跑步嘞。老人家年岁那么大那么多了很健康。还有吗？还有5分钟。好，请说。讲是那个要去掉我相、法相、非法相，那后面的法相跟非法相要怎么讲？这个程序去掉我相、法相、非法相。你这个叫大灾问，这个范围很宽广，因为我们了解我们要去掉那个法相，第一个就要先去掉我。有我因为有我执才有法执，你没有我的话就没有法了所以你只要把我都全部消弭，我们就要想说我都是这个身体的我，对不对？身体的我是所有宏图中原聚会呈现就有用，不是真正的我。所以佛就讲我是无没有无我你已经知道无我了没有这个身体的执着了，然后进入佛性佛性的我就是如来，我就是佛，我就是如来这样的时候已经没有我的执没有我的执就是等于完成的所有分别心都没有。所以去掉这个我真的是很困难，我们都会啦这私心里面我都会有所以我们要渐渐的看淡看薄，慢慢的让它呢不很强烈，然后我们对法所有的一切这你得按你走，你要这样做才对那个叫法执啦。我们在生活之中是不是很容易就落入法执，对不对？不知道说那个法里面不一定要按照这样做，你可以用一个方式来做更圆满更好你就要有智慧去思索，然后呢我们就是要了解到，你只要是达到最恰当的最刚好的适宜都好那个已经就没有了，也没有我，也没有法，也没有非法。所以有时候一些都是很奥妙了比如说我们扫地扫地来佛堂要把佛堂清理干净你很努力的做，你想不想人称赞？想不想？真的不想吗？你努力在做，人佫甲你嫌，佫甲你这拢扫不掉，这佫拉扫噶，你会怎么样？佛力来扫。所以你看我们那个心态，就是你在做的时候，总是希望被人家称赞，那个心已经就是了，我执也有，法执也有，你假如说是真正的诚心诚意，不管是称赞也好，不管是人家诽谤也好，讽刺也好，都不影响，那就没有了啦，也没有我执，也没有法执啦，容不容易做？容易下课。
各位讲师、各位坛子、各位先贤，大家好。佛学三道天师德、老天他德，以及感谢各位先贤给佛学机会学讲。我们讲到哪边了？160吗？啊？180。啊，158。158的第7行，1、2、3、4、5、6、7。好，恶难能强记啊，这边吗？好，这个恶难呢，记性啊非常好，入耳至心，经过他的耳朵啊，他就记在心上。纵然很难记得那个咒语啊，也一样听过一次，就全部一生都不会忘。这个超厉害的。我们大概呢都要努力到6次，反复一直这样6次的熏习啊，才能够记得住。那恶难呢，只要一听呢，他全部都记住，所以都能够强记呀。十方如来所说12部经，不有恶难呢，不止只有记释迦牟尼佛的那个十方如来所说的呢，恶难一样都能够记得住。清净妙理啊，如恒河沙。12部经里面的清净妙理，各位前贤知道12部经吗？把那个释迦牟尼佛所说的经分成12个种类，叫做12分教。各位都没有听过吗？因缘、比喻、方广、受记、本事、本身、常行、从受、未曾有、故起，然后论义，12部啊，不是说《金刚经》一部，然后我们《楞严经》一部，不是这样是它的内容是始以因缘的或是始以比喻的，或是呢方广的，还是始以受记的，以那个内容呢来分12分教。都没有印象。我们以前有说过有没有？有一个最难的就是无问诸受，因为这个菩萨都还没有到达很深的程度，没有办法问，他没有办法问的，佛知道程度已经够了然后就讲。像我们这一部的最后面那个都是无问自受，那个始以12分教里面最难的一部分。所以12部经12部经里面呢，全部都是清净的妙理，那个道理呢都是非常殊胜。那么上游不免漏于邪思所以我们了解说，知道呢还是要行，知道要做。假如说我们光知道，然后没有做，这样的话呢，对我们的那个受益受到利益也不多。一定要做，我们是可以成就。所以现在呢，要了解各位先生，我们对自己成佛有没有信心？有。这个一定要有，因为那个成佛的根源就是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本体。那我们已经掌握到自己的那个本体那绝对可以成道，绝对可以成佛，只是时间早晚每个人的根器不同每个人的染到成垢也不一样，所以有修得很快很容易，有的修得受得很多很大又很慢
可是这个都不一样的，我们就这个欢喜心，然后努力学习，在日常生活之中就要修道。修道不是找地点，不是找时间，不管什么地点，不管什么时间，都在修道。所以各位一定要在行住坐卧全部都在之中。一定要在生活里面就是已经是道了。这样呢，才不会说我要赶快到佛堂去修道，然后下课了我到完成投入成果了。但这样不行啦，这样的时间都太短了。所以我们了解说，那个真正的修持了以后时时刻刻最重要就是保持清醒的头脑，觉。我们不觉，不觉就是无明，无明起后造业，因为不觉才会造业所以我们在生活之中不觉的时间很长，不知不觉。那我们就要心念呢，时时刻刻都觉。容不容易不容易这个觉我们要了解到，是我们的那个佛性本体发挥出来的功能作用。那假如说我们都一直被凡尘诱惑，那我们那个觉功能作用偏偏呢都用到外相，所以这个时候在本体之中就不觉了。那个觉都是外相，都是变化无常，这样呢就是无明。那我们假如说知道外相都是因缘机会才呈现，缘聚则生缘散就灭，都是假的。那这样呢不注重外相，我们会注重我们佛性本体。那时时刻刻呢注重佛性本体就是在觉之中，就没有不觉啦。所以差别也很小差别在造化对我们的引诱呢是强还是不强。那因为我们不研究的话，外面的引诱力量很大，都把我们拐骗让我们进入六道轮回。那假如说我们时时刻刻知道外相都是假，无常变化，那这样呢外面引诱的力量就减弱了。它要引诱我们呢我们那个自己的主宰就会出来当家。那自己的主宰当家，那个觉就很充实所以要了解到，我们一定要先培养对自己的信心所以仁义礼智信，你看信集中统事端兼万善那一切功德从信建立，信为道源功德母。信什么？就是相信自己不生不灭佛性本体，不是相信外面的事物啦。外面的事、外面的物那个不用你去相信。为什么？因为那个是因缘际会所产生，缘聚而生缘散就灭当下都是空的啦不实在。实相都只有佛性本体所以我们时时刻刻觉得在本体之中的那当然我们一口气来，身体还给天地，随而风土，然后回到整个宇宙虚空都是佛性本体到家了已经回来了。所以一定要自己努力这个别人帮不了忙自己的佛性不当家别人是帮不了忙的啦。所以一定要自己努力所以先了解这个真理，然后实际的去做，不是很困难，对不对？困不困难？哇，不敢应呢，不敢应表示说还不想做了。为什么？外面还很好玩呢，都还很想到处去观光所以要了解到完成的所有景象，不管它再怎么好的景象都是我们的真心佛性所生发
没有真心佛性啊，没有万象，没有山河大地。所以整个山河大地啊，都是我们真心佛性。观光，我们自己佛性就好了啊。我们自己佛性很宽广，超越太阳系的，连观光只有在地球里面啊。你的佛性是超越地球的。那知道啊。所以我们这个这一段啊，就是文殊菩萨所讲，说我们啊，整个能够见到的现象，就好像那个海浪引起来的泡泡，一下子破灭了。那我们啊，整个佛性的大觉啊，非常宽广。那个山河大地啊，大觉之中的一个泡沫，你看那么小，那么微小，这好像呢看他我们道清前人讲的，我们地球就是一颗绿豆，绿豆有看过吗？一粒粒豆尔啦，大不大？不大。很小的。那我们整个佛性啊，尽虚空，已经没有外，近到没有外，小到没有内，这么宽广，都是我们不昧的佛性本体。我们都没有接受这一种殊胜的那个道理，所以我们就都见解很狭隘。生活也都是在自己一个小范围里面，也不宽广，所以就形成很喜欢跟人计较。那假如说我们都很宽广的去扩展到整个宇宙虚空，那我们完成这个还需要计较吗？不需要的，对不对？计较都是多的啦，自找麻烦啦，是不是这样？都一定要研究我们研究真理了以后生活得很宽广，不要等到一口气不来当下就已经是天堂。那我们很喜欢计较，很喜欢进入现象，那烦恼很多了，都是害我们自己。所以我们呢，这个看到呢那个厄难被那个文殊菩萨讲。说呢，虽然记得12部经清净的妙理，但是呢，还一样不免漏于邪思啊。所以我们要了解说，我们的念头观念我们都是佛啦，为什么不成佛？被我们自己的观念障碍。所以我们观念一定要正知正见，就是佛知佛见啊。那佛知佛见没有障碍了，成不成佛？就成佛啊。那为什么不成？因为我们有很多邪思，不正确的思想，观念都不正确，这样呢，我们才来凡尘受苦，六道轮回。那我们一透彻真理了以后都没了，这一些虚幻不实在的全部都没有了，不存在了。所以落邪思以后为物所转，被物转。所以各位先生，我们被物转还是转物啊？我们都被物转，对不对？这个东西比我们还要厉害。我们为了要房子就努力赚钱买房子，为了要车子又努力赚钱买车子，对不对？要被物转，都是被物转。所以我们要了解到，回到我们的佛性本体来我们如来能转物，可以转物啦。所以或许之前就跟各位讲过，说呢这个老千人要训练或许说不要呢心被物转，要心转物然后怎么训练呢？就是把那个摆设客厅之中摆设搬过来搬过去要老千本身来做的时候，我们要不要帮忙？他就一直搬来搬去。那或许这个就想这爸在修行呢，这个东西怎么一直搬过来搬过去
然后后来啊，就想，这个老天爷要告诉我什么啊？为什么都这个东西这样一直在这个转换啊？物啊随心转，东西要随着我们的心说，这个摆在这边不理想，我们把它转到这边来，就是物啊随着我们的心转，不要我的心啊被物转。当或许领悟到了以后不搬了啦，不搬东西不搬了。所以后来想一想，或许还真很幸运呢，就跟老人家住在一起啊，一个感恩楼就只有我们2个，或许跟老天，所以才有办法这样子在身边去体会。老天也是不喜欢用讲话了，他要用行动来告诉你问题，告诉你解决问题。所以啊，一方面呢，我们就是了解到这个身教，那本身都不睡午觉，那刚那个感恩楼还没盖或许到那个天佛院去这个养病是养身体啦，不是养病啦，病越养就越病因为心力不整。给大姑开车那个冷气太强，身体都已经受不了，去埔里天佛院那个地方去养病。那个时候因为感恩楼还没开，那或许在杨老师家的那个房间这个睡觉了。好像这个会时常到那个天佛院去，回到埔里的那只家。然后等到这个所有身边的人都不见的时候，老天就跟谁讲，白天不要睡觉。然后我就点我说你也无看我白天在睡觉啊，你来我拢嘛在你身边然后又回去又隔了一段时间再来，然后又一样等到身边都没人，又跟我讲，白天不要睡觉。因为那个时候是真的身体也状况蛮差了，然后现在一回去了回到湖山那个时候感觉还没改，而且要睡觉。第3次来，白天不要睡觉。我在想，我在睡觉，你又没有看到，你们知道我在睡觉？好了，就不睡了，不睡就不睡。各位姐姐，我们假如都午睡习惯了你要不睡啊？是很难过的嘞，还好了，为什么？因为那边地方很大，有7甲板，那个地很大，它有种花，有种树，然后种花的旁边就有草，有杂草。那个午休的时间就刚好太阳正大，我就跑到那个花圃去拔草，我是很想睡了，可是那个太阳很热然后在那边拔草大概2个礼拜真的是很难熬各位有没有午睡的习惯？有啊，因为有时候小睡一下恢复精神很快那个时候老先生要训练或学的时候，白天不要睡觉那个时候说还没有住在一起老天住在湖山，那或者在天佛院那个养老院的房间在休息休养。那经过2个礼拜不睡午觉就已经真的那个午间的时候就不会想睡了。所以各位真的是熬过，你只要熬过2个礼拜就可以免困啊。现在看人在困扰，拢甲笑，你被身体打败了所以我们了解像我们去度人家素食他出分的素食，你可以跟他讲，你只要忍受2个礼拜，不吃鱼不吃肉，
你第3个礼拜你就会怕了，看到鱼看到肉，你都不敢吃，2个礼拜都可以了哦，只是那2个礼拜哦，一定要坚强啊，不能又被引诱又回去了，引诱失败了以后啊，可能就没有成功的机会啊，所以现在来，后学没有睡午觉了，现在来，他不会再讲说白天不要睡觉，很厉害哦。所以呢，我们了解到那个大德者真的是不可思议啊！或者也是讲说那个时候后学在后天庙啊蛮大的那个功夫啊结果老千一句话，现在什么时候不赶快去渡人，还在打坐好了，放弃，把所有后天的成就都全部放弃然后投入真正的心理释放才有办法跟各位结缘不然那个时候对那个后天的那一些我们一般都会住相住相呢就最喜欢听到这一些来没来去未去的一些事情你很喜欢知道就是那个我们那个四神的神通变化，他或者一放弃了以后隔了一段时间这一些四神的全部都把它放掉了，然后就追求心理心法。之前也是有啦，那个在后天庙那个四神也是讲心理心法，可是那个是完全都还隔了一层差很多啦，程度差很多所以就放弃了。结果很有意思经过了那个时候问老前人问题的时候是63年就63那个年初的时候，然后到77年，老千遇到后学也一样，旁边没人的时候，就跟后学讲说，你现在还有没有打坐啊？已经经过63、73、14年了中间都没有谈这个问题也很少那个中间不很常见面，可是竟然老前还记得说或许是打坐有功夫，或者说没有，您老没有了啦您老那个时候一讲了，或许就没有再打坐了，竟然跟老千跟或许讲，你现在可以说现在可以，然后老千一回到虎山的时候，我就真的要打坐了嘞。一打坐下来不行，为什么？因为天眼佛院有机甲半的地种很多花草，然后管理的人员才3个。天眼佛院才3个在管然后一打坐的时候这一下子哪个地方还没做地方还没做那个地方还没做，我说那我免坐我过来做就好了。所以我们要了解到这个点点滴滴一经过来了了解说真正的道在悟起在做也，真的不是做可以得到道了，这真的要领悟。然后这个领悟各位就要了解到有深有浅，你浅悟是悟了，你深悟也是悟那个中间的所有修道过程一样都会有让我们领悟，也会有让我们那个成就那个时候我们都会很高兴那我们也是最怕在那一种中间过程的成就让我们非常高兴，而就住在那一种很自己觉得很好的那一种境况里面，这样就不会进步了所以呢我们一研究就直接呢到达一个最顶点不要中间的那个过程太多，然后成就也太多住相也太多到后来都障碍自己都真的是障碍所以
或者都一直鼓励我们，真的就是要彻底了解，从真理下手，然后我们做的时候啊，就直接从凡夫地啊，直接到佛地。当然这个中间我们自己啊，就是要加倍努力不可能说累世之间都不造业不可能的，都有业。那我们一定呢要了解了即业障本来空，未了还须还宿债，记不记得？所以这个了就是你透彻已经知道真理，而且你所作所为都已经在真理之中，那个叫了。那未了呢，就是我们的心还有挂碍，有挂碍的心呢，就是未了。所以呢我们就会想到说，诵经百千劫所作业不亡，因缘会一时果报还自受，对不对？都会有这方面的这个具体呈现。那我们就是要了解到，这个都是一个过程。我们在过程之中我们就是要努力的去修正自己度化别人，帮助别人，然后自己一定要透彻对真理要透彻知道说佛性本体无形无相它哪能够这个容得住那一些业障，容得住烦恼。所以烦恼业障在哪里？在佛性本体有吗？没有的啦。所以我们要了解说因为我们住相，我们在四神之中我们的习惯性丢到人耳太久，养成的习惯太强。那么这一些习惯性我们的佛性里面都没有，佛性没有。所以那个华让禅师讲这个染污即不得我们要把佛性染污就是呢这个凡尘事非常多，要把佛性呢整个都卡住了，卡不住了，染污即不得。但是呢修正即不无，因为我们的六道轮回太久，造的业障太多你一定要修正，把这一些佛性所没有的都去掉。那我们佛性没有贪嗔痴我们的习性最强，贪嗔痴。所以要去掉这个贪嗔痴就要很用心时时刻刻我们保持觉。你有觉的时候有没有贪嗔痴？绝对没有。所以我们一有贪嗔痴的时候，保证就是不觉。你不觉了才有贪嗔痴才有。一有贪嗔痴了以后那延伸下来了非常多的烦恼大部分都是住相，都是形象让我们烦恼。所以要了解到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所有相都是假的，都不真你把所有相都了解它的根源，相就是所有风土众缘际会形成，包括我们身体也是一样，所有风土然后际会借我们用，我们都要还给天地这个都不是我所以我们了解说我们能够认清了那个梵志问释迦牟尼佛说有没有一个方法很简单，很容易记，然后也很容易做可以成佛。他说有。他说什么方法？非汝物莫取。他说我知道了。佛一听说你知道，你讲讲看。你说我的身体也不是我的是天地的所有风土所以我的身体我也不要。他说好你可以了，你这样可以了，自己最亲的身体都不要了，那外相更不用说了，对不对？所以各位要了解，凡所有相都是假的，都不是我的。我们现在都把我们身边的东西这个我的很维护，对不对？
稍微一点点受到侵害了呀，的安尼加抗议，会不会？我们维护啦，是真的假的？假的啦，我们维护假的啦，真的我们维护吗？我们维护我们的真吗？我们的真我们都不维护呢，都不管它呢。他怎么样我们都不管，我们维护都是假的。虽然我们是很聪明，还是很笨啊。想一想还真很笨假的一直维护，一直用心，真的我们都不管它。所以我们要了解到，我们最值得追求的，就是我们那个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不是玩空的啦，是很实实在切实的这个觉不是生灭的觉是绝对的觉你注意它，它有；你不注意它，它也有；你觉它也在，你不觉它也在，就是要这个啦。这个才是我们所要努力追求。那剩下的那个等而次之啦，不追求也没关系，因为都带不走。我们所能够拥有带走，就是这个实相，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就是这个。这个在成佛的啦。这个你一证悟了以后你当下就是天堂。什么东西都是假的，什么东西呢都不是我的。所以这样有没有看破了？完全都看破了，对不对？看破就好生活了，对不对？很高兴了，对不对？我们那个佛性本来就是这样，逍遥自在，很高兴。可是我们都敏有敏感。都好像刚从厕所出来，面都臭糊糊，所以要了解我们要追求追求那一种最值得追求的佛性本体。那么逆隐色不得自由，阿难呢沉溺在那个摩登伽的那个房间里面他已经这个不得自由了。我们在研究说阿难沉溺在那个摩登伽的房间说这个遭遇大难。各位姐姐，我们想一想，现在社会人士，只要说这个陷入摩登伽的房间高不高兴？高不高兴？求之不得对不对？你看差这么大，所以那个很高兴求之不得就是准备要六道轮回，那个陷入磨难的糟糕了，这要怎么办赶快走那个就是要脱离苦海，差别在这里的。那我们凡人呢，是陷入六道轮回好呢，还是脱离苦海好？所以一定要有智慧要智慧来判断怎么做不能沉溺在身体的享受，身体享受他一口气不来他全部不负责任他不管的，身体会管我们吗？那个佛性要出来担当，对不对？所有罪过都佛性要担当身体都不管，他都一撒手了以后拍拍屁股走人了，还给天地了所以起灰呢随所轮就沦落六道轮回。那么阿难的记性纵观世界所有的人类历史上记载的或现今的人物没有一个呢比得上他他是入耳就住心进入耳朵就能记住了。那么再难记的咒语也只听一次就记住且经过呢几十年也不会忘掉非常的厉害。那么连释迦牟尼佛都很这个赞叹这个阿难的记性，但呢在实际的修持成就就不大了
阿难大慈大悲啊，示现这种现况，让走跟他相同道路的人啊，能够清醒过来。那么相信凡人啊，没有他的能耐。那么纵然有啊，也修不成啊，没有他那个记性啊那么好。那么要如何修呢？交代得很明白。旋流呢，后无望。旋啊，就是旋转。流者啊，就是入流。我们出流啊，就是把注意力啊，让它出去外面，叫做出流。入流就是把注意力收回来，叫做入流。那么出流呢，就远尘，就跟凡尘攀岩。出流呢，就远尘的。那能够入流啊，回光返照啊，就照现，就照见呢我们自己的不生不灭佛性。那么出流即循声呢随存，循着声音，然后随着凡尘，那个叫出流。注意力都出去了，叫漏，就是漏的烦恼。我们中文把漏就翻译成烦恼。那我们在实际方面呢，漏精神外放的漏，进入啊这个轮回，入流照性啊，就是还文，回光返照，还文我们的稳性，稳性，谁能够听到啊？能够听到的是谁啊？就是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安尼听有无？有那么获得啊真实常住不流转之性，那个常住真心啊，它不会流转，不会呢进入六道轮回，那个不流转的那个常住真心，我们就可以得到。出流啊就是无明，入流啊便能够解脱。我们回光返照啊就可以解脱。所以啊，旋流还文啊，变得无碍的大解脱。我们只要反过来，把注意力啊反过来，不要呢去追求凡尘的那一些啊万象万事，我们回来注意啊自己的佛性。那么阿难呢，汝谛听，我成佛威神之力，欲旋流反文。当生呢，珍重之心，我为汝啊宣说金刚王，金刚王就是咱的本性啦，咱的本性就是干那金刚，金刚之王，都不会被人家破坏，具备了体、相、用，三大，体大、相大、用大。那么其体啊坚固啊，不可破坏。我们那个佛性的本体啊，非常坚固啊，不可破坏。那么其相光明照亮一切，它的相啊光明，其用啊锐利啊，能断无明。我们的那个佛性本体啊，可以断掉无明，可是我们都不用，都不把它启发，不把它培养。那么王就是自在无碍。王呢，三横一指啊，三横就是三界，一指啊就是道观，道观三点，称为王。不是说我们现在做国王、做总统做王啦，不是，是道观三界，能够呢在三界之中啊都自在无碍。那么前有加宝觉的字啊，金刚王宝觉，那么含在呢这个三个字之中，金刚王之中，宝觉啊，宝觉就是金刚王，金刚王就是宝觉。那么如幻啊，不思议，幻呢这个是比喻啊，无而忽有，没有它忽然有了，虽有啊若无，虽然有好像没有。那么为所修的三昧啊，无修而修，修即无修啊，性跟相啊融为一体。所以我们了解说，这个真正的在修道啊，就是也不标榜我在修道，已经呢，进入啊，修而无修，
没有修道的那个念头观念。可是没有修吗？不是，是修即无修。这样了解意思吗？融入日常的生活，不标榜说我是在修道，我是在生活，那个生活就是修道，就已经在道之中。这样了解吗？这个才叫做正精进。那假如说我很努力，我很努力修道，那你懈怠的时候呢？这个就变生灭。所以我们不追求生灭啊，我们追求不生不灭。佛性本体啊，不生不灭。所以生灭的我们不追求。所以正精进，精进的一定要在日常生活之中。行住坐卧啊，都在修了。不要找时间，不要找地点，找时间找地点啊，那个都是有期限，时间它都无去啊，那个都不算了。那我们已经融入生活，整个生活都修到，那已经就是了。不管在什么地方，不管什么时间，都是修道，都在道之中。哎呦，你免听啦，你修就好啊，你做就好啊。你看讲出来漏洞就百出了，对不对？那我们行住坐卧都是在道之中，还要再修道吗？就不用再练了，对不对？所以有时候我们要了解说，讲了老半天，道是什么东西我都抓不到啊，怎么修呢？是不是这样？相信各位也都在道之中啊，时间也都蛮久了。然后我们算10年、20年、30年、40年啊，对不对？都很久了嘛。我小孩子出生就求道了呢，我现在已经50、60岁了呢，还是多久啊？很久了，对不对？你修行无？都是什么你知影无？你讲来我听看卖，会吗？会不会？譬如啊，有人这样说的话，也很容易啊。你眼睛看着他，这个就是道，会不会？为什么？修道就是修心、修性。眼睛能够看人就是心性。你眼睛看着他，已经一言就已经讲完了。有啊，我讲完啊，你听有无？不是要讲的很多才算的你看有时候我们都不讲话，人家就了解了。如老子所言，上德不德这个上德啊，就是非常有道德的人，他不把这个道德挂在嘴边，所以不德，不将道德这个存在心中，他已经融入整个生活，所以整个生活都是德，那个叫上德。这样了解吗？是说上德的人都不德，我糟糕！你按照字面，那就是意思就相反了因为要按照意思啦不是按照文字。上德的人，他把德融入生活，所有的一切行为动作、行住坐卧都是德，所以不德，不将它当成道德。然后下德就执德执着道德，对不对？所以老子说，执着之者不明道德。你执着了，你做出来那个都不是了，那个叫沽名钓誉，都是假的，不真。真的就是上德不德。所以我们了解到，我们真的修也是这样。已经也没有嘴巴谈修道，实际都已经在做了，在道之中。那么不思议啊，不可以心思口意啊。就是言语道断啊，心行处昧。之前呢，我们有讲过啊，说什么样的状况呢？很难讲，可是我们可以体会。不着有，不着空，不着亦有亦空，不着有非空。我们怎么说？
就是不可思议啊，都讲不出来，不能用头脑来思想，不能用嘴巴来论议，不可思议，就是进入那一种状态。所以我们要追求到最上圣的佛法，它都是没有语言啦，你讲出来都有它的瑕疵，没有语言才是真正的正确。所以释迦牟尼佛讲无言之道，没有语言的道，以言显说。我们用语言明显的来讲，因言而入因为语言我们可以进入了，非即是言，不是指一些文字语言，不是是因为描绘了你能够进入了，那就是对了所以要言语道断不能讲，心行处昧不能想言语道断，言语道就是语言这方面讲的啦，已经断了，没有话讲那心行处你心一念接一念那个心行处都已经灭了，没有所以这个就不可思议的那个内涵。那么超出世出世间世出呢就是出世间，世间就是凡尘，所以已经超出了。那么佛母真三昧那个持告阿难及大众有三摩提名大佛顶，首楞严王，具足万行，十方如来呢一门超出，妙庄严入所以我们了解说，我们研究这一本就是三摩提大佛顶首楞严那么即十方得婆切法婆切法呢，也就是佛佛的梵文一入涅盘门就是要走入涅盘，走入不生不灭的这个道路要怎么样走呢里面呢就详细告诉我们。那么可见呢，十方的知佛都从此一门超出都从这一个大佛顶首楞严这一门超出。那么去入涅盘之门去就是往往入涅盘之门，所以称为佛母，佛的母亲出生呢之佛。那么真三昧乃天然自性本定三昧就是正定那么真的正定从佛性呢这个本性出发是佛性天然自然具备的非同用功夫所得之定，不是我们一参禅打坐得到的，那个是自性之中本有的真三昧具简要易速，很简单很扼要，很容易很快速四个义理。单一耳根一门深入就很简单入一无妄一六之根就是我们的六根一时都可以清净，就很扼要但像根中我们耳根稳性之中旋流缓闻，这个很容易自入流往手一直到极昧现前很快速所以这个是文殊菩萨呢所讲。那么如闻为成佛，一切秘密这个跟阿难讲说，你听到呢非常多的佛，一力为成一位佛为成佛，一切的秘密秘密修持的法门，欲若不先持续闻成购物。所以我们要了解说，欲若一定要先除掉那个欲望跟烦恼全部都除掉了不除掉的话，续闻我们呢记了很多的那一些修道方法这个续闻都成购物会呢这个过错耽误。那么将闻持佛法，我们将闻性来受持佛所说的佛法，何不呢自闻闻？为什么不反闻自性自己闻自己的自性那么持这个亦多闻而显过就是我们听得太多了
就变成过错，只有听没有做。那么释迦佛、文殊菩萨和阿难呢，三位同于真空，空王佛，佛所呢发心修道。那么佛文殊呢，情精进；阿难呢乐多闻。那么即此啊，则所遇啊之佛等同为成。遇到的佛非常多。那么皆以多闻之力啊，维持这个法藏，就是把那个所有的法呢，全部啊都记下来。凡一切秘密深奥法门，悉皆得闻。唯物啊多闻，不勤啊定力，就是不努力啊去实践，听到以后不做，这样呢，没有用，跟那没有听到一样。欲漏总习啊，不先呢这个除掉，续居啊多闻，反成啊购物，非但闻于普通的佛法，乃至闻于啊秘密的身法，皆为呢循尘流转，循着凡尘啊，然后我们流转在六道，将自己之耳根受持之佛所说的佛法，何不呢视取啊本文？我们自己啊本性之中这个具备的那个功能闻宣导闻根啊，以闻来闻我们自己的佛性。此两句啊，将闻除佛佛，何不啊自闻闻？是修道呢最重要的法要。简述巧妙，将我们的闻性来受持佛所说的佛法。所以将闻除佛佛，何不啊自闻闻？为什么我们不回观反照来闻自己的闻性？这样懂意思吗？听清楚不？那么闻非呢自然生，因生啊有名之。贤闻啊与生脱，能脱啊欲随眠。这个文殊菩萨呢又详加的解说，说此闻呢乃凡俗所用啊染尘所结之根，把凡尘呢都染过来了，然后结了在我们的那个耳朵耳根里面，那个根耳根，非是呢自然而生，因于动静啊两种妄尘。动啊就是有声音，静啊就是没有声音。那有声音没有声音呢，都叫生尘，所以妄尘不真啊，叫妄尘。年起啊湛然精明之体，花为听经，听经啊应声，眷生成根，遂有耳根啊这名字。这个又详细啊解说它的来源。说啊，这个因为凡尘的有声音跟静悄悄年啊，我们湛然就是佛性本体，我们湛然精明那个佛性本体，然后发为听经，就是发挥听佛性的功能作用听经。那么听经呢反映啊这个声音，那么眷生啊就成根。把这些声音这个收集了以后，就变成我们耳根呐，才有这个名字。那么贤闻呐与生脱，最重要的关键呐，就是这个贤闻呐与生脱。那么既因呢染身而结，把声音染过来，拢规个染来，声音拢个染来，整个染过来，必待呢生脱而解。就声音来咯，全部都没有声音了。贤闻啊，能闻之闻性，以所闻之生成啊，脱离即入流往手。所以我们了解这个功夫啊，就是在这边啦。我们啊，这个平常啊，都这个耳朵呢下来一直听啊外面的声音。这个叫做出流。眼尘跟凡尘攀岩，了解吗？然后我们能够回光返照，这个入流呢就是回光返照，回光返照一回来以后啊，我们跟声音脱离，
跟声音脱离，我们的稳性跟声音脱离，所以这个时候稳啊，是稳了我们自己啊不生不灭的佛性，这样了解意思吗？就是在这边我们大概是最难放得下，都是会记得说外面的声音啊很迷人很值得我们去追求，然后呢都不肯回来稳我们自己的本性。所以底下呢文书就讲能脱啊亦随名，说呢这个尘生尘啊已经脱离了那么生尘脱离啊这个根就尽了。生尘脱离以后啊，我们那个耳朵耳根啊，是不是没有对象？所以就尽了。生尘脱离了耳根它没有对象，你都不作怪啊，不作坏了这样的话更有随名为根就没有耳根就没有，就可以回到呢我们那个湛精明、湛然精明的体。这样了解意思吗？因为我们很少研究这个怎么样来进入修持的法门所以就会觉得比较生疏啦。可是你一定在这方面用心，因为这个要这个成圣还是要成凡，就是在这个关键你看要他出去呢，还是要他回来？就是一个关键。所以一根呢，既还原，我们只要耳根全部都还原，6根成解脱，只要一根就好，不用全部呢6根都修。那么见闻如幻意，三界若空华，这个三界好像空中的花。稳护一根持，这个稳我们的稳性已经恢复了就是回到不生不灭佛性本体了。然后一根那个意就是病，我们眼睛有毛病了那个一根除掉了。那么尘消凡尘都没有觉我们佛性本体圆满的清净了。尘消觉因净，那么净极光通达就可以发挥大用。极照呢含虚空，所以我们了解极是不变之体，照是随缘之用。讲佛性它含着虚空，切来观世间。这个时候我们来看看凡尘犹如梦中事好像我们晚上睡觉的时候做梦。梦里面的事情，摩登伽在梦，谁能流汝行？那个摩登伽引诱你的进入他的房间，那个摩登伽连梦里面谁能够留你的形象呢？那么尘既不言根无所尘不言了，根没有对象独立了它就尽了没有了。6用不行，就是我们的6根都不再行了，还流前一已经返回到那个湛然的本体了。一呢就是佛性本体。觉者怕要给它套苦解开那个觉，但从有根逆流而入从我们的耳根我们从耳根逆流而入，一根既已经还本还原觉性就现前，我们的佛性就现前不复寻尘结根，不再恢复我们循着凡尘那个声音生尘，然后又结耳根循着这个色尘又结眼根，循着这个这个味尘又结我们舌根，则6根俱成解脱。众生世界以是不能这个产服所以众生世界不能产服。那么尘界前依前根而立，
这个凡尘的所有一切这个世界都是按照我们的前根然后建立。那么今前根已经解脱，而尘界势必随消，凡尘世界都已经消了。虽然形象呢一切都还一样在，可是在我们的心中它都不存了，已经呢对我们没有作用了。见闻如眼所见的空华，意病若此华以空昧。所以我们意病辞掉的话，那个空中的花没有了啦，空中没有花。那么稳根呢，今以弦妄复真，旋转我们的妄已经恢复到真，则意根之病迟矣。我们那个眼根的六的毛病都已经消除了，幻意既除，而尘界应念随消。凡尘一切都已经消了。由是呢，本觉之体圆而不碍，净而不染，都圆满，都没有障碍了，清净不染尘垢，净极极光呢这个通，所以净极就是极光呢通极照，净极光通极照。那么此光极而常照，含果虚空，虚空呢我们呢都光明常照。那么切来观世间呢，犹如梦中事，以含呢空之极照，杂学世间，我们能够觉察这个凡尘虚间呢如梦，了无挂碍。这个时候当然就是解脱了，即所谓的超越世界得大自在。摩登伽呢在梦里面呢，谁能留置你的形象？这个乃极花阿难的语言。如往昔被这个邪事所制。那个摩登伽用那个梵现天咒来制服阿难，便无自由。此阿难呢无自由，正是呢不能解脱解根超界，解开我们的六根，超出呢整个世界，得大解脱。亦有不知根中呢圆湛的妙心，我们呢六根之中都有圆满湛奥妙我们的心性，即照呢含空，但取眼尘之事为心，妄认呢身中，是以受制莫脱，受到赐福，没有办法解脱。若能以极照来观世间，则摩登伽呢乃是梦中之人。梦中之人无法牵扯汝之身，留汝之形。这个是文师呢跟阿难讲，如是呢巧梵师梵咒之男女，虽见呢知根动，要以一击抽，习机呢归其然，知梵呢成无性。这个比喻是从真起妄，反妄归真。巧梵师即能作之人，比喻真如能随眼，幻作，即所作的幻事，比喻成事无明，那个我们做事在无明之中做事。那么知男女即犯作之人，比喻我们六根。那一击抽呢，即知根动之机关。比喻一精明之体分成六个作用。那么习机修习机关而不抽了，把那个抽的机关修习了。比喻衔一根精明之体，令其还原，伊拢恢复到本来。那么归即然，这个男女之根皆不动，六根具解脱。知梵呢成无性，所依梵处亦成无性，即去讲亦超越。
情界、器界啊，全部都超越。情就是我们众生，那么器啊就是世界，我们看得见形象的那个世界。那么六根呢，亦如是，言一啊一精明，分成啊六合合，一次啊成修复，六用啊皆不成。成垢呢应念消，成圆明净妙，于尘上之学，明己即如来。这个说呢，六根中这个性啊，亦如幻人之根。一精明呢，是依真妄合合而起，而为六经啊之总相。即头那维系事啊，就是我们呢头那维系事啊，是从我们的第阿赖耶识之中出来。那么六根呢，是能依呀，一经呢是所依，故因呢言依呀一精明，分成啊六合合。合合呢这个根尘，和尚呢幻师幻斗男女，虽见知根动呢，要比一击抽，一次啊成修复，指耳根呢还稳造性，和这个比喻啊之中呢，袭击把那个机啊，熄灭了，六用啊皆不成，我们的六根呢都不再作用了，袭击以后啊就归寂然。情境就脱残，我们的众生有情的世界啊，就脱离这个产服。那么成垢就指我们这个凡尘有形有相的这个世间六尘过染世界，应念化成无上知觉，应念可以化成呢无上的知觉，成圆明净妙。去界超越，可以情界脱残，器界超越。那么疑尘断无明未尽谓之有余微细之尘，尚在这个知觉，就是有邪，这个邪地的时候，那么明己即如来，无明尽了净了，本明正极，即是究竟的如来。那法门既妙，修正又很巧，成佛就没有困难。所以显这个耳门，这个文师呢，谈这个结论，大众呢即阿难，先如导稳机还稳稳自性，性成无上道圆通呢，实如是，这个文师选定耳根圆通，劝众呢，普修，意味还稳之功，易而且速，很容易又很快速，故乎呢大众勿迷本文，即如阿难，勿在强记，真实圆通归在呢旋转寻尘。是颠倒稳机真实的圆通就是呢，我们要旋转，我们那个寻尘，就是随顺还存，那一种颠倒的我们的稳机，我们把呢那个佛性发挥的稳机去稳还尘的那一些生相，能够还稳的话，还稳我们的自性我们自性就会呈现。那么此性呢，即圆湛不生灭性，就是佛性不生不灭的本体，亦即菩提内盘圆清净体实成佛之真因成佛的真正原因故判呢此性定成无上之佛道，绝对可以成道，可以成佛，即究竟的极果到达最顶点的果位。圆通法门虽多呢，痴心真实维修稳性，这个就很快又很简单，很容易记。那么此是为成佛一路的涅盘门，过去之如来师门已成就，现在呢知菩萨
今各路严明，未来修学人啊，当依是法。我亦从中证啊，归为观世音。所以文殊菩萨说，不只有观世音菩萨修耳根圆通啦，我也是这样修的啦。所以我亦从中证，从耳根圆通证悟本性。那么此是十方三世啊，微尘之佛至这个菩提家路啊，涅槃门，一条妙修行之大路。过去呢，知如来师门已成就，这一个修持方法都成就了。那么现在知菩萨，虽未成佛，今依此各路圆明，都已经各路圆明。未来的修学人，修道学习的人，必当呢依此耳根，还闻之法，如是呢，而修，不为知佛菩萨由师而入，即我文殊呢，亦从耳根呢还闻之中而得修正。那么诚如佛世尊啊，寻我之方便，以救之末劫，求持世间人成就涅槃心，观世音为最。诚者就是真也，诚如佛是真，如佛言，真如佛所命，寻我25行，25个修道方法，随当其根兼我灭后此界的众生入菩萨圣求无上道，何方便门得以成就？那么阿难呢，以此界众生耳根最利，寻声故流转，我们都寻着追寻的声音，所以才流转六道，能够呢闲流我们把那个出外眼尘的那个注意力把它旋转，让它回光返照，闲流就可以得到无妄，无妄就是真了，就可以得到真。那么成就涅槃心，就可以成就不生不灭的我们那个真心佛性。那么观音耳根圆通呢，为最优。那么至于知方便，皆是佛威神，即是舍尘劳，非是呢常修学浅深呢同说法。自耳根圆通之外，即以24圣所修的方便法门，即是佛之威德神力，令其局意之事而能舍脱尘劳，非是呢通常可修之法。若是呢通常可修学，不须呢仗佛威神加披，但任运进修，自能入圆，进入圆通。亦非是呢浅位与深位同时呢可以收华。若这个浅深可以同时收，不需要呢即事而舍尘劳。如阿耨律师明，佛是这个乐见照明，周礼盘陀瘸，这个没有记性诵那个句语诵不来。那么佛教呢，调息摄心，乌痴色魔多淫佛教他观一佛，那个一佛一起全身都火热。那南佛他的胞弟南佛心善，佛教呢观彼端，此呢皆呢即是舍尘劳。就是在他们的那个深意的事项之中去修持。那么人各呢不同，岂可同修？人都不一样，遇到的事情都不会相同，所以修的法门也不一样。那么且此等为对以浅位，深位则不相宜如须菩提之解空，富罗那呢之事变，皆实身心那个都修得非常久才得到的那一种那个他们的根底。
那么其浅智啊，我们智慧很浅，又呢痴心呐，开始要学，不能够呢得入，没有办法到达那个程度。那么若耳根呢圆通，则是呢浅深啊可以同修，久长啊可以共修，而最初入门啊，最适宜啊耳根圆通，所以这个是文殊菩萨呢，这个讲说。那么顶礼如来藏，无漏啊不思议，愿加辟未来，以此门啊无惑。在这个耳根圆通的修持法门没有迷惑，方便啊易成就，堪以教阿难啊，及末劫成人。但以此根修啊，圆通超于者，真实心啊如是。这个敬礼啊，尊华，很尊重这个法门，以此耳根一门啊，修正定体，即前佛说三如来藏自性清净啊之离体。那么守正啊应用，乃使于无漏无为啊不思议之适用。那么此正如来真如法身前体大用。故顶礼啊，求加披。如来藏，如来即佛宝，常即心华宝，加披众生啊，以此耳根圆通，无生疑惑，方便啊易成就。不止阿难呢，众生啊也一样。于是阿难及之大众啊，身心了然，得大开示。观佛菩提啊，及大涅盘，犹如有人因事远游，未得归返，明了其家所归的道路。要怎么样回家？那个路啊，都已经非常明显，知道怎么走了。那么此阿难一类之机啊，就是有学比较程度不很高的，手之障轻，故能啊顿悟。而烦恼障重，故未能顿正。所以啊，我们要了解说，手之障啊，我们都是被这个手之所障碍，然后烦恼障，我们大概两个都具备啊。烦恼障也有，手之障也有。那么且圆顿的教旨啊，为重呢，彻悟，彻底的领悟，不愁呢，不正。就怕不领悟了，你领悟以后啊，一定正。阿难既是大前示现，就是故意啊，示现比较低的程度，要来带领呢，末法的众生，虽不正啊，亦复何碍？不正啊，没有妨碍啊，他的发心啊非常大。那么了然则豁然贯通，豁然贯通就是了然，得大开示啊，文思呢分明啊，把它指点出来。将闻持佛，何不呢自闻闻？即成就啊涅盘心，观世音啊为最。要怎么样成就？就是啊观世音的耳根圆通。那么普惠大众啊，天龙八部有学二圣。就是声闻跟缘觉，集之一切心花心菩萨，其事还有十恒河沙，皆得本心，远尘啊离过，远离尘垢，获华严净，华严清净就可以见到。性比丘尼就是呢，那个摩登伽，闻说呢具啊成阿罗汉。光听呢这个文殊菩萨这样一讲，他就已经证悟到第四果阿罗汉。无量的众生啊，皆发无等忍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这个是这个至今者呢把它标明。那么皆得本心呢，即悟得啊本有真心。各位浅显，皆得本心了没？无猜我咧教。一尘离过，得见法之眼清明，
性比丘尼呢是摩登伽，闻是句后啊就成阿罗汉，即证无生法忍。这个无生法忍，在不生不灭的佛性那个法里面已经安住不动。那个人是安住不动的。我们凡尘的忍耐是我们要了解那个人的那个只要含义是安住不动。那凡尘人的忍耐是别义，是另外它里面的一个意思。那重点不是在说我们忍耐要忍耐，佛经的人都是安住不动，因为佛经在讲各位先生，假如说我们一直忍耐有没有办法到永远？一定会爆发，对不对？所以安住不动就不一样了。他没有什么样的横逆他都不会放在心上。因为无我相、无法相，无非法相，然后在四相之中无我、无人、无众生、无寿者，全部都没有那谁在侮辱我？没有。那没有的话，谁要忍没有。这样了解意思吗？所以就安住不动，叫做忍。又有无量的众生发无等等无上菩提心。无等等呢就是说佛果菩提乃为无等，无有何法可以等齐就是最上之意无等等，没有比他更高，也没有跟他相等齐的，没有。那么阿难呢整依乎于大众之中呢，合掌顶礼，心机严明，悲心交集，欲未来之众生故，稽首白佛，大悲世尊，我今已悟成佛的法门，世中修行得无疑惑，常闻如来说如是言。自谓得度先度人者，菩萨发心，自觉语言，能觉他者，如来应是。我虽未度愿度莫觉一切众生。所以阿难发心很大。那么心机严明悲心交集，心急跟踪严赞不生不灭之真心。机呢即贤文还文。先有还文，次第解决之事，那个事机，不达本有之心则旷觉机行徒劳无益。所以各位就了解到，我们不通达、不知道、不启发我们本有的真心则旷觉你再怎么久的时间，机行徒劳无益一直在修都没有利益不达修正之事，就是没有办法证悟佛性，则沉埋宝藏，莫救贫穷。我们要了解说，我们宝藏都被凡尘所埋没，宝藏去了凡尘埋没，那拢真散无这宝藏通来生活。那么心性这个修毕这个已经到达故曰圆明，已经圆明了，得路未归故悲，道家有望故心，得到道路可是还没有回去所以悲。已经到家有望了，可以有希望可以到家了，就很欣慰，很高兴。一时呢悲心交集于一心，自觉已远，自己对真理的方面已经圆满，明后未悟就是灵敏，这个往后末节，我们现在是属于末节的时候，没有办法领悟。那么现利益现义利呢现义利益未来的末法众生。
故请佛明示，如何的安立道场，远离魔事。世尊，此之众生弃佛见言，邪思说法，如恒河沙，意摄身心入三摩体。那个三摩地跟三摩体是一样的。那么因何令其安立道场，远离魔事以菩提心得无退趋。末节的时候弃佛见言，根基愈薄，邪说净心，真假莫辨。有欲修者以菩提心得无退趋，应如何处置？那么尔时世尊以大众赞阿难，善哉善哉！如所问安立道场，救护众生末劫的沉溺，汝今一听，当为汝说。阿难大众唯然奉教。那么此赞其请问之很恰当。善哉有两个意思：一善其发利他之心，得菩萨的正行；二善其请道场之意，得利他法要。所以这两个都善哉善哉。那么意味如所问只恐邪说说法，扰乱定心，必须安立道场，方可远离魔事此曾救度一切众生末劫之时免于沉溺极要之法。所以那个时候2500年前就已经讲了这个邪师说法如恒河沙，那么多的那个邪师在说法，都要扰乱众生。佛告阿难：如常闻我品阿耶，品阿耶就是戒律，先说修行三决定义。所谓的摄心为戒，因戒生定，因定发慧，是则名为三无漏学。就是戒定慧。这个三无漏都是要有智慧。那么指佛正说道场的助行帮助我们行道。前佛对当机发明如来常心，有耳根圆通物理直入者，乃为正修。所以正修跟助行。那么今当除阿难临敏末劫恐多障难。有志欲修者设立道场，所以如来有代世兼修之说，名为助行。为助正修之行。然助有两个，惑众者迷惑比较重的，先持境界以自断花叶无明。先把那个花叶无明自断。那么习众者坚持密咒，密的咒语，令须断既生无明。这个既生无明很难断掉。故知末世修禅定者，非此自行则不免于邪说所惑，被邪说所迷惑，而成魔子魔孙因今世人出言缺少三日，讲出来都缺少3个戒定慧。品阿耶佛所说的戒律这个3藏之一这个经律论这个戒。又云品尼品阿耶欲曰昧律都是调伏戒律昧之过灰过错以及不对的灰是灰故云昧。那么断绝轻重之罪者故云律。调和身与欲之昼夜制服之要行故云调伏。
那么先说修行啊，三界定义戒定慧，摄心为戒，多摄其心一念不生，众戒记住。所以我们万年放下，一念不生所有的戒律都记住了，记背了所以摄心，我们心力外放就破戒了心力收回来就戒律所以佛的戒律之中修，也是要我们能够成道成佛。所以摄心变名为戒。那么因戒生定我们呢这个心收回来了因为戒就可以生定心既已经收摄寂然不动渐生于定如风止风已经止息，波浪它就没有，就停了然后因定发挥定心成就本明我们本有佛性的光明就渐渐就发挥照含万象，如风停水湛自体生光，无碍清净慧皆从禅定分则名三无漏学戒定慧所以我们了解这个一定修道者要去这个行持。阿难云何摄心我名为戒？若知世界六道众生，其心不淫，则不随其生死相续。如修三昧本痴尘劳，以心不除，尘不可出。这个佛解说怎么样叫摄心呢？心为戒本戒律的根本，若摄之则名持戒，放之则名破戒，故以摄心名为戒这个大圣的修法阿难所思即是这个程度不深者，应如何补救？所以佛特示助道之行。若以示现之德出国须陀洹，已经不入六尘，以无息加持杀盗淫妄之沉迷于凡尘这个佛都不用再讲。所以阿难所请的就是为我们末劫众生。那么此理之修法，可见阿难发愿之深不顾富罗那之言语富罗那嘲笑他他都不会见怪，忍辱负重，无非欲后世众生有明法可循就佛明确的说。那么此经所占的水平是在本性上，所详论的是根圆通，还稳照性尘亡根尽。尘已经都没有了，我们的根没有对象，已经也解除了偷根偷尘哪有自现成见不会再陷入凡尘的景象然后升起杀盗淫妄之事不会有了。故知此加行持戒道场持咒是这个为中下根之辈，开方便之门自觉还深迷尘世沉静者加紧脚步奋发图强，快马加鞭所以这一边是阿难慈悲。那么六子言定慧一体不是二是缘起以成就。那么此戒定慧是缘起构成正因为众生离道太远欲修者先悉守戒，以戒革除尘染定慧才能显现所以六祖讲的定慧一体就是这边所讲的后面两个一定要先自己的程度过了然后接收那个定慧一体。
肉之世界啊，六道的众生皆因允欲而有生命。我们有身体啊，都是从允力来的，是以啊产生死都绑住了。做爱就是啊生之因，那么其心不允，则生之因啊已断。心啊不允欲啊，生的因已经没有了，无生啊就没有死啊。才能脱离啊，脱出轮回。以允力之事啊，非但不动身口，亦不生一念啊思想之心，方以色心啊为界啊相应。那么心既然已经清净，则四根倒断了枝叶，那个根已经都断了枝叶，它自然就枯了，就不会再生。志啊不随起，生死啊相续。如或前惠地之文，欲爱啊干枯，根跟茎啊已经不我没有对立。现前的产子啊不复续生，可证失意。汝修正定啊，本出尘劳，隐心不除啊，尘不可出。允力啊为尘劳的那个首要。那么纵有多智啊，禅定现前，如不断临啊，必落魔道。上品魔王，中品魔民，下品的魔女，彼等之魔亦有徒众，各个自谓啊成无上道。所以我们了解说，魔王他也是一样要成无上道。爱淫修禅啊，尘不可出。纵有四智辩聪，善说之法，禅定的现前，如不断引啊，必落魔道。魔乐啊，欲界。既不断允欲啊，则堕了魔界。今以禅定啊，多智而助啊，引心，使淫啊增炽，更热烈。如此修法，以偏的正道而不知之。各自谓啊成无上道。我慢啊成习。慢呢就是骄傲。非果即果。不是可以得到啊果位，他自己啊说得到。那么其人亦不觉知啊已经着魔。如此则直堕啊地狱啊无语，会堕入地狱。我昧度惑啊末法之中，多指魔民。畜生世间广行啊贪欲，为善之事，令之众生啊落爱见坑，失啊菩提路。汝教世人修三摩地啊，先断心淫，是名如来先佛世真第一决定，清净明慧。清净的教诲。或者佛自称昧，就是昧之末烦恼，及是恶祸所引起，和根本烦恼及三界的无明，度这个两种生死，及分段生死跟便利生死。内度啊，及气世之北辰啊，已经离开凡尘。正法、相法都已经过去了。末法之中气盛啊时遥。气盛人啊已经都比较遥远。魔强法弱。魔很强，佛法很弱。故引啊多此魔名，畜生世间，如佛炽然圣花。佛很炽盛，世间尽受其粉啊，都是受佛这个灾难。广行啊贪淫为善之事，及先世代引修禅之辈，来为这个教师，现通现慧，显现神通，显现智慧，密教行淫，暗中教人行淫，以为佛身，地下传授，自以为善之事，行淫之事啊，善事行淫之理，令之众生漏啊爱见坑，爱己啊失祸，见啊就是见后，见失后，
而以隐喻啊为教化之端，则堕呢爱坑；以隐喻为真修之法，则堕见坑。见之恶后是生死因，若此坑呢，则失菩提正路。特殊啊，特别交代阿难，转教呢末法隐喻为大定渊觉。不为身啊，不行隐士，且要心啊不起隐念方可。心不要起，此正防微啊度见。临身啊履薄之戒。就是啊深渊好像呢底下安尼足危险的迄个安尼，刮咧都已经粉身碎骨，然后呢薄冰啊。你打较大力咧，就沉落啊，袂得起来。那么果能如是啊，方明如来，先佛世尊呢，指过去的之佛。那么今昔啊之佛皆作啊如是说，定可啊信从。低则积呢这四重之手，杀到云望。那么决定呢，断除息淫，清净修学啊，究竟的明悔，清净救悔。是故阿难若不断淫啊，修禅定者，如增杀死啊，欲取成患，经百千劫啊，此名乐杀。何以故啊？此非患本，杀死成故啊。所以我们一定呢，这个修道要修到根源。假如说不对的话呢，我们用杀死啊一直来煮饭，煮过较久都没加呀。所以我们要了解，一定要找到根源。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那么以禅定熏修，欲之与增。以不生不灭的心来修道为本修因，然后严成啊果地修正。所以比喻啊如蒸米饭。所以我们了解说，假如说呢不修正因的话，那个再怎么久，再怎么努力啊，都不会成道成佛。如以隐身求佛妙果，终得妙悟啊，皆是隐根，根本啊成隐。人毁三途啊，必不能出。就是三恶道三途，刀途、血途。我们要了解那个人毁三途啊，都是很苦的那一个方向。所以啊这个苦海不能出。如来涅槃何路修正？必使隐机身心既断，断性啊亦无都没有了，那断性也一样。依佛菩提呀才有希望。斯可希冀。如我此说呢，名为佛说；不如此说，即颇寻说。颇寻就是魔王。摄入不断隐喻呀，是以隐身求佛所证啊妙觉极果。那么诵经多劫，修了非常久，修习得开妙悟啊，皆是隐根，根本成隐，触境啊变花，你遇到景象，然后就花那一种欲望，想要做爱，由此恶业啊，必至轮回三途，人生呢尚不可得，况呢修佛果也。佛所证之如两，何路修正？必使隐机身心既断。机则发动之有，就是发动的原因。那么身则隐机身之隐机由心始作。心一动了，身才会有动作。心之隐机由念意所以心就会动。必使一念不生，身心二途方得既断。若使能断之性犹存，而所断眼影乃在，终非杜绝。必使断性亦无，能守双明，方成无病之人。依佛菩提斯可希冀，才有希望。
如是说明呢，为佛说。这样讲的话就是佛讲，不如是说，不是这样讲呢。惑言行淫啊，不爱真修，是波旬魔王所讲。适当觉知。波旬魔王之名，我们中文呢叫做恶者。能伤法身而害慧命。这个梁武帝位啊，此波旬啊，恼害一人，义之为鬼，把他呢，一个名人叫鬼，这个呢就讲到这个淫，接下来就杀，然后我们还剩下10几分钟呢，给各位提问，各位有问题要问吗？李老师，我请问说，那个无遮法会，无遮是什么意思？遮蔽的那个遮。无遮法会。无遮啊，无遮的话就是不管是什么样的程度，不管是什么样的人，全部呢都可以进来。无遮啦，没有遮止。那有遮的话就是有挑选啦。有一些不能进来，不能听，那个叫有遮。这样了解意思吗？各位了解意思吗？无遮，无遮的话只要你肯研究、肯听，你就可以进来听，那个叫无遮，没有遮止啦。这样了解吗？有一般有的都会限制说你要有程度了你才可以参加那一个法会你没有到什么程度不可以去参加，那个叫有遮。这样知道吗？还有吗？独觉是不是？独觉是什么意思？独觉那个声闻跟独觉吗？独觉缘觉跟这个独觉缘觉对对，那个独觉就是没有老师教他自己观察万象然后龙菇生花了，然后枯萎了，他领悟道理了，那个叫做独觉，独自觉悟了，不经过老师教导说那个我们就讲那个必诸佛，他就是独觉独觉跟缘觉它是我们要了解缘觉是修12因缘，然后独觉它是观察万象那个我们万象都有一直生，然后长，然后异，然后灭，荣枯枯萎了很兴盛了，他观察这个道理，领悟，那个叫独觉。还有吗？老师，那这样是他自证吗？那个程度，所以才叫必诸佛，在菩萨之下，还没有，因为他只有观察万物，还没有把他的那个知道的来这个度化众生，所以他还没有进入菩萨位，还那个声闻缘觉的那个位阶，是始于还自了汉，自己解决自己的困难就好了，不管别人。还有吗？还10分钟而已好，请说。好。我今天在讲的这个好多事情，那是不是他去了以后我们比较好修化？戒淫，今天所讲的这个是这样的。因为我们现在这个上面大开普度所以那个是从我们的那个心里面修持因为心淫我们要是了解到，那个都是各位浅显，你心一产生了那个想男女做爱的，你看得见吗？你知道吗？
你自己兴起的时候，你知道吗？哇！各位学姐，这个修持啊，就是不起那个念。那我们要了解为什么说中下阶层，就是不是一个很高程度的啦。那不是很高程度，他要先从行为来规范。那行为规范以后慢慢的你才达到那个心性。所以我们要了解到最重要，他为什么说摄心为戒？就是我们心不外放了，你把它收摄回来，把它这个当作觉力，你收摄回来，是不是都是觉了？没有不觉嘛，对不对？你没有不觉，就是没有无明，没有无明就不会做错，不会做错呢，就不会落入我们那个果报，恶的果报没有。所以我们能够收摄，能够回光返照，这样我们这样修就是我们所要追求的啦。那我们在讲说假如说大家都清修都不结婚的，那全都没人了，是不是这样？所以有时候在这个大场合有些倒还不好说了。为什么？因为我们每天都要吃饭，对不对？那孔老夫子也讲食色性也，对不对？所以你知就好，别讲。还有吗？好，请说。前天老师，刚刚你有说到安住不动，安住心不动叫做忍嘛？对。但是里面有一段说那我他心比较散乱，佛陀叫他观那个彼端，这两者有何差？如何去修？谢谢。因为我们各位姐，那个文字是帮助我们了解状况的。那个安住不动我们假如说是以我们了解的动跟静来进入的话，那完全都离题了。我们已经知道到自己的不生不灭佛性本体，然后轮廓呈现。然后已经又深入其中，又通达整个宇宙虚空你能够你这还有所处的话，那就绝对不对了。可是我们要怎么样来讲这个现象呢？要讲什么你能够到达，先了解轮廓，然后你让它茁壮长大，然后你一直就能够在不生不灭的本体当中，你都不要再有起心动念来做完成这一些不该做的事，那要怎么说？所以我们就用忍，忍就是什么？安住不动。安住不动就是你整个佛性本体都全部了解以后，你不要再有什么样的那个状况出现。所以我们用这个字你用安住不动那都讲唔叮当我们那个唔当叮当好像比较容易知道了。可是这个忍用的就很妙，忍临来所以他真正的要你到达，就是全盘了解那个状态，要怎么说？无言之法，然后勉强来说叫做忍，叫无生法忍。既然都无生的法，为什么还要忍？所以那个就是告诉我们，是什么都没有的。什么都没有的状态之下，你要那样去追求，所以就用忍，不用安住不动了，是这个意思。那我们要了解说，那个
难陀是释迦牟尼佛的胞弟，亲弟弟呀、他同父母生的亲弟弟，他因为跟佛是一样有30相，只有差2项，32相就成佛嘛。他因为他很喜欢男女之间的情爱，很喜欢，佛就教他说你要了解到凡尘的这个万象都是假的。当然佛经里面没有记载啊，可是他这边把它记载说叫他观鼻端白，因为他那个就是神善都是分心啦。为什么分心？就是因为他都喜欢女孩子啊，不是分心嘛。叫他别观彼端白，就是叫他观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啊。那我们要了解说，你观你的鼻端白，我们这眼睛看下来，刚好看到鼻头啦。你假如说对呀，我们心念太多，你试着观看看，你一观了以后你无迄个用人去想东想西啦，你敢若伫咧看遮，看遮它会是白色吗？不会。可是你真的观久了，绝对不一样。你就要自己去做，你才会知道说，原来有这个功夫。你还会看到你的那个呼吸之气啊，会成2条白烟。但来讲看得贵。可是你真正做啊，那个是功夫啊，真的就是有。可是不能住相啊。那个就是已经专一了，就是分散的心，神善已经没有了，已经专一了。还有吗？还有3分钟而已我想是这边有些在问，他说有人常在睡梦中梦见和修行者对话，或看见特殊的景象，这样对修道人有帮助吗？耍流氓。不要管他，慈悲说祖先来托梦，祖先来托梦就表示对你的寄望很大，因为他要来托梦他要向阎罗佛用功德去换，才可以来托梦。所以那个祖先来托梦的梦，你才要注意看那个梦跟你讲的梦，那个才是重点。他剩下的有的没的那拢错了的啦。还有2分钟。第2点，仙佛批的讯文很多，我们都没有去研究。老师又教课常提醒我们要研究信理心法，那此2者我们如何来抉择？信文就是信理心法，所有佛讲的信文里面都是信理心法，只是我们不投入研究而已。当你研究了以后，你再回去看信文，你一定看得懂。这个讲啥拢较早看无，现在拢看有啊，是信理心法，都一样，没有冲突的。你都很热心看那个仙佛的信文，绝对你就会知道说，我们讲的就是在讲仙佛信文啦。还有吗？还有1分钟而已还有。现今的社会，有人会用法术，就是遁法。那个什么，奇门遁法跟遁法，将我们身边的东西取走吗？妖魔鬼怪那个没办法的啦。导师各位同学，我们的生辰八字不要随便给人。那个真的，假如说有学那个邪法的人不正的那一法的人，他会有办法让你生让你死。所以真正的我们生辰八字不要给人。下课。各位点完师、各位讲师、各位坛师、各位前贤，大家好。我学三道天师的老前贤大德，以及感谢各位前贤给我学机会学讲。我们讲到162页，对吗？我们讲这个耳根圆通以后，
就是正修的那个阶段，都在这个地方已经呢差不多算结束了。然后往后讲的都是属于助行，就是帮助我们修行，有一些都是基础的功夫。然后我们这一次就已经是49，那到下个礼拜就50。那50的时候我们就准备把它做成呢那个有一个可以的整理包，从第1到第50。那 CD 的话就从第1到第100，就有一个大的整理包，那 DVD 是小的整理包。到50的时候就会寄过来。那各位可以在这个前半部的时候都用一点心，因为全部都是正修，我们正确的修持。那我们讲到162，这一本呢总共有272，刚好还剩下100张。那我们讲六祖坛经44集，讲道德经43集。那我们现在已经讲到48，今天49，下个礼拜就50了，都还没有讲完，可以说这一个楞严经它特别长，讲得很详细。那各位都可以就说在不熟悉的地方呢，可以多听，让他熟悉，听得熟悉了以后会融入我们的性分。那融入性分以后也就是我们自己的。那我们有性分之中有这一些东西呢，那就绝对就可以成佛。所以我们呢，都只怕不知道真理，知道了以后不怕我们不做了。为什么？因为我们会那个良知良能会促成一直告诉我们要做要做，快做快做。不知道真理就没办法，他不会说叫我们快做，要做什么做凡人事，越做就越烦了。那我们修心理心法越了解到我们佛性的本体就可以超越完成的所有现象。那我们可以了解到我们这个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那万年不管万年前万年以后都一样，没有生也没有灭。那我们不研究不晓得，那我研究以后就知道原来是这么殊胜的，这么殊胜的最上乘的佛法，可是我们都没有机会研究，所以不知道。那现在我们有机会研究了，可以说假如说能够秉着那一种延续的精神，3年多一定都有所得各位同学有没有所得有。一定会有。我知道说修道就是要走这个路，这个是正确的道路，要明心见性，见性才可以成佛。你见不到性的话，那怎么成？不是说我们一口气不来了，回去礼天然后再修了。你有身体都没办法修，没有身体怎么修所以各位一定要知道，有身体借假修真，赶快修。那修什么呢？修我们的脾气毛病我们佛性里面没有脾气毛病，可是我们的习性非常多。那我们把这一些佛性没有的东西把它去掉了就好。当然有一些我们都是已经习惯了，叫做既得的利益不肯放舍。那我们一定要把它放。为什么？那个不是佛性的东西，佛性里面没有贪嗔痴可是我们现在贪嗔痴都很厉害，厉不厉害？厉害。对所以要认识我们到底在贪什么？那我们生气嗔就是生气，我们在生气什么？
那痴啊就是无明。那我们为什么无明啊？那我们都要了解到，贪，我们一口气不来，什么东西都带不走。那贪什么用啊？贪来送给别人，那何必多此一举啊？都不用贪。那在生活之中啊，就做到不贪，也不嗔，我们这个是受到我们的利益受到损害了，我们就嗔就生气呀。那没有啦，完全都是变化无常啦，没有什么利益受到损害，没有所以嗔也不会发生。那个痴就是无明。无明啊，就是我们都不研究真理啊，才会无明。一研究以后就明了所以我们越研究啊，就越明，越明啊，越光明啊，都是正面，没有负面所以就生活就越快乐。不要等到以后上天堂了，我们在日常生活啊，就已经在天堂了。所以一定要了解到日常生活之中呢，就是要做。那我们都一直在这个讲说万年放下怎么做啊？或许不是说43篇那个讲念佛圆通吗？可以详细的听一听，看一看第43篇那个念佛圆通大势至法王子啊，念佛圆通，我们念佛圆通讲3次第42、43、44全部都有讲，可是43详细解说了42跟44只是这样念过去而已，没有详细解说。43有虽然名称是念佛圆通，可是它的内容都是告诉我们万缘放下怎么样做，那个内容全部都是不要再另外这个生出一些枝节啦一定要按照那个念佛圆通的内容去做，才真的叫万缘放下万缘放下就已经是念佛圆通了。那个念自己的自性佛可以到达圆通很殊胜的不用再另外找了。那我们呢这个上个礼拜就讲那个我们助缘帮助修道的因缘有呢这个杀盗淫妄。那第一个先讲那个淫那我们了解说这个是一个基本功夫啦。那心里面我们了解说我们修到最就近的时候我们修到最就近是不是没有两性对待？对不对？因为我们佛性可以当男生，我们的佛性可以当女生，对不对？它的本体没有决定是要当男生或是要当女生，是不是这样？那我们佛性本体是一个绝对体没有对待。那没有对待我们说淫要跟谁做爱自己跟自己做爱了解意思吗？所以我们回到我们的佛性本体以后没那个事了。那我们落入现象，为什么会很喜欢住相？住在形象不管是乾道，不管是坤道，你只要住在形象那个生理上的需求就会挑起我们去追求。那挑起我们追求可以就是说无明痴，不知道真理。在真理里面我们佛性是一个绝对体，没有男女相。那既然没有男女相，怎么会淫了解意思吗？所以一定要努力追求，可以到达的，可以做的，看我们想不想成佛，想不想成道。想的话就努力追求，就绝对可以做到。那我们就讲第二个那个杀所以在162页的最后2行阿难又知世界六道众生
其心不杀，哦，就是没有杀心啊，则不随起啊，生死相续。因为我们有杀心啊，哦，所以才有那个生死啊相续。没有杀心就没有了。所以哦，我们要了解，我们教育小孩子啊，我们都这个现在啊齐家修道，所以啊也都有小孩子啊这个是在修道家庭，那尽量呢就不要让他去玩那个那个电动游戏呀，因为那个日本人发明的那一些电动游戏呀，都是互相残杀，所以你稍微你去看一下都是好戏好戏，小孩子会不会受影响？所以他耳濡目染，他没有感到那个是不可以，所以杀心都已经在心中了，好戏好戏，不好了，所以我们这个当了长辈父母亲祖父母就是要这个观察一下自己的晚辈有没有朝这个方向在进行。有的话一定要引导，最好呢是能够带着这一些小朋友出去游玩，这样呢到公园去玩，到外面这个比较呢空旷的地方呢去游玩，这样跟天地比较融合，天地一融合在一起那个心胸就会宽广。那我们假如说都窝在那个电视机前面我们可以说心里都不健康，我们有错了也不知道，往后发生事情了是从这一些小事情累积而来，那我们就防微杜渐，就很小的我们都注意到，不要朝那个方向去进行。我们呢让这个小孩子跟大自然接近，那我们带小孩子玩，小孩子跟大人也很接近，这样就很和乐，一家很和乐是不是修道家庭？就是一个很理想的修道家庭。那假如说都一直要看电视的话，那我们就变成小孩子是电视儿童。那等到长大以后他就学那个电视里面的那一些好的都不播了，播一些坏的。那我们好的也不学都学坏的，这样就不理想，就会每况愈下。所以一定要在生活中来做，大人要做模范，要有身教，小孩子自然会学。所以这边心没有杀心，没有杀心很重要了。我们假如说因为或许在台北生活，时常都会经过那个电器行，那个卖游乐器的一些电器行，然后一走过去以后就稍微看一下他们是在卖什么产品，然后看一下真的连我们看了一下没几分钟也看那个好戏好戏，我们也跟着好戏好戏。大人都这样的，小孩子更不会辨别，对不对？所以那个看了绝对不好，要看那个很温馨的，不是不可以看的，我们要选择好的光明面的呢，我们要去看。那一种有杀心的杀，不要了，我们尽量就不要去接近。那么汝修三昧本出尘劳，我们修正定，三昧呢就是正定，我们修正定就是要出离凡尘的劳劳碌碌尘劳。各位浅显，我们有尘劳吗？有。不但有，还很厉害，厉不厉害？厉害。都很投入了，那个尘劳。凡尘的劳劳碌碌我们都很投入，所以要了解到，我们修正定就是要脱离这个尘劳。那么杀心不除尘不可出，我们那个杀心不除掉的话，
我们凡尘啊没办法处理呀，一定在苦海里面。那么众有多智啊，非常聪明，有很多的智慧，禅定啊可以现前的，如不断杀，必入神道。假如说我们不把杀心啊断掉的话，已经落入那个神道。上品之人呢，为大力鬼；中品呢，则为飞行夜叉。那个夜叉就是鬼啦，那飞行的鬼，是鬼帅等啊，鬼的那个统帅。那么下品呢，当为地行罗刹，罗刹就是女鬼，夜叉呢就是男鬼，所以我们了解说下品呢就变成地行，不是那个天上飞行的，地行的罗刹，地行鬼。那么彼此鬼神啊，亦有徒众，这些鬼神他也有徒弟呀，各个自谓啊成无上道，他们也都讲他们成无上道，所以我们呢就要智慧去辨别。那么此杀戒啊，亦自动啊在心，心没有杀，没有杀心最重要。不但呢身啊不行杀，乃至其心啊亦不起杀念，那个心啊就不起那个杀念，杀念啊尚且不起，何况杀事，杀的念头啊都不起，那不起的话呢，那个杀事都没有。那么其心苟无杀念啊，则不负他命。假如说我们心都没有杀念，就不辜负别人的性命，不欠他债。因为你杀他呢，就是欠他了。你杀他一命，就是要还他一命。你既然都不杀他，自然就不用还他了。所以不欠他的债，自然不随其生死相续。就不会呢随这个生死相续了。那么若有杀，则与众生呢结怨连祸，跟众生结怨了。有杀心就结怨，你来给我抬，然后那个灾难，祸就是灾难，就连着下来，尘劳不可除矣，那个凡尘的劳劳碌碌都没有办法脱离。那么众有多智禅定现前。纵然有很多的聪明，禅定可以呈现在眼前，如不断杀呢，必入神道。不断杀的话，会落入神道。鬼神福报虽分胜类，今为鬼趣那个我们了解我们人的人趣，七天神仙天趣，那个三恶道恶趣，就是恶趣。那么故从人道呢而入者，不是堕落，堕落这个三恶道，就是恶趣。那么上品之人禅智胜于杀气，神通呢既大，福德又盛，故为大力之鬼，即之鬼王，那个鬼的统领者，鬼王。那么人间呢尊奉，称地称天者。那称地称天我们都很多地方都在朝拜，那个都是大力鬼，我们呢称为神。所以要了解到那个我们凡人在拜不是很多吗？有没有？所以我们了解说它是有一些福报，才会被人呢供奉。那么中品之人这个禅智与杀业正等，就是这个禅的智慧跟杀的业两边呢都要好平等一样则为呢飞行的夜叉天上飞的鬼之鬼帅鬼的统帅。那如山林城隍这个呢都算那个鬼帅。那么下品之人杀业胜于禅智，杀业他当那个聪明比较少。那么神通呢既微很微小，
福德啊一类，福德也不多，则为行的楼上就是地面在行走的鬼淡人啊精气，淡呢就是吃了吃人的精气。那么彼之鬼神啊未正，还没有证悟啊，说他已经证悟了未得，还没有得到那个佛性的本体，他说他得到了。那么各个自己称啊成无上道无上道就是佛了自己说成佛。我灭度后啊释迦牟尼佛说呢进入涅槃以后，末法之中啊就是我们现在呢就是末法多持鬼神啊很多这个鬼神处世间啊就是非常兴盛。自言啊实漏得菩提法菩提路啊自己说食肉都有法度啊得菩提。而那我令比丘啊食五净肉，因为释迦牟尼佛在凡尘的时候，那个生活的环境啊不容易啊长五谷，连那个菜也不容易生长，所以释迦牟尼佛允许啊那个比丘吃呢那个五净肉。那么此肉呢皆我神力啊化身就是释迦牟尼佛用神力来化身。本无啊命根他没有那个命根。那么如婆罗门地多啊增资就是那个修道，他们印度婆罗门都是在修道，那个地啊很多呢都是很热，生啊很热又潮湿加以杀食啊草才不生那个草跟菜啊都生不出来。那我以大悲啊神力所加依大慈悲假名为肉所以那个五净肉啊那个假名为肉，汝得其味啊就好像有肉的味道。乃何如来灭度之后啊食众生肉，名为世子就是释迦牟尼佛进入涅槃，然后我们众生呢吃众生的肉。我们了解说那个恶道畜生道也是我们一样是我们众生我们吃他的肉就是吃众生肉名为世子，就是释迦牟尼佛的弟子就是吃众生肉，然后称为修道的人。那么此言灭后末法之中，世道衰微邪魔恶鬼盛行倡言就提倡呢在说食肉呢当得菩提正路，食肉有法度成呢这个菩提成佛。那么佛告阿难当前情形是权宜之计就是方便法门婆罗门国呢地多呢增湿就是热，地热就潮湿又呢全部都是沙石不为不生产五谷，且草菜呢不生草跟菜都生不出来色肉呢不化五净肉。这五净肉就是不见杀他呢死掉呢没有看到在杀他，然后不闻杀，没有听呢那个杀那个那一些畜生的声音。那么不为我杀这个不为我来把它杀死的还是自己死或是鸟残，这五种叫五净肉不见杀，不闻杀，不为我杀，自己死以及鸟残这个叫五净肉那么而化这个稻粮蔬菜素吃反常。假如说你会当变五净肉你就给它变一寡米给它变一寡菜出来就好那佛说讲这样就那个事情那个出来的时候就已经违反那个常态，跟
他们生活的环境啊不合，为什么？这个地方没有办法种五谷啊，怎么会有五谷？又种不出菜啊，怎么会有菜？所以已经就是反常了，人以为怪，人都会称为很怪。那么我以大悲啊，神力所加，泯其居虚化无尽肉，假名为肉，肉都是假的啦，不真。那么令吾暂得其味，暂时就养身体可以得到呢，就是在吃肉。那么聊以支撑我们的身体有办法修道，先呢借假来修真呢，这个假要照顾。那么会有心性命根是真肉，心性命根真肉，像现在的那个畜生道它有命根，那个是真肉。那么奈何如来灭后，释迦牟尼佛呢进入涅槃以后，有死众生肉者，实在呢在吃众生的肉，而欲名为弟子，就是释迦牟尼佛的弟子，出家修道之人。没有声音了，听得到吗？佛入涅槃之前，言这个善男子，从今日始从今天开始不听吃肉。这个不听就是不允许的，所以佛在讲经的时候不允许就讲不听，不允许在吃肉，应观是实如子肉想。你假如说吃肉的话，你就要想出一些肉都是你的子女，你的孩子，你吃你那个孩子的肉，所以食肉者断大悲咒，食肉的话就会断掉大悲的那个种性，大悲我们都是大慈大悲，慈就是娱乐，悲呢就是保护，所以我们要了解我们佛性里面就有四无量心，慈悲喜舍具备的，是我们佛性里面本来就具备，有这个悲大悲。那么汝等当知是食肉人，众得心开是三摩地。那个吃肉的人，他已经心开了，就是能够领悟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是好像三摩地，好像正殿，皆大罗刹，全部都是这个大的罗刹，就是鬼这个报中必成生死苦海，它的果报到达终点的时候一定呢就沉入生死的苦海，就是有生死了。那么非佛弟子这一种人不是佛的弟子。那么如是之人相杀相吞，相食未已，云何是人呢得出三界？所以这一种吃肉的人他们相杀相吞，所以我们就看那个肉，肉呢那个外面那个是阴阳门，那上面呢那一个人半阳半阴，在上面出那个门的上面是阳，在那个门的里面是阴，那个底下那一个人是全部都阴那我们吃了肉，你看上面那个半阳的那个点落全部都阴啦，下骹迄个全部阴，伊浮起来，佮一半阳，所以人吃人啦，所以要了解说畜生道之前也吃得到，伊做人做了歹，欠人的地无爱还，所以畜生去还债，所以我们要了解到我们吃肉就已经吃那个我们自己亲属的肉，有时候要了解说你养鸡然后抓来杀，
那个啊前一世啊是自己的那个亲属啊，家己的阿姑啦，起码家己也来台吃菇的吧。我们都不知道，吃得很高兴，好吃好吃，要不要再还给他吃啊？要因果所以我们要了解不要贪那个口腹之欲啊。我们从这个嘴巴一进去到喉咙啊，有多长？只有3寸啊。我们贪这个3寸的胃啊，你看要杀很多众生啊，所以我们这个假车为郎一生啊，你看杀多少生命？当然到还本来一生啊，要好几千万生啊才还得完，划不来的，对不对？划不来，所以呢，我们不要吃不能说这个东西很好吃啊，吞了都吐出来才假的。所以进入喉咙以后啊，它全部味道都变了啦。你个吐出来个吃看卖你吃不落呀啦。一定拢吐一下。所以我们了解说，都是香伤的香吞。相识啊，味就是一直啊你吃我吃你啊，第二吃到拢无休困啦。那个语啊就是停止都没有停止。那么允和世人啊，得出3戒。这种人怎么可以脱离这个3戒？欲界、色界、无色界。那么欲取啊，将如来语啊，传世末法就是释迦牟尼佛要阿难将那个释迦牟尼佛讲的如来语啊，要传世要传，然后开示啊到末法。我们现在是属于末法时期。那么即为救正，就是不要一直相杀然后贪那个口腹之欲。那么当以自知就要用智慧来知道。吃食肉人呢纵使修德站得心开，亦不过呢相似三摩地能够心开呢，那只是相似的正殿。那终归呢，真实的三昧不是真实的正殿。那么现生皆大罗刹，罗刹就是鬼报尽他的这个果报尽的时候寿终必存生死苦海，永为鬼类都一直当鬼儒教神修三摩地刺断的杀生那个手段贪淫，然后刺断的杀生，是名如来仙佛世尊呢第2决定清净明慧就是明确的教导是故阿难，若不断杀，修禅定者，譬如有人自塞取耳高声大叫求人不闻自己把自己的耳朵塞起来，然后高声大叫求人不闻讲大家拢无听到此等名为欲云密路就是要把它盖起来，可是越显现出来清净比丘及诸菩萨依其路行不大生吵就是呢清净比丘以及呢诸菩萨在那个不是非常正路，正路呢拢车咧行较无生草起路呢就是迄较细条路有拢生草的路不大生草，就是他脚不踩那个生的那一些草况以手把踏呢脚踏都不踏，何况呢用手去把云何大悲取之众生血肉东食。为什么具备大悲的我们这一些人类，然后取那个众生肉来吃比喻仁慈之心尤及草木，云何大悲呢取众生血肉以充滋养，任意食啖也肉之比丘不服东方这个丝帛棉坚棉是即是此土这个血履裘胆乳肉呢醍醐
如是比丘呢，于是啊挣脱，筹还宿债呢，不由啊三界。那么这一段呢，就是欠断杀，必须要身断，方可脱离啊生死。然后服啊有两种，服食及服用。虽一看呢不服，虽经立论呐，所明，不无轻重，如失眠，颠簸，则大小圣啊皆严禁，以其害啊多命也。这个薛离求谈，小圣的一项呢，听许；大圣呢，亦不前则啊，以其非专位置而害命。如醍醐，大小啊并许。今言吧，以能不服则逆善，不服更好。那你服也没关系。如是比丘呢，子服已经断，于之世间呢，真得解脱。然果服啊尚存。不过呢，重还宿债。筹还宿债啊，债务还清了，就没有。现前产子寂尽啊，无复啊续生，故啊不再来三界受生，所以呢不再有啊这个三界。何以故？夫其身分呢，皆为彼缘。无疑啊。有了，又有了，可能是有一些不要我讲，不要我讲，声音就没了，又有声音的时候，可以了，可以再讲了，夫其身分呢，皆为彼缘，如人食其地啊，地中的白骨，质啊不离地，必使身心呢，移之众生啊。肉身、身分、身心二土啊，不服不实。我说世人啊，真解脱者。如我此说，名为佛说；不如此说呢，即颇许说。这边呢就是讲，我们吃，像说地中白骨，我们都吃五谷啊，没有那么多白骨，我们吃五谷啊，五谷都从地啊，生发出来，所以我们的脚啊，都不离开地，因为跟它结的缘啊很深，所以佛就讲，我们不吃那个地生的东西啊，我们就可以活了，因为我们所吃的都是地生长，所以我们跟地结的缘啊很深，深不深？不吃可以吗？不吃就死掉了所以还是要吃那么服众生的身分呐，此四年等，虽非身肉，然亦是啊，离身之分，用之之皆为彼呀，结不离之缘，该以啊已经结下了不会离开的缘分。如人呢，食地中白骨啊，脚不离地。我们吃地生长的东西啊，所以我们的脚都不离开地。白骨那个物理论啊，里面有讲，道者啊，耕鲁之种名；良者呢，食己之种名；俗者啊，种豆之种名。三谷呢，各20，合为60。吃果之食各20种，为白骨，就是白骨。必使身心呢，移之众生啊，肉身身分，使比丘之身心，以有情的众生，肉身呢，为肌肉骨髓；身分呢，为球坛乳肉等。那么身心二土啊，不服不实，无情啊无家，为呢非但呢，身之以众生身及身分啊。不实不服，而心呢，亦无一念呐，贪求服食，是身心二土啊，既断。我说世人啊，真解脱者，
如我处修三摩提，次断呢杀生者，是则名为佛说。举以从之。不如此说即魔王波形所说。时候呢不爱菩提适当的掩之。所以不要听魔王这个波形说。那么阿难，又护世界六道众生，其心不偷。所以我们了解这个偷也列入在基本功夫里面，则不随其生死相续。汝修三昧本痴尘劳，偷心不持，尘不可出。纵有多智禅定现前，如不断偷，必落邪道。上品精灵，中品妖媚，下品邪人。知昧所着彼等勤学，亦有徒众各个诸位成无上道。都一样。那么此段偷道，偷跟道偷比较小，道就比较大了。非但道人的财物，乃至言行诈意，全祸无事，虚取希望得到利养，全部都算。不为身无偷盗，而且心无偷盗之念，方为真持戒者，可以修三昧，就可以修正定。那此中不言身不偷，道者以心且不动，何况身也？心都不动心，那么身当然更不会去做。那么不断偷则往复增长。你偷他的，你还要来还他，会接续所有的生死，怨尘讨厌凡尘，方可出尘，才可以脱离这个凡尘。那么贪事岂能业事？贪这个世间的东西怎么能够超越世间？那么终有多智禅定现前，如不断偷必落邪道，邪通闲事炫耀，在凡尘炫耀，非禅智不能花。那么既以禅智来帮助偷，那么必当堕落。上品精炼，到日夜的精华，却偷却天地的灵秀。那么富山偷水富人祭祀，就是要人家去祭拜他，那个也算是偷。那么中品妖媚，道人物之精义，却山林之气刃，为良为王良，魑魅魍魉，思辨咒内者，就是那么下品邪人叫做复性玄曲，机心邪僻，魑魅所着，为精灵之所护，被妖媚之所迷，妄言欺世，欺骗凡尘，诡异惑俗之类，这个迷惑凡俗那一种人，皆这个带偷纠缠。那么此也其类不一，不是只有一个，所以讲勤学全部都不正，很多都不正。我昧度惑末法之中，多持要挟畜生世间，潜逆奸欺称善之事，各自为以得上人法。上人就是菩萨，上人法、菩萨法，贤惑无始，这个仙药迷惑没有知识的人，恐令私心，所过之事齐家好善，伊若行过一寡财产拢去互伊安尼怪怪去。上人即是菩萨，以积声闻上故，声闻之上。那么此未得，未得还没有得到，说得到了；还没有证悟说证悟了。
学师啊致富诶，他自己很致富，家己家摇摆啊，这个下诈后，这个诱乱祸乱，诱惑呢迷乱，闲惑呢无事，先要迷惑没有知识的人，恐令其人啊失于本心，亡其知见，所致之事啊，令其家财啊耗散无余，伊若去到倒位啊，一寡家财拢去互拐过去，拢无钱啊。我教比丘啊，寻方起食，令其啊舍贪，把那个贪舍掉，成了菩提道。知比丘等啊，不自守时，即缠身。所以佛制定戒律啊，蛮严格。比丘呢，不可以自己啊去煮饭吃啦，自己煮饭吃犯戒啦。一定呢要去托钵。所以既啊在凡尘，就是把这一生啊，已经啊就是缠身了。履钵三界啊，那个陆地啊叫履，海上叫钵，就是在三界，欲界、色界、无色界啊，在这边呢，履行啊，失意往返，就是啊到凡尘来，最后呢去无往，不会再来了，不会再来当人。云何劫人啊？假我衣服，披犯呢如来，就是啊穿呢，那个袈裟，然后呢这个贩卖啊，把如来挑到呢这个十字路口去卖，造啊种种业，那么皆言佛法，都是说这个是佛法，切非出家具戒比丘，不是呢那一种正是啊。那个具备戒律的比丘，已经呢正式出家，他们为小圣道，由是一物啊无量的众生堕无间地狱，所以或者都时常讲，要去地狱自己去了就好，不要带了一大堆人去啊，家己去就好啊，先以己教啊，相比相形，循就是顺。方呢，就是地方所在处，我教比丘啊，循顺地方，这个所在处所而行啊，即实法，令其呀，舍贪为菩萨道，就是把那个贪心呐，舍掉，因为这个贪啊最难舍掉了，所以佛呢制定戒律里面啊。第一个就是把那个贪啊，列为最重要的那个要去掉的一个重要的内容，贪，贪为烦恼的根本，根本啊既然已经舍了，之末啊自己啊就孤了，就没有根本啊，之末伊就打去啊，都袂个开花结果无去啊。烦恼离而菩提呀，可以成。其同妖邪呀，玄异惑众，那个妖怪邪魔，这个仙药啊，那个跟凡尘不一样的，来迷惑众生。贪图利养，就是要众生供养，造呢生死业，造了很多的生死业。那么我教呢，比丘不自守死。袂使家己煮来食，家己煮来食，你就犯戒律，令其啊知身是幻，要互伊知影，身体啊是假的，是幻，物是无常，领悟啊，我们凡尘一切呢都无常变化，不过聚居呀，过客于此，我们呢，聚居在凡尘，是一个凡尘的过客，很快就过去了。无非借此三界啊，肆意往返，自此已去啊，无复再返。这一生过去以后啊，不会再来了。所以我们呢也是一样，要努力修持。这一生过去啊，不会再来了。各位要不要再来啊？还要花心很大再来度化众生。
如是行此方为佛此。那么允和贼人为内心窃取异养，外貌假借那个僧仪那个僧人的那个仪容这个必犯如来在卖这个如来不着这佛衣，不能起信于人犯法为难造种种业皆言佛法说法华说非华这个伪言意行咸惑人心，无所不至皆言是罪上一甚佛之正法，却毁谤真实大乘菩萨之行贻误无量的众生堕入无间地狱说这个罪过很大。若我灭后其有比丘发心决定修三摩提，就是决定要修正定能以如来形象之前深燃一灯烧一指节，即以身上乐意相助所以我们这边大概看一看的就好此教舍身为因若我灭佛，其有比丘发大圣心，决定捐去知有为相修三摩提，能以如来形象前深燃一灯。那么此事含虑有四生道业累世之间都有偷盗那么障碍真修。那么佛教如舍身的威因修法一切难舍无过己身很难割舍就我们的身体。那么能以如来向前烧一指节，于身上乐相助藏佛神力消那个往昔累世的障碍只为求佛名，辞掉现在的执着。那么此为舍行，难舍能舍，系起定消宿业往事所有的罪业都消除了。我说是人无始是债一时筹避这么多的债一时都已经还完了常依世间永脱之肉，虽未明虽未即明无上觉入，世人以华以决定心所以还没有了解那个无上觉就是那个成道成佛的那个地步。可是一定决定心心已经决定了。世人无始事业道在一时筹避何以舍身为因即获如是的善果也。道则取他财利养此身我们偷盗都是偷取别人的钱财来养我们现在的身体。那么今则舍难舍之身，供养于佛，一念舍心即是大智慧光明。无始是在，无始的是在即是黑暗。那么明能破暗离固然也常依即永持世间即有漏的三界，永脱之漏。所有的漏就是烦恼都脱离了，为永远脱离见思之漏而出生死所以见后思后全部都脱离了虽未明无上的觉入信之必得，觉之有疑心所以信之必得，一定会得到无上觉道所以决定已经决定了，没有怀疑心。若不为此舍身为因，众成无为必还人筹其数债所以我们要了解因很重要，绝对不要种因，种了因我们就是要来接受果报所以非常重要
所以佛就讲本身如我马脉正等无异，这个后面有解说解说这个释迦牟尼本身的遭遇。色肉呢不为此，舍身呢酬常为因，以求忏悔灭罪则众成佛，必定还来生人间，酬其宿债一定过来还以其呢夙业未尽，这个往事所造的业还没有了清，如我在呢毗蓝意中持马脉的宝无有异食迄个买咧食的迄款食物，然后释迦牟尼佛在吃那个是这个接受果报。那么《兴起经》里面就有记载往昔这个舍卫国毗蓝依阿耆达王请佛以500比丘呢3夜共斋3夜90天这个时有摩鹿王宫，迷惑呢王心单以五欲就是我们身体这个五欲眼耳鼻舌身5个都要让它满足那个欲望，所以五欲是最厉害这个单以五欲。那么共斋呢6天就停止了。那么又指意内积谨就是收成不好积食不得那么时有马师将给马吃的减半拿来呢供佛一生要给马吃的把它减一半一半呢拿来供佛及僧人。那么佛就吃马脉是90天所以从那个第6天只有呢供第6天，第7天就开始吃马吃的食物，一直到90天。那么这个时候王醒悟了向佛呢求这个忏悔。那么舍利佛询问释迦牟尼佛这一段的因缘。那么佛呢他就讲说，过去毗婆尸佛的时候，那么有王请佛即生那么佛生时已为病比丘请1分食，说那个生病的比丘我们带1分给他吃。那么经过呢梵志山，那个梵志就是修道人，他闻香就讲那个坏话过曰此坑头沙门就是秃头啦无头壳无头毛，应食马脉，应该就要去食迄个买咧食的牛膝那么何以甘转？为什么拿那么好的东西给他吃？那么所教500弟子亦如是收所以这是因那么尔时梵志就是现在的释迦牟尼佛，那500弟子呢就是现在的500罗汉。那么只因为往昔就是讲坏话讲那个佛身伊拢会生产摕遐好的物件好吃知道意思吗？所以往后我们嘴巴不能随便乱说乱说会有报应这个就是报应了你讲好伊你摕个遐好吃摕拄食好食就好了，那往后可能你就要吃那个猪吃的东西了，了解意思吗？所以这个种因很厉害那个因一种了，果报又要去接受所以佛呢他可以把那个因果全部都讲出来那么上点报何况到他财物那个只有讲话而已都一定会接受果报了，那何况呢偷盗亲彼身分自应酬债，一定要还债要知道佛
不食于业身，真佛离之啊，根量，那么换谁啊受报，所以啊，就为了造业的众生啊，这个事啊，就是开始啊有果报，令我们众生呢会产生那个恐惧之心，所以现在呢就引用来讲，以证悟啊那个宿债必酬，一定要还宿债，所以在凡尘啊，不要说吃人家的钱很高兴啊，不要高兴啊，一定要还的啦。你不人道不想还呐，就让你当畜生道来还。出生一只鸡啊，还200块；一只猪3000块；一头牛啊，12000。你要出生什么？还债的时候啊，鸡是比较快了，几个月就可以被人杀了，可以还债了。可是才200块啊，涨价了现在300了你们去马来西亚一只鸡多少钱？不知道，都不捌买真轻所以儒教世人修三摩地啊，后断偷盗，是名如来仙佛世真啊。第三决定啊，清净明慧。是故二难，若不断偷啊，修禅定者，譬如有人水灌啊，漏汁，漏斗啦。我们有用吗？漏斗。那个一个口大大的，一个底下小小的，把那个要装进去那个瓶颈的地方，我们就用那个，倒了水漏了对吧？很快啊就漏下去了，所以啊，欲求其满，众经成劫啊，终无平复啦，倒了的水漏掉对不？对不对？会满袂？搁较倒嘛倒袂满，都拢水流掉去啊！所以要求贪够满，不可能。肉之比丘啊，衣钵之仪啊，分寸啊，不许71分啊，施恶众生。所以要了解说佛制定的戒律啊，这个比丘啊，就是3粒衣钵，能够拥有的就这样了。只有3粒衣钵，不能再有旁边有东西，就是不要有依赖了。有依赖呢，成不了道，成不了佛，所以不能有身边有东西，然后分寸啊不虚，1分1寸啊都不除虚啦，都要无半行一无所有才可以，才真的修道，那么起食1分假如说起食，因为都是居家，有时候会起食很多，然后自己吃不完，不能说我现在吃不完，留着下一餐吃，不可以不可以留，要呢施恶众生，布施啊，给那个饥饿的众生，要给同行的比丘吃。然后同行比丘都吃饱了，要给一些饥饿的众生吃，不能留，不可以说这个很好吃，我这一餐吃不完，留着下餐吃，犯戒不可以，严格，很严格一无所有，因为一无所有很容易到无起，对不对？我们都拥有太多了，所以到不了了。这样各位知道努力的方向吗？舍了把它舍掉，舍到一无所有，你就到无起了。要不要到无起呀？要就要学舍能够舍。淫1杀2偷3，淫能障定，障碍我们正定；杀乃违背慈悲的心。那么离应先断，偷呢居后，那么
是酒杯肉质虽带偷之心，随呢比喻定慧自随入于带偷的心中，望其成就圆通，如以随贯肉质欲求其满随贯呢随肉，众经呢成劫总有平复拢灌袂甜啦。肉之比丘3依一钵以外，分寸不许蓄积，不可以持续持只持不贪也，全部都不贪。那么寻方起时，设有余分呢尽施呢饥饿的众生那么此作此不牵令不会一仙钱拍24个角何之呢则断贪吝心。一大集会合掌礼众有人这个透力同以称赞，必使身心二具坚实，身肉骨血以众生共，不将如来不了义收那个不了义收不收出去，回为己解就是回过来是自己这个理解，以悟出学，佛印世人得真三昧就是正定如我所说名为佛说，不如此说呢，即破乱的慢心就是我们骄傲的心慢。那么观实相的平等见人是佛这个透力同称赞，红妈红配嘴暖跟你称赞拢一样。观观的冤亲一相，融入无关这个融入都跟我们自己的佛性无关断那个嗔心生气的心，身心的技能捐舍断了痴心贪嗔痴魔则我执跟法执一样也断了。身肉骨血与众生共，则转贪嗔痴慢而成同体大悲。观此苦空无常无我不净之物身邪身肉骨血既皆呢可以布施可舍施作佛事。那么此皆成就无偷之心依报正报依正恶报这个断持偷心，于佛法上呢亦除去偷心。如来不了义收是全理之计那个方面法门是全理之计。那么不以此回复这个就是自己为自己解释，以悟痴邪，能如是呢偷心峻绝，一念呢成真，即证圆通体就证悟这个圆通体。而那如是世界六道众生，虽则身心无杀盗淫三行于眼若大妄语，及三摩地不得清净，成爱见魔之如来种这一段呢就是了解妄语戒就是要戒妄语，不实在的话你就不要说。妄语呢有2个一个花言不实为小妄语妄称呢正果就是自己已经正果位了为大妄语。那么此中呢所断大妄语也断这个大妄语，不为口不吃呢小大妄语，乃至其心亦无妄语之念都没有光明持戒清净，可修三昧就是正定。无杀盗淫身心无杀
则持行啊成就；身心无道啊，则舍行成就；身心无隐，则幻行啊成就。故曰呢，三行啊于远，此许去啊，出离生死。若大妄语啊，即夺取啊，不出生死。以其有贪供啊心故，贪人家供养，贪取供养，求己啊，争胜，名呢爱魔，妄起邪见，谓以啊其圣，跟圣人啊已经啊相等齐，名啊见魔，爱魔见魔，既成魔啊，自不觉知啊，自己都不知道。那么生同啊罪梦，时从伦理。以众生呢，本有如来常心，为成佛之种。今为啊爱见恶魔所劫，所以讲失如来种，那个啊我们的根本啊，失掉。所谓啊，未得未证言证，还没有得说得到了。还没有证悟说证了，或求世间啊尊胜第一，为前人言，我今已得须陀洹国，斯陀含国、阿那含国、阿罗汉道，必之佛圣，实地啊，地前知为菩萨，求彼礼忏，贪取供边讲，消灭佛种。一边讲呢，就是已经啊没有善人了。如人以刀断多罗木，那个多罗木啊非常的高啊，现在我们把它的根把它斩断了，它那么高大的就已经死掉了，已经没有用了。那么佛济世人啊，求运啊善根，他的善根都消失了，无复知见。那个正知正见啊不会恢复，成了三苦海不成三昧，进入啊那个苦海。那么细数妄语，他的意思为在呢贪起供养，所以才会做大妄语。一边讲也叫做一忏提，就是断善根的人，叫做一忏提。那么善根断是为消灭成佛之种，如以道断多罗木，这个南印度这个见那普罗国之北有别多罗四木30余里，事业这个很长广很光润。那么知国呢师学全部都采用。那么其事以刀断则不复佛，佛济世人永运善根，就是他的善根都已经断了，无复正知正见，不会再恢复。成人三途苦海，纵有禅智成之魔业，不成三昧。所以我们了解都是在三恶道三途之中受苦。我灭佛次之菩萨及阿罗汉，应身生彼末法之中，做种种行，度之人转，或作沙门、白衣居士、人王、宰官、童男童女，如是乃至渔女寡妇、奸偷土患，以及同事称赞佛圣，令其身心入三摩地，终不自言我真菩萨真阿罗汉，谢佛密因轻言莫谢。所以我们了解说，不能自己讲自己就是菩萨是阿罗汉，是什么成就，所以真人不入相，入相就非真人，了解意思吗？所以往后你听到人家在讲他自己一外熬都外熬，你就可以知道无熬了，非常平凡的凡人，比一般凡人还凡人，所以要了解到，像那个寒山舍得他们一经泄露身份马上就是要
因呐，袂使搁伫咧世间呈现，所以要了解说真人的话，都不能啊，讲出来，一讲出来都要马上爱无去。佛灭度以后，魔强法弱，这个魔很强，正法很弱，故啊，次菩萨罗汉应身呢，生彼啊，晚末法而胡正教，就会这个生在呢各个阶层，摧邪宗而救众生，把他们呢所标榜的把它摧毁，救度众生。那么做种种行啊，随类现化，随着种类，每个种类里面都有，度之啊，人转则出生死苦海，应何身得度啊？极限呢，何身说法？以妙观察智啊，观机啊，现行沙门自童女。如32应啊里面所说，那么如是乃至啊，云女寡妇肩托这个土饭，来菩萨呢这个摄熟利身呐，就是进入还俗，要利益众生，四摄法，先呢用布施、爱语啊、力行，同事跟他同事，是啊，同事摄。若不同其事啊，未免这个矫佛其心啊，不相顺从。若与其同事啊，意在得其欢心，以便呢，以其称赞啊，最上一佛圣，令呢观迷啊归悟，离苦啊得乐，转彼的邪心呐，令得正定。那么究竟不肯自己称自己，我真菩萨，真阿罗汉，泄露啊佛的子秘之音，佛子，泄呢佛子秘之音，亲言呢那个莫众生的学道者，亲意啊这个炫以晚邪之人，为此命中啊持有疑惑，因而世人呢祸乱众生，成大妄语。如教世人修三摩地，祸复啊断持知大妄语，是名如来先佛世尊呢第四决定啊清净明慧，是属于第四个。为此命中啊示现啊舍报，暗中呢有语言护主，这个住者啊不泄，泄后不至啊世间，泄露以后啊就离开凡尘了。那么允和爱魔见魔这个人祸乱众生，未得还没有得到说得到了，还没有证悟说证悟了，就成大妄语。儒教世人修正定啊，先断淫杀盗，后复啊要断的之人大妄语，必成呢无上菩提。那么此事啊清净修学之明慧那个教导。是故阿难，若不断其大妄语者，如科人粪啊为旃檀形，人粪人的大便，把它刻成旃檀的形象，欲求香气啊，无有是处。形象虽然是旃檀，可是它的本质啊，就是粪便，粪便就是臭了，你再怎么求香都求不到的。以妄语心行啊，欲啊这个前分，禅定啊在修，欲啊旃檀佛像，用妄语啊愤恚之因，求禅定啊法身之国，岂有是次不能够得到？我教比丘啊，直心道场，一素威仪啊，一切行中尚无虚假，允何自称得上人法？上人就是菩萨。为什么自己称得到呢菩萨的法？譬如穷人
妄号帝王，穷人说他自己呀，就是皇帝，自取呀之妹，这样呢会被真的皇帝啊把他杀灭，匡护法王，那个人王都是这样的，何况呢是法王？法王就是佛，如何忘却？这个佛怎么可以啊？去把它偷取来了？因地不争啊，果遭迂曲。求佛菩提呀，如是其人，亦随成就，是其呀。我们每个人都有肚脐，对不对？我们用自己的嘴巴想要去吸自己的肚脐，各位天贤试试看，没有一个可以试得到了。咱的嘴啊，要去接触到咱的肚脐啊，接触会到未？拢唔捌去验看卖啊！晚上回去的时候啊，洗澡的时候试试看，那个时候啊，就可以了解说，这个到达不了，肉之比丘，心啊如直弦，一切真实如三摩地，永无魔事。我应世人啊，成就菩萨无上之觉。这个佛呢就确定的说，但依正直之心及成道之常，我们一定要用正直的心来修道，一定可以成道，可以成佛。金明经维摩诘经有记载，直心呢是道场，以行至作恶四种威仪，乃至呢愚昧，一切行事啊，尚要正直，无得虚假。云何妄自啊？称谓得上人之法，就是菩萨法。如穷人呢，妄号皇帝，自起啊师妹家子之后，匡护法王，如何忘却？因地不争呢，果遭迂曲。求道求进啊，反退；求生呢，反坠。求佛果菩提，自不能成。如是其人，是啊，以口咬及肚脐，口咬肚脐咬不到。为自作妄语消灭佛种，更欲望随而成就也，绝对没有办法。肉之比丘心如弓弦之直，无有残取之相。那么心是是威仪之主，心直则是威仪中一切行门皆悉真实，永无虚假。则能直入三摩地中，永无魔事。魔行学显，今心直行真，魔不得变。我应世人定成无上之觉。无上之觉就是佛的意思。如我所说，名为佛说；不如此说即波行说。而如问色心，我今先收入三摩地，修学妙门，求菩萨道。要先持此四种律仪，皎如冰霜，自不能生一切之悦。心三口是心呢贪嗔痴，他嘴巴呢恶口妄言曲两舌，口四个，生必无因他生出来一定没有原因，所以不会生。而那如是世事若不遗失，心上不言，色香味触，一切魔事允何发生？如果我们心都不言色香味触，都没啦，色香味触都不接触，不会被它影响。而那先问欲摄其心入三摩地，允何令其安立道场，言之魔事？那么佛安定其意，总觉就讲如问摄心之法，
我今呢先说啊，自从律语，即是啊入三摩地啊，至妙之门，身心皎洁，丝毫无患。如是啊，则根本啊以此，自然能发生一切的智业。心三者啊，指贪嗔痴；口四者啊，指妄言曲疑。这个两舌恶口，皆为智业。那么今杀盗淫妄啊，从心啊止绝，乃至一念啊都不生，根本啊都已经除掉，则知末呢无所从生，故曰生必无因呐，不会生出来。如是世事啊，若能持守，不令一念啊，落入于四从中，则心常自觉。尚不言色香味触，知成事业，成一啊念住，这个成凡成啊，按照我们的念住，那么念觉了而成啊，何所依？完成它就没有依赖。而我们了解说六尘都依赖我们的念头啊，住，那我们念都没有，一念不生，念都绝了。那尘呢，它就无所依了。那尘无所依啊，我们就解脱了。六根啊都不会被六尘迷惑。那么魔脱呢尘入，那个魔一定要脱呢，这个凡尘六尘啊进入。那么尘亡了，而魔啊就无所脱，没有办法呢再进入我们身心。所以讲说一切魔事啊。允而发生，没有办法发生。若有宿习呀，假如说有往昔，还有一些习性，就是我们的那个四神里面的那个习惯性，不能灭除啊。汝教世人一心诵我，佛言光明摩诃萨达多波达萨无上神咒，无上这个楞严咒啊，我们以前有寄过来各位有没有诵啊？大有啦，看一两摆，上一两摆就甲藏咧大概要每天诵有一点困难。因为都很忙啊，这个萨达多摩他达，光明神咒，师是如来无见顶相，无为心佛，从顶发挥咒宝莲法所说的神咒，速生就是往事啊，前世前世。一直累积下来，那么习是后业习气种子人不识欲欲使人。我们假如说不使用的那个欲不指挥那个欲那欲会指挥我们人。所以我们是了解到我们要使欲呢，还是要被欲所使？对，要使欲，所以我们是主人。所有凡尘都是我们的仆人，我们要用它，不要被它用。所以一定各位假如说买那个智慧型手机一定要用它，不要被它用。现在很多都被它用了啦，就是我们都低头族低得很厉害。那个就是欲使人，欲使人即是这个宿习之始欲绝而偏懒，我们要清洁了可是都懒了很多尘垢，好正而固邪很喜欢正，可是我们都习惯在那个邪僻的那个方向。因然若有驱策而不能已，好像呢暗中有驱策，不能自己这个指挥。自己的佛性不能当家，那么欲除宿习用不思议力神咒，诵咒而言一心者，
有事有理。是啊，一心者，以能持之心持所持之咒，能所分明，相续不断。那么理一心者，能持之心啊，全心是咒；所持之咒啊，全咒之心。能所已经双往，心咒啊不二。心就是咒，咒就是心。咒呢是点光化佛所说。这里表真中之真，真之中是最珍贵的，密中之密，秘密的法门之中，最秘密的，借此来除掉呢那个深根蒂固的习性，摩诃萨达陀，萨波达拉，持银呢大白伞盖。大呢就是表示如来藏心，实以体，如来藏心之体。那么这个体没有对待，我们刚开始讲的时候它就是一个绝对体，没有对待。他们表如来藏心之相，都没有污染，离之妄然。那么伞盖表如来藏心之用。它的用普护一切，所有一切都在我们如来藏心之用底下。那么积极藏心故称无上，神妙莫测之咒，是如来无见顶相。无见顶相就是佛32相的第一个，就是最上，不见其顶。所以有菩萨呢，要看那个佛的那头顶跑到那个佛的上空然后看下来，看不到佛的头顶，不见顶相就属于32相第一项叫不见顶相，不见其顶，是顶华不可以见来见最高的法不能用我们那个见来见，然后从顶发挥光中呢涌出千叶的宝莲，有化如来咒宝莲法之中所说的心咒，以是呢知佛的心印，其体即是如来藏。所以这个咒是所有的咒之中最殊胜的咒王。且汝世事以摩登伽历劫因缘恩爱习气非是一生即一劫。这个佛跟呢阿难讲说，你跟摩登伽那个历劫的因缘，那个很恩爱的习气不是一生或是一劫。一劫就已经很久了。各位都还知道一劫多久吗？回去的时候拿计算机算一算，我们人的平均寿命10岁，然后100年增加1岁，每100年增加1岁，增加到84000岁，点点，然后人心思变，已经这个善到顶点就还恶，这个时候每100年减1岁，然后从84000岁一直减到根本的10岁，这样一增一减叫做一劫。可以可以算这个数目可以算得出来。安尼啦，一劫多久？就是这样，大概1600多万年，就是这样，一劫。所以摩登伽跟阿难，他们为什么那么恩爱？就是500世拢做人无，所以那个习气是不是深根蒂固？或许之前也讲，假如说这一生这一世夫妻非常恩爱，他们会相约我们来世再当夫妻，有没有？你们在家里有没有跟对象这样讲？我们来世再当夫妻，没有？
那来的时候，各位就要了解到，既然都是约定了以后啊，会呈现，可是角色啊会互换，先生问太太，太太对先生，那没有过去的就是声音，身体变过去的啦，那个女孩子的声音啊，变男人的声音，那男人的变女孩子声音啊。那个前生呢，又当夫妻，那前一世啊，就是啊，相约要来当夫妻的，就是可以看这一生这一世可以看到的，或者有看到，所以才会说。那么佛跟阿难讲说，我欲宣扬这个无上顶座这个最高的那个座。他们爱心啊，就永脱，那一种500世啊，当夫妻的那个恩爱的爱心呐，就脱离的，就成阿罗汉，那个摩登伽啊，就成阿罗汉，比上云如啊，说他呢还很喜欢做爱，无心啊修行，他没有心在修行方面，那么神力啊，明知。那个神力啊，暗中呢帮助他速证啊无学，让他就得到那个无学无生法忍。那么允和汝等再会声闻，为什么你们这一些在楞严法会这一些声闻求最上圣啊，决定成佛必如雨辰啊，扬以顺风，有何艰险？我们拿那个凡尘迄个涂刷啦，即马甲提罐罐甲落去，迄顺风是不是拢规个飞无去啊？对不对？就是很顺的那个意思。那么此显咒力啊，不可思议孤就呢近世来论之就最近的事啊来讲，如以摩登伽世事的因缘恩爱有加。非是呢一生啊即一绝，由来远矣就是非常远。一闻神咒呢这个米熏加披之力是许啊灭除，见佛稳华爱河啊就干枯啊，故曰爱心永脱成阿罗汉。社会咒力啊，假如说呢不是楞严咒力啊处处是习，安得啊隐心啊是灭？怎么有办法？那个隐心啊这么快就灭除弃无为法已经进入啊无为法，就是我们那个佛性的本体。比上律语啊隐喻它沉溺在呢男女之间的情爱，无心啊修行。但有神咒呢知君之功，尚能很快速的证悟啊无学的果位，无法可学已经成就，没有我执也没有法执。因何汝等啊惑习为薄那个啊迷惑呢跟那个习性啊都很微很薄非同呢那个摩登伽啊尚为汝且无心修行。非如汝等啊求最上圣啊，决定啊成佛之决定自信必如啊以尘扬以顺风。那么尘比喻啊习气，顺风啊比喻神咒习气啊遇到神咒习无不辞啊习气就会除掉。有何艰难险阻之世代所以就是很快啊所以假如说感觉自己的那个深根蒂固的那个习性没办法改，那就诵咒，每天诵最少就诵1次啊这样久了你就会了解说力道有了，有力道可以辞掉完成事完成事啊没有那么强了。若有末世呢欲咒道场，先持啊比丘清净的净业要当选择啊戒清净者第一沙门，就是要选择那个那个老师很清净那个修持者的那个老师
其不遇啊，真清净生。假如说没有遇到，如戒仪礼呀，必不成就。那个戒律的礼仪呀，就没办法成就。这一段呢是明因业生变啊，精修律仪啊为其本。那么戒成以后着心净衣燃香悬居就是点那个檀香，诵持心佛所说的神咒108遍，然后结跏戒律道场，求以十方呢现至国土无上如来放大悲光来观其点。这个呢，我们还剩下10几分钟呢，留给各位这个提问，各位要把握10几分而已有没有要问的啊？刘讲师这边有问题吗？好，请说。说请刘讲师讲解太极图说。什么太极图说？太极图说。太极图说，那个要从无极啦，因为我们要了解那个太极已经是属于第2位阶的了，无极才是一个源头，然后源头它就是一个源，所以我们知道为什么知得一万事毕，就是把这一个源我们把它一切断，一拉直是不是一？然后一浓缩是不是1点？一拉就变一一牵起来就是圆，圆就是一个本来无极然后把它切断以后拉直变一，你知得一万事毕，你知道这个一万事万物都毕业了。就已经全部了解，所以我们就是要知道这来源，然后把它浓缩，把一浓缩以后就变1点，就是我们接受那个点是1点，那个就是受记就是我们已经公圆果满，受记1点，所以这个整个我们就是要了解到从无极，我们呢一念未动。那个时候无极，然后太极我们讲太极的时候那个一个圆里面已经有一个 S 一边白一边黑，白之中有1点黑，黑之中有1点白，有没有？那个就叫太极然后无极太极已经形成了，形成以后这样呢就叫两仪无极太极两仪形成，然后再接着下来就形成4象，然后4象呢就形成8卦相中相凑8864，整个天地数就完成。所以我们要了解到我们的五字那个真经就是这整个无极太极两仪4象8卦相中相凑一个构成，全部都在五字真经里面，都在这里面。所以我们就是要了解，我们在持诵五字真经就是把我们整个所有的，不管是从开天辟地一直到收天收地都全部包含在这个5个字里面。所以到我们的合同也是一样它从你看我们不是在算命都会这样嘛有没有都是这样算然后从这样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然后子亥相掏中报，能脱九九大劫灾，有没有？所以我们要了解这个三宝我们所求的三宝就在我们身上浓缩的一点就是我们的佛性本体然后五字真经就是属于我们的般若妙智慧，然后呢合同就是我们的那个所行为出来的
那个万行就是我们的行为，所以佛法僧三宝都在我们身上，我们要日用啊，都用三宝，不是来佛堂才三宝了时时刻刻啊，我们都要用三宝，它不是说你要住在形象里面的三宝了，就是要用，这样会吗？还有吗？这个太极图收就是这样收，简单扼要。还有10分钟还有谁要问？把握机会难得。上个礼拜不是还都问得很好吗？什么叫无遮？什么叫独觉？那个你看你问了就了解了啊。你不问的话，有时候都会朦胧不太了解它里面的内涵。有没有问？云讲师，无余涅盘里面讲到后面有一句说无乐之乐是为真乐，那无乐之乐是什么？既然它没有快乐，为什么？所以我们都住在文字啦，所以我们就是了解到无乐之乐，它不落入有，不落入无。假如说我们有乐，那有乐就生灭啦，它有过去的时候，那有乐有不乐的时候，那就是两边。那无乐它不入有，也不落入没有，它是永远在一个状态之下，是很殊胜，是完成所没有的，那个是永远都是那个样子。用文字把它表达出来，我们不能住在文字啦，是这样的。这样了解意思了吗？无乐之乐才是真乐啦，所以我们要超出。后学不是时常讲吗？你不着有，也不着空，不着亦有亦空，不着非有非空，是什么现象？那样就对了。这个无乐之乐就是不可思议啦，因为它不着有，也不着空，不着亦有亦空，不着非有非空，就是那个状态。叫做无乐之乐。还有吗？好，请说。有讲是佛经里面有一种叫无计，就是有的那计算的计，不晓得这个无计到底是什么意思？计算的计。无计呀。对，无计。这个无计。一般呢，是那一个我们入计的计啊，无计，没有这个算说我们计算的计啊。你是算无计没有计算的计，还是没有入计的计？一个言在一个自己的计，无计。所以呢，我们就是了解到，有很多呢在问那个释迦牟尼佛。说世界有边也，世界无边也，世界有尽也，世界无尽也。那佛他会回答无尽，无际啊，就是你不要研究，因为呢，先有鸡呢，还是先有蛋？各位先生，先有鸡呢，还是先有蛋？因为这个吵了几千年了还吵不到答案出来啦。没有鸡哪有蛋？没有蛋哪有鸡拢无答案出来了。佛就会讲无计，就是你不要研究，你研究浪费时间，浪费你的生命。都会用2个字啊，无计。那个无计还是你不太新啦假如说太老的一些那佛根本就不回应，莫会吗？莫点啦，你那个问了伊拢点，那个也叫做回答。什么回答？自答。自啊，上面一个是，再一个直，搁置啊，搁置的答，自答。了解吗？
就是讲不爱给你答啦，已经把你的回答都各自放着，安尼。所以佛经里面看到无记啊，就表示那个问题不要去深入研究，会浪费我们的精神。这样，还有吗？好，你说。刚刚讲那个寒山使者嘛，他们一说就说他们的前世是文殊跟普贤，不晓得这样的。哦，对对对，因为他们可以说是现在完成了，已经大概那个在那个景德传录跟武登会演记载，说大概有500世啊，视现在完成有500世，可是视现的时候都跟我们凡人是一样。就是你看不出来他是文殊普贤，看不出来，就是一般人啊，而且他们做的工作又是很普通话，去厨房煮饭啊，做火头棍啊，所以连寺庙迄庙的人遐知客僧啊，遐内底遐主持遐内底所有的遐比丘，根本看袂起对无？迄厨房咧做会上辈分上低啊，可是他们就是视线很普通的那一种这个形象来完成。那完成他们都是教导度化众生啦，都是有。因为这个烘干和尚，烘干和尚啊，就有一次啊去治疗一个新的那个地户啊，地户的那个官，那州的一个长官啊。他生病不好，他要赴任伊迄个病者无法度去就任，只有那个烘干和尚把他治好。就甲问讲你是伫倒一间迄个寺庙？伊就甲讲这间寒山蛇德大的这间庙安尼啦。然后他要就是要来回报，已经就任的做官，还要倒转来感谢这个烘干老和尚转来时阵，转来时阵要找这个找这个烘干和尚找无嘛，找无迄个烘干老和尚甲伊讲迄个你去的迄个所在有迄个师家。迄个普贤，讲文殊菩萨甲普贤伫凡世间伊讲有，但是他们是寒山跟蛇德，他就真的去那个寺庙找寒山蛇德，然后他们在吃饭一听到有人要来找说那个烘干老和尚介绍的，他两个一听。因若莫讲，阮就点只煮饭过较好过日家，这互伊讲尔，煞无安尼全隐遁啊，全无其实袂使啊。所以他们因为一方面一直跑到深山躲进那石头里面就一直念烘干老蛇，烘干老蛇，老蛇知道吗？知道吗？不知道啊？高威啦，老蛇啊！你若嘴你莫讲就好啊，你莫讲，阮两个还佫多较欢喜噻。你一个讲无阴顿起来煞袂使。尾也着甲迄个地府讲，伊讲迄个阿弥陀佛，你毋去拜，你来拜阮这要创啥？哇！那这声用烘干老和尚，都爱佫阴顿起来，因为烘干老和尚就是阿弥陀佛。因全互相拢讲出来互相拢全无去，所以一讲出来以后，你互知影身份袂使佫见人啊。所以我们就是要了解到真人不入相啊。你入相以后，你就要退隐，你都要硬起来。袂使搁再完成视线，这样了解吗？很有意思。还有4分钟，还有吗？好，请说。有请一下老师曾经在那个《肺部13章》里面提到，要开始心理系统班，除了听以外，还要每天做1个小时。他做的方式就是
就有姐姐说是随时随地都可以做，行住坐卧都可以做，包括开车、炒菜、上课、工作都可以。那是怎么做比较好？对，因为我们修道或者一直强调，修道在日常生活之中，行住坐卧都是在修道。不是要找时间，是要找地点。你找时间找地点，那个都不是道，道在日常生活之中。所以我们在日常生活之中，我说要怎么来做啊？老师要我们做1个小时啊。其实1个小时不多了，为什么？很快。假如说你已经没有那个重要的事要做，你静下来，然后恢复到你的佛性本体大概只有一刹那，不用几分钟1个小时就过去了。甚至那经过这久不那1点钟呢，已经4、5点钟过了呢。可是一定要一段时间你努力啊，努力进入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那个时间真的没有办法约束了，把咱受不掉啊！那时间在过它刹那都已经很久的时间了。所以你假如说爱个经过几点钟，你赶快进入你佛性本体，几点钟拢过就够了。那个人要手都爱记不要失约了，因为那个时间很快，还1分钟，可以再问1个问题，有吗？好，请说。或者那个有讲上面姐有说到解嘛，刚才那个廖老师说到1，那解1可以通天地。解。对觉，对，觉跟它是文字不同而已，是一样的。觉就是一就是觉。对，觉跟我们知得一，万事一就是道了，代表它是以文字来代表，然后觉是我们那个佛系本体的另外一个名称。那我们可以了解说，因为觉落入身体以后有生灭的觉跟不生不灭的觉，那我们一定要能够分得很清晰啦。你是属于生灭还是属于不生不灭，一定要知道。那个不生不灭才是才是佛性本体。那生灭的，我们因为都被生灭迷惑了，我们追求生灭，不追求不生不灭，所以我们差别在这里。对那个生灭的感受很强烈，对不生不灭无感无觉，就是这样。下个开始，各位讲师、各位坛子、各位前贤，大家好。谢谢三道天师德、老千贤大德，以及感谢各位前贤给佛学机会学讲。我们来讲到162页，对吗？对。168。168。从而难如是莫是这边开始吗？道气成就。这边解说的这边嘛。好，放大悲光来观其点。这个道气成就，魔不得变。所以我们要了解说，这个真道真修就有真考。所以我们也了解说，
假如说我们很努力啊，很认真的修，那真的就是会有魔考，因为魔他希望我们都当魔子魔孙啊。那假如说我们努力修道的话，把魔功都打破了，所以他会很反对啊我们认真的修成道成佛。所以修真的过程之中呢，我们就是要坚定啊起信心，信心过了啊，那一切啊都迎刃而解，都没有问题。怕我们自己的信心不够，就会这个遭遇到呢很多的磨难，所以只要我们这个道气呀，能够成就，就是呢我们修道啊，对这个道。也就是我们呢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那就是道体。那我们这个道体呀，道气呀成就了，就是已经透彻的认识，然后呢培养茁壮长大，那才叫做呢道气成就。那魔不得变，随力或薄，或着心衣。或喜令境，表里具节都很清洁，兰香以熏其事，就是我们点这个檀香，让我们居住的地方都有这个香来熏，玄机以摄其心，就是没事的时候我们收摄我们的心能够回来，心处交心，地方所在，我们的心跟地方所在都呢能够非常的理想，心也都在，然后呢居住的地方也都能够呢有那个檀香有香呢，就是熏习。所以我们就是要善用，善用那个檀香。各位要了解那个檀香一燃点了以后那所有的幽冥鬼魂、魑魅魍魉凶神恶煞，他都没办法居住他一定要离开。然后我们人只要这些干扰我们情绪的。都这个离开了以后我们很容易清净，所以有时候我们心定不下来，很多会那个无形的干扰，可是我们又都知道，又被现在的凡俗造化那个引诱力量很大，外面的那个花花世界都会诱惑我们。然后我们呢，大部分的定力都不够，这样的话呢，那有一些它就会干扰到我们，那个修持，所以我们把这些都已经赶走了，我们闻到檀香无形的赶走，已经都不见了。然后我们一闻到那个香，那个心也清，这个呢。不管是事，不管是离，对我们都非常有帮助。所以我们呢，这个就学着去买那个檀香回来点。各位都有这个点檀香的习惯吗？没有因为或许以前在后天庙就知道那个檀香的厉害。我时常去帮人家尤其台北迪化街那个都很深，他的房子从一进门以后到他的那个后面非常的长，就是积久了一方面都比较黑暗，也比较潮湿，那住起来对我们人来讲是就不是很理想，那又很多无形的因为房子久了。很多无形的都在里面，所以我们就建议他们这个能够点檀香，
那因为梨花街的都是比较算是说以往做的生意比较大所以说钱比较多了所以他们有的那个就去买那个乌檀。那乌檀在或许那个时候民国大概几年，40几年，50年左右那个1两的乌檀是300块，那么早期1两就300块，可是那个香真的功效非常好，买来点了以后他们里面的那一些无形的一走开了他们自己居住的人都能够感受到，整个一直都跑出去了，一点了以后那个香一发出来，那整个无形的都跑出去了，就是那个味道让那个屋子里面居住的人去闻到，怎么这么样我们说水血经离开了，你们居住就平安了，就没事了。所以因为我们还没有这个就是用到那个乌檀，我们普通我们这个老檀那个就已经很不错了，对不对？那个时候1两是30块，我们那个老檀1两30块，那乌檀1两要300块，差那么多了。现在更贵了，因为那个乌檀都买不到，现在更贵，可能那个时候300块，现在我想1两可能大概要3000块，所以我们买那个老檀就好了，新檀新檀比较刺鼻老檀的我们闻的比较适合，然后又能够使我们的情绪稳定，所以老檀就可以了。买回来以后我们不要一直拿来点，因为它很快就点过了。我们跟我们那个香末牛肤香末搅拌一半一半，把它搅拌，然后才点，它会慢慢的慢慢的燃，没有声音了。是加进去就可以了。就是这个接收的这个问题。所以这个是科技对我们的帮助了，让我们能够这个能够看现场我们也能够听，然后往后我们又可以看，又能够回味，又能够去想，帮助我们更熟悉。只要我们对真理都透彻了解，不怕我们不去实行为什么？只你了解了以后它会促成我们行为动作，会一直促成去做。所以我们不了解就没有了。你了解了以后，一定会去实践。那你实践了，就进入整个行之作恶，进入道之中，那就真的很理想。那往后我们一口气不来身体还给天地，那我们佛性就跟整个宇宙虚空合成一体。那个时候我们回到本际了，就可以千百亿化身。
所以这边心跟地方所在交熏，然后如此诵咒神效意志，各位不是有拿一本那个小的楞严做的那个小册子吧？有没有？它里面都有注音我们按照那个注音念就可以。所以做各位浅显，我们是把那个换语换音，然后用我们的国字拿来填上去，所以所念的就是换音换语就是佛所说那个语言。所以你又不能把那个看到的文字又转成台湾话，那就已经不是他的咒的本来的。所以我们在讲说南无萨达陀切多阿罗哈比三藐三菩提心，这都是梵语用我们的国字把它呈现出来。那要说我们诵得很熟悉的话，大概6分钟，2620个字，427句，大概6分钟就可以把它诵完。我们最好就每天能够诵一次，然后最后面的心咒诵108遍，这样的话呢，对我们来讲，因为有很多的习惯性去不掉，我们借的那个咒的力道来帮助，所以这边呢佛会有说速习那个神效那个诵咒的神效很容易到达速习我们往事很久的那个习性就很容易这个清除掉。那么做诵108遍表呢108诀108诀全部都够了。青阳期有9诀，红阳期有18诀，白阳期呢有72诀，加起来108。所以假如说看念佛珠那个佛珠有3颗大的那个就是佛头，那有小的一个就是1节一个1节。所以念我们在念的时候1节1节1节一直过，然后有3颗大的就是有3个青阳期、红阳期、白阳期全部在这个3期里面有108的劫煞，很大的那个劫煞，那个我们都可以经过，就是过那一些灾难都可以经过。然后结界建立道场，那个结界就是建立那个劫难，或是呢那个戒场，就是那个做法事的一个地方所在像我们办道不是要有佛堂吗？这个叫做结界这样知道吗？建立道场，那么求以十方现世国土无上如来放大悲光来灌其点。那么此时已这个手感我们的那个神咒感应感召知佛影现，知佛的影就呈现，那么身心就可以受益，得到利益，行道无虑，要行道就没有挂碍了。而那如是末世清净比丘、若比丘尼、白衣檀月，那个白衣檀月就是我们老百姓普通的平民白衣那个织衣就是黑衣就是修道人，袈裟都是黑色的啦，黑衣就是修道的，白衣就是我们凡人
在凡尘的凡人叫白玉。那檀就是布施，越就是越过贫穷，檀越。说只要你布施你就可以越过贫穷，所以我们要了解说，很多不肯布施的人，他的贫穷就一定围绕着他。他肯布施的话，那个贫穷都过去了，越过贫穷了，那么心灭贪欲，这个心灭掉贪跟淫。所以我们要了解，我们佛性里面没有贪，也没有淫。上次我不是讲过吗？各位都还记得吗？我们修到这个无极了，我们回到本系了。我们佛性是一个绝对体，它既不是呢前道，也不是坤道，是一个绝对体。那我们进入绝对体以后要不要淫？要不要？不用了啦。所以我们只要进入真理，一真法界，就没有这个事。那也不用贪，对不对？我们贪就是我们身体要用那我们佛性没有形象，要不要贪？不用。我们怎么贪都带不走了，所以不用贪。可以说呢，我们只要把贪嗔痴都去掉，就恢复我们佛性的本体状态。因为我们累世六道轮回太久所以贪嗔痴已经形成很固定，变成有一点这个是与生俱来，累世都这样就变成了遇缘，遇到因缘那个贪嗔痴就呈现。那我们修呢，就是要修到使这一些贪嗔痴不管你遇到什么缘都不会产生，那就叫成道，道就成了。所以我们了解说我们大部分都是不了解到真理才会有贪嗔痴，才会有淫我们呢心灭贪淫，我们从真理着手了解说一真法界里面没有贪嗔痴，那也没有男女之间的情爱没有。持佛境界就是受持我们不生不灭这心佛性，我们不生不灭的这心佛性就是佛，所以持佛的清净的觉力，我们就是要自己看重自己。那么以道场之中呢，发菩萨愿，在道场发菩萨愿，出入造欲，出入的时候就是要身干净心干净都很清净。那么60行道如是不寐，就是不睡觉，经37日3721天我自现身自己人前摩顶安慰令其开悟所以只要虔诚那个佛都会来摩顶安慰因戒生定，因定发慧，所以戒定慧三无漏学都是要我们实际去做。一切的众生皆有佛性，皆可修习皆能成就都可以修道学习，一定可以成就可以成道，可以成佛。阿难白佛言世尊，我蒙如来无上的悲慧就是蒙受这个释迦牟尼佛无上最高了那个慈悲的教诲教导，心已开悟心已经开悟了，自知修正无学道成自己知道要修正到无学
无法可学，已经呢到达本位了，到达自己的本际，那个无学道已经成了。那么末法修行，就是我们现在末法这个修行，建立道场，允和觉觉合佛世真清净的规则。那么此而呢从勤修道场。那么无形的道场已经领悟无形的道场就是我们不生不灭的真佛性本体，这个是无形的道场。可是有形的道场如何建设还没有说故从勤之以利末法的众生无形已经领悟了，有形还没有说。那么佛告阿难：若末世人愿力道场，假如说呢，我们现在末法这个世间人愿力建立道场，先取雪山大力白牛，拾其山中回逆的香草。那么此牛为饮雪山的清水。那么其粪微细，可取其粪和单弹，以泥其地。那或许特别呢，把它说此一段细细的品味这一段不在文字表面而它的那个里面含义那么佛释迦牟尼佛是道场之建设离跟事双彰离跟事两个都把它彰显出来。那事呢一离成，离得事就明显显现出来非是呢谈离图状观瞻而已，不是说好看而已啦。那么佛告阿难末世众生呢障身越重我们现在的那个障很深，然后呢业很重，罪业都很重非见呢这个道场难以修道学习所以讲说愿力愿力建立立坛之地，恐有不敬故悉令图另外来找一个地方。所以这一段这个含义很深现在就讲它含义的部分雪山就表真如法性不变之离体我们的真如法性，我们佛性不生不灭的本体它不变。那么大力的白牛表示自性清净，根本之正智我们呢根本的正确智慧就是般若那个大力白牛非常有力道，可呢拖拔众生非常有力道可以拖拔众生。那么宣取因取饮食如华的饮食如华，拾起山中回逆的香草。那释迦牟尼佛常常有讲看这个经典里面时常都会提到说雪山有草名称呢叫做忍辱。那么食之可得醍醐假如你吃了以后就可以得到醍醐醍醐就是牛奶五味的最高醍醐一吃了百病都消除了那么丰肥油腻其分清香就吃的这个都是合法很符合真理。那么此牛为饮雪山的清水这个牛就只有喝雪山的清水。那么清水表正定清澈的彻见本来面目就是正定。
那么香草啊，表示这个三慧，3个智慧啊，闻慧、思慧、修慧。那么其分啊，精妙微，精微细妙，那个分啊，就是大便，表阴界啊生定，阴定啊发慧，可取其分啊，和旃檀，所以我们了解说，这个旃檀啊，佛所讲旃檀啊，它非常的那个高的一种檀香啊。我们娑婆世界大概都还找不到这个旃檀，北俱泸州有啦。那北俱泸州就是有修正的菩萨拿这个旃檀给释迦牟尼佛。然后它燃1株，24株1两啊，那1株等于1/24两，1株以后啊，它可以有40里同时可以闻到香气。一闻到香气的人身体的病都消失了。我是看了以后一直都想，去提一两来点呢。这个让我们这个所有的宝岛众生都没有病。不过大医院就糟糕了，我没生意了。所以这个旃檀，以泥其地那么持其就地，泥以心理，理就护以心理就是去除日常所用的生灭心，然后呢启发呢不生不灭的真心，成真因地。所以我们一直强调修道因地很重要，因地不真果遭迂曲。那因地一定要用不生不灭的心，然后果地才会成就不生不灭佛的果位。所以一定呢我们修的时候开始就要用不生不灭的心来修。那我们也都可以说都找到不生不灭的心。各位找到没有？这个很重要一定要找到，很容易啦。万念都放下，一念不生的时候那个寥寥无名的，就是我们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那个就是因地这样知道吗？不很困难很容易。那么若非雪山其牛这个臭秽不堪涂地假如说不是雪山的话那个牛粪就不行了啦，都臭秽不堪涂地。然后别以平原穿其地皮，就是找到这个平原，然后平原把它这个地皮把它挖开，那么5尺以下5尺以下，那么起其黄土就是5尺以下要它的黄土。那么若无雪山的白牛就是暂时性很不容易发现就是无啦，找无那个雪山的白牛，就是找不到我们不生不灭的那个佛性本体那个湛然之性不容易发现。那么北以平原穿其地皮，5尺之下起黄土以高阜恐堆积不见那么更下恐流迹这个污秽高不行，低也不行就是中间。穿其地皮表除掉外物，就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之中很多的那一个凡尘事那个叫外物凡尘事咱都安尼插甲真投入那个就丧失
湛然之性，所以我们要去掉外物。那么五持以下呢，就是表已经破五阴了，色受想行识啊，五阴啊都已经破除了。那么起其黄土啊，要呢这个黄土，那么黄色啊居中，表六根之中啊，中道佛性也。所以那黄，我们就是了解那个易经里面啊也有讲这个黄中通理呀，有没有？美在其中，美啊就在其中，就黄就是中了啊。所以我们了解说，这个性啊就居中，性就属于黄，居中统四端呐，兼万善。所以这个黄就表示啊我们那个佛性的那个本体。所以有时候从文字啊看不出来啦，可是你深入探讨研究，你就会了解原来是在讲这个修道之因地啊非常的重要。那么起之不真呢，修不成果一定呢我们因地的时候啊，一定要找到真，不生不灭那个真，就是万念都放下，一念不生，那个已经就是真，就是本体的就真。那只要我们一起念就妄，就不真，不能用妄的心来修道了，它修不成。不管你多生多世啊。千生百世也修不成，一定呢因果要一致，不生不灭的因啊，不生不灭的果一致才可以。然后呢，和尚旃檀，就是啊，已经呢有这个土了，黄土了，跟呢旃檀搅合在一起。沉水、丝荷、新露、郁金、白胶、青木、零陵、甘松及鸡舌香，以此10种，细揉为粉，合土成泥，以涂场地啊，方圆1丈6，为8角坛，比较大。那么和尚旃檀等10种香，表10波罗蜜。10波罗蜜呢，就是布施、忍辱、精进、禅定，这个般若，然后加呢方便波罗蜜、愿啊波罗蜜、力啊波罗蜜、智啊波罗蜜，就10度，10度波罗蜜，这个加呢，这个4个啊，我们比较听到，方便啊是补助啊布施，然后愿啊是补治啊我们的忍辱，力啊就补治禅定，智啊就补助般若，所以加个4个波罗蜜啊，就一共呢4个波罗蜜，细揉为粉，表示波罗蜜呢，广为万行。这个加起来10波罗蜜啊，就是万行。然后合土啊成泥，表万行啊，为心。这个万行都从我们的心啊，这个发挥。那么以土啊坛地，表成真因，就是这一些啊成道的真因啊，就是这样。那么方圆丈6。表8正道啊，摄于8邪，我们8正道把那个8邪都收摄了，为8角坛，定啊这个坛相。那么8角则方而互圆，8角呢它是方细角的，然后互圆并圆，然后圆而互方，圆个并细角的。表体用啊不二，体跟用啊都是一，事理呀同归，事情里面有理，理里面有事，
然后四理啊同归，上白牛呢，比喻啊最上根的人，以能不随分别，世界众生业果，三种序呀，三言断故啊，三因不生，没有世界，没有众生，没有业果，那个三因啊没有啊，就没有现象。所以狂性啊自歇，那么歇即菩提，为牛粪啊隔合旃檀，牛粪呢跟旃檀呢搅合在一起，色尘不能直下呢狂歇，不能歇狂，我们的狂啊不能当下就已经让它休息了。那么须知啊修行的二决定义。就六根门头啊，破除五阴，得圆明觉啊，无生灭性为因地心。那么更加呢，四种律仪，然后又加神咒。那么方成呢，修真道者，玉啊和黄土，然后加10香。那么旃檀，不是呢，我们前面讲那个北俱泸州呢，一支可以香40里，6支的价值啊，就是我们娑婆世界，还不到1两就可以买我们的娑婆世界，那个《执法真》里面记载，吃呢罗山的白檀，这个白檀是。那么沉香大概我们现在都还可以买到沉香比那个老山呢还贵一点义务志里面有记载说吃啊入南国，凡欲取者呢，轴是着地积久呢朽烂，那么其心啊自坚入水啊则沉沉香。那么诗和这个巨汉诗呢里面记载出呢这个大秦国和知香呢兼其枝啊谓之诗和或叫做诗和果。那么新路南方这个草木啊里面记载吃呢大秦国海边的大树。生于沙中，剩下呢这个四胶，流沙呢流色呢沙上，性止痛它可以呢使我们的那个疼痛。那么玉经，这个《说文》里面记载，玉造乃百草之华，眼人呢所供就是贡献荒物。玉人呢导而这个竹枝和以这个降神。那么白胶本草呢里面记载这个伤椎间呢都有4如白杨10大如鸟卵跟它讲能除恶气气呢苍疹。那青木南山义务志里面有讲是草根能悟艳媚状如甘草，形状呢好像甘草那个这个青木呢它可以悟艳媚，就是我们那个鬼压床在睡觉的时候身体都不能动了就是那个鬼压床用各个青木可以治疗。那么灵里这个南越志记载叫做燕草，又名呢薰草持凝鳞群山谷之间叶如柔热，能止经明目甘松持凉州之山，能和众香，可除掉腹胀亦能下气肚子胀气可以下气。那么鸡舌义务志里面记载
吃啊这个薄粥，云氏呢草微，乃汉时上司郎韩之啊这个做事者设或酒壶啊则能令人参啊这个口皆香也叫做丁香。那么场地者啊即密教部所谓的画地啊为场记名坛必须呢其土，故呢先除地啊为场后别取黄土和10种香于其堂上以泥涂起令成坛像，在寺呢中央此是楞严那个坛场之法事。那么坛心那个坛的中心是一金银铜木所造的莲华，华中的安波，波中的先圣8叶的露水。那么水中随安所有的华叶，取8缘境各安其方，围绕呢华波，境外呢建立16莲华，16香炉坚华铺设，庄严香炉烧呢纯烧成水，无令见火无看得火。此名坛中呢所设庄严，随力为之不必机子。那么坛心呢表这个中道的因心，真如的本体。莲华表因果同时染净不二那个莲华就是呢它的因跟果同时。那么手照表真如的位中本无因果染净，已能随缘，故成呢染净因果也所以我们了解这个佛性真如之中呢都没有名相波这个应气表如来藏事理圆融，随众生的心应所知的量。那8叶的露水表中道成真，所能也妙定，随安的华叶表幻文熏修中道的妙慧。那8境安方表众生呢本有8事，大圆净智不离当度沿绕华波表妙慧依我们来常心。境外建立莲华香波表依慧花行能够实行。从性呢起修，各须呢16者表自行8正，化他呢8正8正道自行8正道，然后化他度化他人一样8正道。那么坚华铺设庄严香炉表戒慧护严还修呢自性纯烧沉水无令见火表无相呢妙戒在惑而不染惑业就是迷惑我们在凡尘呢被迷惑造了很多业，我们能够不染。那么起白牛乳自16气如为煎饼并之砂糖油饼如米丝壳蜜浆陈酥陈蜜，以莲华外各个16围绕华外，以奉之佛及大菩萨。此名坛中所现的供养表称性所起就是从我们的佛性所起来的所有一切这个动作行为。那么禅悦华习所谓的8正道位
各个16啊，沿绕华外，表意义啊，正道，各具啊，自行化他，这个自行八正化他呢，一样八正道。以奉呢知佛及大菩萨，表于正禅悦呢法喜正道之位，这个因心而相啊果决，每以时啊落在中叶，其密啊半生，用诸山河坛前别安一小火炉，以堕罗婆香，这个煎起香水，沐浴啊其炭，然令呢讽刺。头饰呢，疏密以炉焰炉内啊，烧令啊烟尽，享佛菩萨，这个每仪啊，时即啊日中午时之时，这个我们呢中午这个午时啊吃饭的时候。那么佛以啊日中受食，故每日啊以日中自享，就是献供，落在中夜啊，佛不受食啊，中夜晚上呢，佛他不接受，唯以疏密啊烧令啊烟尽享之啊。那么午为日中，子为呢夜中午时跟子时，刚好一个在白天的中午，一个在晚上的那个中夜，就是12点，表之呢这个圣味啊，必须中流入密呢华之精，思呢为如之精，皆是味中之上味，表耳根圆通。妙妙稳心，半生中士，山河成事，表中道定心。坛前呢别安小火炉，表耳根一门，从此深入。堕罗婆香呢，这个义物志里面记载，白毛香出鬼神国或呢海边国。那么此方我们呢这边没有所以不翻，或呢翻成香草，以之煎水玉炭，表戒根清净，咒力慈喜。我们用咒的力道来辞掉我们的那个习惯性，正住皆具，这个正气跟助他。全部都具备，而花正定是真修，头梳炉内，表从妙心修耳根三昧，烧令烟尽表出于稳中，自空觉举眼，空手空昧享佛菩萨，表生昧寂昧，寂昧现前，所有的生昧都已经没有了。寂昧如如不动的佛性就显现在眼前。那么令其世外偏贤欢法，以谈世中势必肤色。十方如来及之菩萨呢，所有形象，是外谈尊相，令其世外，即呢八角坛之世外，偏贤欢法。翻了表密咒，有吹邪辅正之力。那么法表密因，为10度万行之中，以坛世中四壁肤色，表一真法界，具四法界。十方呢如来表觉果，菩萨相表因心。那么应以当阳张卢舍奴释迦弥勒阿主弥陀
支大变化，观音形象。那么肩呢，金刚杖安其左右，意是梵王乌痴色魔，并然地切支金突利以毗基子四天王等平那夜叉张以门前左右安置。那么应以当阳正位张卢舍奴这句呢毗卢遮奴翻这个有翻成呢有三个这个意义一个遍一切处遍一切处就是法身。第二个净满就是自受用身。那么第三个呢，光明遍照就是他受用身。那么三身呢，一名三个身呢，一个名张卢舍奴同为真身这三个呢，全部都是真身，为一真法界极常真主就是我们极常如如不动的那个真主，乃报身智慧就是报身智慧。然后释迦牟尼佛就是能忍寂寞及应身的慈悲。那弥勒我们呢宗教执事当来教主二处就是东方慈引我们中文叫不动居东方群动之首。所以呢我们了解东方群动叫做不动表动中有不动智那弥陀我们中文叫无量寿无量无量的寿叫做弥陀居西方极乐之邦，表以这乐无言慈以乐给我们众生快乐无言大慈。知大变化呢，观音像如前文所明众手臂目等变化显这个教圆通之主。所以我们了解说这个圆通古佛看到我们娑婆世界没有坤道修成佛，所以他呢就转世观世音菩萨来修道，带领呢坤道修道所以要了解说就是圆通呢这个古佛。那么金刚杖常领金刚呢护保护执咒之人伏魔持障降伏那个魔，持掉我们障碍乃是密教圆通之主。安其左右表显密显教跟密教全部齐彰一起都彰显。那么第四就是忉利天的天主，梵王就是呢这个色界第三天的天主不犯欲尘就是那个欲所有形象的欲他都不安乐及痴缠的天王。那么乌痴色魔及火头金刚。那么难地讲及青面的金刚那个金突利我们中文叫做冤觉冤觉都打开了易金刚的译名就是另外一个名称毗基子及毗卢神变四天王及东西南北持国天王、增长天王、广目天王、多闻天王毗那及枝头使者、夜叉及象鼻使者门侧左右示范等众，有力外附，即表邪即表吹邪显正把邪吹破了，显示正法。又起八境
复显虚空，以坛场中所安之境方面相对，使其影像重重相摄。又取八缘境复显虚空，表知佛果位转入四乘大圆镜智，从如来常普照十方尘刹，以坛中所安之境方面相对，表佛心众生心不异也。佛心跟众生心一样，没有不同的，使其影像重重相摄表示互融，能够互相融合。于此其中自成典礼，十方如来之大菩萨阿罗汉号，恒以60诵咒为坛，自心行道一时常行108遍那么此纠正的那个解释，于此期7天之中自的典礼专治其心诚恳不二。凡人之修道必须归敬皈依敬礼三宝，以为最初的方便所以我们要了解这个三宝佛法僧就在我们身上。那么十方如来佛宝、菩萨罗汉僧宝持诵心咒华宝，恒以60之中持诵佛顶心咒为坛，以自成心经自成的心经行道场，每一时为坛常行108遍此非指这个前奏，乃指那个心咒及最后的那一段从哆兹托安阿罗尼舍提毗那跋舍那陀尼盘陀盘陀尼跋舍那邦尼盘不寻独利翁盘娑婆诃这一段就是咒心。那么诵时要身口意3业相应，智能成像非常有功效。那么60行道60典礼藏成不思议力加披自道行。那么行道经行就是在坛中的空间如时钟般的行走和打坐同样的功效同样用功。第2期中一向专心发菩萨愿，心无间断。我毗那耶先有愿教毗那耶的戒律。那么此第2期中一向发愿，既曰一向不积60，既曰专心不杂礼诵礼拜跟诵咒就不掺杂了，唯有专心发菩萨愿，务必心心相续，念念无间。那么此恐心生退懈怠加以坚固之愿。我毗那耶就是戒律先有愿教愿力之教。那么第3期中以12时一向持佛波达拉咒，是第7日十方如来一时出现，净交光处成佛摩顶。那么此第3期中一向持咒15间歇时间没有中间停的，咒无片限你要诵几遍都没有限制。这样持咒遂能以精诚感格尽力克功。是第3期末日十方如来一时出现于坛室之中，净交光处佛身即在净现，我身亦在净现亲承知佛所摩其顶，圣环不隔，重重无尽
感应道交。那么举以道场修呢三摩地，能令呢如是末世修学身心明净，犹如琉璃。阿难，若此比丘本受戒师及同会中10比丘等，其中有一不清净者，如是道场都不成就。所以不能一颗老鼠屎坏一桌一锅的那个粥比丘本受戒师及同会中10比丘等其中有一不清净者这个道场就不能够成就。举以道场修三摩地专修还稳功夫，不令一心落于生尘。就是不要落入生尘，念念能够照现，照见我们自己的本性，心在定，心都是在定中，在性中，慧心成就，以定心为亲因，道场持咒为助言，因缘力能令如是之人，虽在末世修学。亦能发慧开悟，则根尘世心应念化成无上之觉，故曰身心明净内外应彻，犹如琉璃，一切之法无不行现其中。但若会中有一不清净者都不成就。那佛圣不临那么龙天不护不保护正令就难修，妙悟难发。从3七佛端坐安息，经100日，有利根者不取于咒得须陀洹。纵其身心圣果未成，决定自知成佛不谬。如道场建立如是。从3期以后端身正坐，寂然安居，经过100天，勇猛精进修习王成造性的功夫。有利根者即得须陀洹果，断分别见惑，那个见惑88识都已经断了，为见到位。那么纵其身心分别思惑乃在。那个时候还在，圣果未成，决定自己知道成佛之事不虚谬，绝对会成。自信即佛，更不在疑不会怀疑的。汝问道场建立如是。那么阿难顶礼佛祖而白言：我自出家，是佛骄爱。求多无故为正无为，遭彼梵天邪事所禁，心虽明了力不自由，赖意文书令我解脱，虽蒙如来佛顶神咒，敏复其力尚未亲闻，唯愿大慈从为宣说，憋就此会之修行备。为末及这个当来在人为者，成佛密者深意解脱。那么此情重说为利今后。那么以此会中一切大众普皆咒礼自闻如来秘密章记。而是如来从肉髻中涌百宝光，光中涌出千叶宝莲，有化如来化身如来做宝莲华之中，将说神咒先现化佛，先呈现化佛，从肉髻之中涌百宝光，即无见顶相，要看到佛的顶相看不到，无见看不见的。表如来常法身离光从顶化，表般若妙智光涌百宝，表解脱大用，
千叶宝莲表依妙智而化这个圣因有化如来咒宝莲华，表因果一气顶放十道呢，百宝光明，一一光明，皆遍视线十恒河沙，金刚密机净三尺五遍虚空界，此乃密中之密，以从佛顶知佛顶，放宝光之宝光表施咒真中之真，妙中之妙有一顶即放十道的光，即百宝色，表如来常性严含万法，其体清净本然，周遍法界内密菩萨之德，外现金刚之机情三世外慈无降魔，密行化导遍满虚空，显现威力。金刚遍界者，表寻猎发现，生善灭恶随缘妙用。那么大众仰观为爱兼报，求佛哀佑，一心听佛，无见顶相，放光如来，先收神咒。那么法会大众见佛从顶放光之中化佛，化佛复从顶放光，光中示现金刚密机四痴稀有唯有这景仰观察为爱兼报，为其为爱及德，二者兼具求佛哀临护佑，一心听佛，无见顶相放光如来宣说神咒，正表无为心佛，无上心咒，以显如来常心微妙不可思议。咒者咒愿，佛说此咒正咒愿众生断后正真断掉迷惑证我们的不生不灭的佛性隔还成圣把这个还心还人去除掉了成为圣贤具知不测之威神，而有难思之妙用。那么神咒还有5会，共427句，2620个字。那么5会第一个就是譬如真法会，第二个释迦应化会，第三个观音合同会，第四个刚刚折射会，第5个文师弘传会都是之前是皈依之佛菩萨圣贤等及这个咒愿加披灭恶离难自安自下方说的这个咒心，其是秘密所能言，是如来常心所成，故曰心咒。那么又引咒心末三字娑婆诃翻成中文就是即是成就。道理知道了，要努力去做要有成就即令我所做知行合一，是得成就。那么此咒心是5会之中的精要之意如有力者全部记持有力就表示2620个字全部都受持最为理想。事后无力可持此段的咒心确信它的功绩它的功效非常殊自收成效。那么众生之根基显密不定，有的是显说而获益，有的应从密说而获益。虽显密这个护成
南皆发明啊，大佛顶如来藏心，不思议啊之体用。那么资经神咒呢，接力这个不欢，即五种不欢中啊，秘密不欢，另外呢有多行不欢，有尊重不欢，有顺古不欢，有此方没有不欢，五种不欢。那么以这个天台啊四悉檀来解说，那么诸圣呢以四法遍知啊众生，一个呢就是世界悉檀，随方呢易说，随的地方不一样的说法，令生呢欢喜意。那么第二个为人悉檀，就是生善意，能够呢生出为善行善的那个利益。第三个为智啊悉檀，就是破恶意，能够把恶呢都全部破除了。第四个第一悉檀，这个入理啊，能够得到利益，进入真理。那么此四悉檀，全部都是利益我们呢这个众生。如上根之人啊，诵之可得入理义。那么其次以诵咒啊除恶习，得破恶意。其次以诵咒啊远离杂念啊，得生善意。那么其次以诵咒啊摧邪扶正，令生呢欢喜意。那么大端圣贤弘法，立有呢显密啊恶教，离医疗病啊，率有恶徒，一则啊受荒，则显说病源，药性啊及炮制之法，如佛的显教。那么二则啊受药，则都不显说，但为以药啊令服啊，愈病而已，不必啊求之啊何药何治，如佛的密教，故今啊这个受药啊，不必求解，若解啊，咒它意义啊就丧失了。此深信啊不疑，一味持之啊，身口意啊三密相应，念不生啊，自能得到咒的利益。那么秘密啊，少昏应之，三义啊类尽，一离法力，为以一字含无边的妙理，而称呢陀罗尼，这个总持总一切法，持无量义，师之威力啊，全具守正之理。第二，威德力，为了知佛菩萨威德深重，巨大势力，称其名号啊，随愿如意。第三个实以力，佛菩萨悯众生故啊，出诚实语，作愿呢众生离苦啊得乐，隔缓成圣，故诵之啊可随缘成义，类似啊，大力的来细思这个三义，持之呢可得到啊不可测的那个神通。然悉啊确信一定呢要自己呀从内心中产生那个信心，专持功满，方收成效。若犹豫间断中错，或不如法，而谤呢施咒无功者，遭大呢罪苦。悉知幻光如来说此神咒正是入道最初方便，持之自可远离磨难，断后正真，转烦恼以得菩提，出生时而入涅盘。所以这个神咒的那个咒，我们在这边就没有写下来。还有给各位呢一本那个小册子就可以拿来这个持诵。而乃是佛顶光记悉达多波达拉秘密切头微妙章记。这个咒的全名
以作从佛顶光中化佛所说，光而言记者谓呢则愿往交罗如大佛髻，顶表尊胜，光表威灵，髻即神用，就知此咒前如来常心成咒，此心呢不吃皮相用，这三义，秘密切头，隐秘深密，为咒中亦有切头颂。精微奥妙，就是大段句就是细分，微妙章句，大段跟细分，一一呢皆不可思议。出生呢十方一切之佛，十方如来，因此咒心得成无上正遍之觉，名秘密咒心之功用十方一切之佛。所以出现于世世生成佛者何也？皆有十方如来，依此咒心以为密因，修正了义知菩萨万行，然后圆成果地修正，所以得成无上菩提正遍之觉，即是呢菩提治国。了知呢，心生万法为正知，万法为心为变之。知佛因心果觉，始终无二。十方如来执此咒心，降伏之魔，自知外道。十方如来成此咒心，作宝莲华，应为成果。十方如来何含此咒心？以为成果转大法轮，十方如来将欲真，多为魔，外所扰，就是波旬魔王以及外道，所干扰，不能速成。那么执此呢，所以执此秘密咒心为金刚密剑，降伏一切的五阴之魔。制服断跟长，把那个断剑长剑都把它制服。那么既正真了以后，现毗卢呢毗卢舍那身呢就是果报身，遍游呢华常世界，作宝莲华，应为成果，随类现身千百亿的要现什么身呢都可以。那么一转法人必于无碍之中含此正言法常，转大法人。十方如来持此咒心，能令十方摩顶受记，知国未成亦于十方猛佛受记。那么以此咒这个咒心能为成佛之本，自成道以后能十方慈悲摄受摩顶受记自国未成亦蒙佛能够受记。那么十方如来依此咒心，能以十方拔济勤苦，所谓地狱恶鬼畜生盲聋阴阳冤憎会苦，爱别离苦，求不得苦，五阴炽盛苦，大小之恒，同时解脱贼难、兵难、亡难、遇难、风佛随难、饥渴贫穷，应念消散，能以十方拔济勤苦，上神咒威力，得离苦难。苦难有8种，地狱恶鬼畜生，北济如舟，盲聋阴阳，佛前佛后，四智变聪，第8长寿天。以此8种不堪受教，难入佛法，故名为难。冤憎会苦爱别离，求不得，五阴炽盛并生老病死，和8苦
以南言之。那么大小之痕啊，那么据《药师经》里面记载，大有9种，小呢没有数量，然可这个具收。那么且久恒者这个病啊不服药那个一定呢会死掉了本不当时以后不服药，然后死掉了，名为恒。第二，被王华所诛戮啊，看今天的报纸啊，昨天有6个死刑犯啊被枪杀了，就是王华所诛戮。非人夺其精气这个3呢就是非人夺其精气，就是那个胆气鬼吃人精气的鬼第4啊就是火焚叫会修第5啊水逆叫最阴死第6呢恶兽啊所啖去有遐杀也好拔叫降第7醉山羊拔了第8毒药第9饥渴所困啊不得饮食这个叫做9恒。那么同时解脱贼兵王欲风佛水难贫穷饥渴。那么以上的之难啊，应其所念啊秘密的咒心而得消散，只要你诵咒都不会遇到这一些事。那么十方如来随此咒心，以十方四善之事示威仪中啊行住咒供养如意，恒沙如来，会中推为大法王子就是菩萨。十方如来行此咒心，能以十方摄受清音，令之小圣啊闻秘密藏，不生惊怖。十方如来诵此咒心，成无上觉，作菩提事入大涅盘。十方如来观此咒心幻灭度后，护佛法事究竟自持严净啊戒律，悉得清净十方如来随此秘密咒心威力，以十方世界啊四善之事以彼啊具正知正见，能为学者啊随方解狐随他的那个障碍把它解开。若非咒力啊，岂能十方眼道也？那么行之咒啊，是谓之中各有应供之物，各令呢随心故曰供养如意恒沙如来法会之中，自佛转轮弘扬法化推为大法王子成少法王家乐。若非咒力啊，岂能骗世之佛也？十方如来摄受清音，以力解亲言互相因依自虽成佛，念彼善在十方，亦常行此秘密咒心。摄受护念纵使都在小圣，亦成咒力加披，成就大智，堪受大法，闻秘密藏不生怖心。诵此咒心，成无上觉，入大涅盘化言寂闭将欲归真。一灭度的时候最后遗言护主佛法少具之事，令得究竟自持严净戒律。若我说是佛顶光记萨波达拉咒从旦至暮，声音相连，
字迹中间啊，亦不重叠，经横沙结啊，终不能尽。一说此咒啊，名如来典。那么极显其之际啊，之广如华严所谓啊，一字法门，海默思而不计也。用海当墨水来写书啊，都不尽。此无尽啊，乃曰知佛要用，并非呢众生用。汝等有学啊，未尽人回，发心自成啊，取阿罗汉，不持此咒而作道场，令其身心啊，言之模式啊，无有是处。所以这边导跟我们师弟就讲，说我们还在有学的阶段还是程度低，还没有度痴啊轮回，还在轮回之中。那我们发心自成啊，要取阿罗汉，还都不持此咒，能够做道场，身心啊，没有模式的话，就没有可能啦，就一定会有这个模式。而那若之世界啊，随手国土所有众生啊，随国所生，化皮别月啊，只是白蝶，施学此咒，至于香囊，世人心昏啊，未能诵译啊，或带身上，或施载中，当知世人啊，尽其身中，一切诸毒啊，所不能害。所以他讲这个我们的这个日常生活里面啊，纵然没有办法这个诵咒，只要你把它写下来，然后呢放在身上，那么一生之中，这个所有的毒啊都这个害不到我们。那么三国以前啊，皆名有学石头含。师团、阿那含，到阿罗汉啊，才叫四国，四国阿罗汉，所以三国呢，这个以前都有学，以未能，还没有办法，这个离开分段的生死，所以啊，有始于轮回。那么若发自成，自己啊诚恳之心，取阿罗汉。设若不得此咒啊，而作道场，亦令身心清净啊，远离魔事啊，无有是处，就是一定会有魔。那么若能施学啊，带于身上，或书载中，把它写下来放在家里，粉壁啊，俱可都可以，写在壁上也可以。那么当知世人尽其有生之年，一切的之毒啊，所不能害。那么一切之毒啊，当分内外。内则贪嗔痴三毒，由持咒治疗我们的习性，渐以心化，可以把贪嗔痴啊渐渐的化淡了。那么外则毒蝎所有的蛇蝎所有毒类由神咒威灵趋于远遁容离开我们的故所不能害。而那我今为汝更说此咒救护世间，得大无畏成就众生出世间智。那降生此咒有护身助道之功心，田说知佛要用，今则为汝更说此咒救护世间呢，出世间智。若我魅惑末世众生，有能自诵，若教他诵，当知如是持诵众生佛不能烧，水不能溺，大毒小毒所不能害。末法之事呢，魔强滑弱，众生修行未免呢多障，亦免智障受
这个诵持神咒啊，以免他障叫他呢诵持秘密神咒。如是呢，持诵众生啊，自行化他积得其意自己诵或是劝别人诵，都能够得到利益。佛不能烧，水不能逆佛有内外水亦有内外。内佛好像意佛、嗔佛生气也是佛欲望也是佛。外佛呢，则从言而起内水如爱水外水呢如这个节水那个大水水灾。这样子神咒的力道自然不能不至于烧跟逆。那么大毒如瘟疫，好像那个沙石这个灰点沙石叫做灰点，那个流血就是瘟疫。那么小毒如那个蛇蝎如此之毒都不能害。如是乃至天龙鬼神惊奇魔魅，所有恶咒皆不能着。心得正受一切呢咒诅厌蛊毒药、金毒、银毒草木虫蛇万物毒气入此人口成甘露味。那么天龙即八部之二天龙八部两个，无福德曰鬼，有福德曰神得天之灵曰精，得地之灵曰奇专以障道曰魔一于后人曰魅魔魅。此等皆能用咒以害人故云恶咒。如意秘密神咒，则如鱼沉洋与顺风，皆不能着。那么心得正受持咒持成三昧，持至能熟双往，不受之受明得正受什么都不受叫做正受。咒足这个厌蛊毒药这个厌蛊者施毒，又悉难以所这个蓄养，有石虾蟒蛇等类。毒药者毒尾鸠毛利酒沾尘即死。如上呢厌蛊毒药，皆能毒害于人加以咒诅之力则百发百中。那么此以邪兽不能动，恶咒不能着，即究竟坚固这三昧金毒银毒者金银入药便能发毒草木虫蛇即此四类已以万物毒气盖之全部包含。那么入此人口成甘露甘露味甘露为不食之神药，饮之者得益良多如鼎有灵丹而顽童钝铁入则成金底下还多了。那我们剩下20几分要给各位提问。有要问吗？我们一口气就把这一段蛮长的，我们都比较少接触的啦，都讲好，请说。刚才讲到清凉体跟红体，9节、88节、72节，那一共也是9节而已。应该是白安体108节。
有81啦，好，或者可能讲错，8118再9，是不是108？刚才遇到12节。这个久了啦，把它忘了，很多节都没记哩啊，它减少。现在我们灾难太多了，所以少一点比较好。还有吗？好，请说。刘老师，请问一下刚刚那个170页就是说今天所讲的有地方都有提到说60行到60行。这个后水刚没听清楚，请问60是哪60？60它一个时辰有2个小时啦，6个时辰12个小时啦。60行道60，就是持咒啊，就是半天行道半天持咒了。谢谢。那还有就是想请问就是，刚刚刘讲师有提到说檀香跟檀香粉一起点檀香的话，益处对我们来说很多。那或者想知道说，檀香的点法是家里面点是整天都点的，还是有那个味道不点一段时间就好？这个看我们假如说已经都没事了就可以这个选择性的啦，觉得说有那个不好的机会飘来了或是情绪不稳定了再点。那假如说我们处在一种过得很不理想的状态，那你可以这个每天都点，因为那个可以改掉无形的，又可以稳定情绪所以这样呢，我们一段时间我们自然整个会改变把无形的改掉了以后我们自己那个自己本性都会容易这个呈现。它本性一呈现以后清净那应对事情就很恰当。那假如说我们情绪不稳定，本来都没事了，被我们应对了以后，事情越多越不理想，然后呢被别人指责也更多。那假如说我们都稳定了处理事情都很理想，是上策都没事这样过得就会很清净。谢谢刘讲师。那后续还有问题想好，请说。大概170页的170页的第一行有说佛语日中受持，故每日语日中信讲，若在冬夜佛不受持。170页的第一没受持的时间嘛。对，那后学的意思是想请问说这样的意思跟我们初一15分献供曾经以前佛堂就是给大家方便，因为隔天假如有上班的话，都会用晚上的11，就是子时的时候献供。那曾经那个好像是他的那个白水圣地临坛的时候有说，看的就是曾经说怎么3更半夜把老母吵醒在线上，那这个跟有没有关系？那自己说献供是不是因为家里有佛堂的话，我都希望说全家一起献供，那孩子也可以学习一些佛规礼敬，一起献供。但是呢，因为现在都是上班那做起的时候不是很配合我们都会，或许是为了让孩子也能够一起所以我会有时候会想说，是不是晚上子时的时候献供也是好的，还是说像是回归佛规理解的？请讲师，谢谢。好，请坐。
我们要了解到哦，我们开法会的时候啊，先供什么时间？早上什么时间？8点半就献供了哦，那么早啊，那么快啊？老前哦曾经讲过了，哦，我们献供的时间啊，以10点哦，早上10点啊，就是我们哦开法会啊献供的时间就是10点，那个时间是最恰当的。可是我们要了解哦，现在我们哦开设佛堂，就是要给我们哦能够早晚献香，能够亲近哦自己的不生不灭佛性啊。所以哦，这个我们现在啊就是广开方便门哦，我们自己啊就是在生活方面哦，全家能够哦一起来献供哦，来拜哦。这样的话，哦，这个灵济啊，我们家里那一种哦向心整个都同心，哦是施益哦方便法门，并没有规定说你一定要什么时间，哦，除非是开法会啦，哦开法会它有固定时间所以都那个时间是献供，所以这边写就是说佛都是以50来接受了，可是我们要了解到既然都已经成佛了，他有没有说今什么时间爱吃饭，什么时间不免吃饭？有没有？我要吃饭吗？所以我们要了解到这个拜是我们拜的人的全部都是拜的人的情形那个跟佛你没有拜他，他也成佛了啦；你有拜他，他也成佛了，都没差啦。他不会说你一定都要几点给他拜才会使，不会那样的。可是因为就是佛教弟子是不是很广泛？就是要有一个规范就是给他们吃饭是他们就是整天之中就是要来行道修道嘛，所以就有一个比较硬性的规定那我们要了解到水里的莲花，我们是佛里栽了所以就已经都不同了我们就是能够去体会那个意思重点就是在尊敬尊敬借着尊敬这一些仙佛来回归到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我们平常尊不尊敬我们自己佛性本体？可能很少假如说我们能够尊敬自己的佛性本体，那个叫做自爱你非常自爱你的人格就非常的清高那因为我们都没有自重都是应付有没有？我们有没有应付？没有。所以我们要知道说，我们借着早晚献香，借着初一十五献供，然后我们把那个尊敬的心能够找回来对这个所有的佛菩萨尊敬，然后回归到我们的不生不灭佛性也是佛菩萨，也要尊敬那我们尊敬了我们的不生不灭佛性本体了，我们的行持行为就不一样看重自己一定也是看重别人。那尊重别人的那个叫做供养之佛。可是我们现在能够尊敬别人大概就不容易尊敬自己都做不到了这样
所以就是学啦，真的要我们舍利佛堂要我们学，就是尊敬，你能够尊敬所有人，就是供养所有知佛，知佛你都供养了，所以这样你就生子得本，能够就是能够平等，尽性是功平等是德，德性就能够建立。我们现在之所以没有德性就是我们都缺少，供养知佛，都不尊敬所以缺少德性也就没有，那自古以来都是以德服人，没有用霸道来服人的啦，一定要用德。那德的建立在我们内心，内心要建立平等，人与人之间平等，人与物之间平等，物与物之间平等，都是平等，这样德才容易建立。一建立了以后你有德，自然就能够感召所有幽冥鬼魂、魑魅魍魉、凶神恶煞、日月游神，都拥护。能够拥护你就不会有什么横难，不会有这一些不好的遭遇就可以度化很多众生。因为你的所有行为众生会敬仰，会想学，度人就容易了。所以不是说研究心理心法拢无快人都拢无爱出来，好像是毒药所谓毒药跟甘露毒药跟甘露一样为什么？因为我们善用了就是甘露，我们恶用了就是毒药所以我们是真的不是说不参与整个那个道场的一些行动，而是说没有意义的我们不参与那有意义我们很努力去做不会说不参与可是就会发生很多问题拢不爱出来伊就是去听心理心法我糟糕，贴标签。你们有没有被贴标签理想还有吗？好，请说。好。遇到说被鬼压床那是为什么会这样发生？如果真的遇到该怎么处理？那个厌魅鬼啦有时候我们老一辈都会讲，就是我们的睡觉的那个头顶上有背开的牙，有那个蜈蚣8只脚啦，就在我们的顶上我们大部分都会被它压，然后就动不了了。那我们要了解到那个厌魅鬼它压我们的时候它为什么敢压我们？我们要找到原因伊那刚搞我安尼饲的，所以我们就是要了解到，只要你本身都已经累积非常多的那个德，非常多的善，又修得佛性花枝光明，他敢压你吗？绝对不敢，保护都来不及了，哪敢捉弄？所以我们要了解到我们在根本上去培养，从你的内心去培养那一些，那我们就想厌魅鬼，厌魅鬼你也是喜欢转世当人来修道成佛你不应该累积那一些罪恶，你要帮助众生来成就所以我们在平常的时候不管有形无形的，我们都尊敬他
它就不会来压床了，就不会。那真的，假如说你被它一压了，保持清醒的头脑，跟你说，只要你哪个地方能动，你就破了它的那个鬼压床。第一个，先心动，心一动啊，身体都还没有办法，可是你一心动了身体就动了，身体一动压你不住了，这样会吗？还有没有？理讲师这边有提醒在问说，我们修道人如何来看待那个世界末日？这个我们昨天经过了这个好早以前就一直在讲这个1012啊，12月21啊然后又大概是几点几分啊都会收嘛那因为好多这些科学家都用实际的去这个推测演练啊，说不可能发生啊。这个世界末日啊，不可能发生，因为我们要了解到那个要彗星撞地球了，我们才有世界末日。可是现在我们在地球里面修道的人成道很多了，有没有？成道了以后啊，他在扶持地球，一直在保护地球。然后啊，我们要了解说，我们这个地球的这个外围啊，是不是有那个风力啊？在衬托，风把咱这个地球啊，破掉的对不？所以一个大气层，对不对？所以啊，只要你接近这个地球的附近，还没有到表面啊，就被我们那个大气层啊，把它推到另外一边去了，所以它撞不进来了。不会撞进来，除非说你去发明太空梭，然后算准了，算准中人，可是它太小了，太小才能够钻进来。那卫星的时候它太大，就会被大气层啊，拨到旁边去了，所以我们都自己吓自己呀。那个是内心一直想说。世界末日了，我赶快要解脱了，我都在受苦啊，我苦得要过去啊，末日若过，我就拢无去就好啊，那么好吗？还在啦，当然我们这个世界毁灭了，各位就可以了解。那个谢谢你，我们老师说过啊，你看我们这个累劫累世有没有？颜慧跟我们的六道轮回，我们都已经经过那么久那么多了啊！老师还期望我们能够有记忆，我们这一点点记忆也没有。其实老师的意思啊，是要我们去探讨，去追，从真理的角度来追，说我们这一生这一世怎么来。然后我们有没有前一生前一世，有没有下一生下一世？然后我们追到后来的时候才了解，身体是有了，一直来来去去的，佛性是不生不灭。那天地之间，有小人为，有大人为，还有你看我们这个整个129600年，你看我们地球的形成啊，它几亿年了，对不对？所以我们要了解说，那个一个我们能够这个讲得出来的那个言会啊，一言12会，那个运转啊，它是从生出异灭啊，演算，是确实啊，我们从隐会降生到现在啊，6万年，然后它地球啊109600年有6万年啊，刚好有形象，有6万年是没有。然后我们接近啊，这个人灭，然后地球混沌，下一言尾。南极老先生不是讲过吗？
自从老先生成道以后啊，几个圆会？就已经7个圆会啊，对不对？那我们知道几个？我们一个也没看到我们是身在其中啦，都无看，无像我南极老先生拢徛在悬悬在看咱，所以我们要努力修，然后呢，我们到南极老先生身旁，跟老先生一起来看，说你看第8次我们看第1次，我们第1次看，然后啊一直啊它有第8有第9啊，一直转啊，那个没了没完的啦。可是我们的佛性啊，它如如不动，不动啊。我们就是要了解啊，我们这个不动的佛性啊，很亲切，就是跟我们在一起，或许就讲啊，我们很难去知道说，那如如不动。我们用了照相机相信我们有玩过照相机啊，都知道我们那个按快门的一刹那，镜头不能晃动，你一晃动模糊了，对不对？那假如说我们各位都认为都底下点啊，都点呀，那我们整个头动得很厉害啊，对不对？有没有？有没有动厉害？你看你在动的时候看得清不清晰？看得一样很清晰啊，什么都是看得很清晰，会像照片那个模糊的状态啊，对不对？为什么？就是因为如如不动，所以你看的景象都很清晰。这样了解了吗？我们的佛性如如不动，动是身体，身体是4大假合，所以宏图众缘机会借我们用的，我们的佛性本体如如不动，充在整个宇宙虚空。像我哋家人来落大雨啦，足寒啊！我在撑伞呢，各位还可以看我那一只伞都还是雨水，还穿夹克，很冷。结果一下来这边，又没有雨又很热。所以我现在适应了啦，很冷很热，很冷很热我适应了，已经还可以了。下课。各位讲师、各位坛子、各位浅显，大家好。我写占道天师的老天欠大德。以及感谢各位浅显给后学机会学讲。我们呢，这个楞严经已经讲到一半，已经有50集呀，50个礼拜。他把我们前面这个上半部所讲的那个是正修，然后我们下部是助言，帮助我们修道。那正修部分呢，我们就一定要透的了解。已经呢把DVD 跟那个 CD 我们都已经寄过来了，就在我们两边。这个 DVD 呢用小的整理包装的50片，一片1集50集。那 CD 呢有100片，一集有2片。各位呢可以拿回去听，也希望带给亲朋好友，也让他们看，也让他们听，那我们呢就讲这个楞严经170几页。至6讲到第几页？174不是100。
一切恶心，174页的中间一切恶心呢，并诸鬼神，这个残心堵人，宜如是人不能其恶，凭那夜叉呢之恶鬼王，并其眷属耶领深恩，常加守护。这个是讲的我们那个楞严咒它的那个功效。它有这个我们前贤就问说我们的那个弥勒真经跟这个楞严咒它的功效两相比较是怎么样？各位有没有这个疑问没有，没有是最好了，因为法不能比，没有比啦。那稍微了解一下状况呢，就是弥勒真经是我们弥勒祖师掌天盘，那个叫应时应运，所以在这个时期功效都非常显著。那楞严经是十方之佛他们修正那个心灵的结晶，并不是只有释迦牟尼佛他讲，不是，是全部修正的那个佛菩萨呢所累积的，所以他呢是等于不管是哪位那个仙佛哪位佛在掌这个天盘，它的功用都是存在，都一样，所以比较是长远，纵然我们弥勒祖师掌天盘的时间过去他那个楞严咒它功效一样还在，一样的。各位前贤没有拿到那个楞严咒的解说吗？有没有？我们有送过来有没有？不是那个小册子是用那个V4的，有10张，然后解说，有没有拿到？没有是这样的，有放在我们那个两边的旁边各位可能都没有注意没有看没有拿，因为呢我们持咒就是并不说要了解里面咒的含义可是因为很多人对咒的信心都不够，就是没有信心那么那一篇呢就是把那个里面咒的含义稍微加以解说，让我们说在诵的时候知道我们诵的咒那个内容就看过一次并不是要去记你一记的话会分心所以知道呢咒的内容就可以有印过来，可能也是我们都不热心去拿，所以就放在旁边那久了就收回去了有，因为后学都记得有送过来因为我们对这个咒语可以说认识的不很透彻，不知道所以稍微了解的话，那诵起来比较有信心。那个咒就是虔诚的去持诵，效果就会呈现那知道呢更好知道内容呢更好知道就好了并不说要把里面的内容全部都记下来，不用只要知道就可以像我们今天有送过来的这一下DVD 跟 CD 也希望各位都能够拿，也送给我们亲朋好友不要以后一问没有要稍微注意一下，有后面呢都有放旁边呢都有放。那么一切的灾变恶星，并之恶鬼恶神那个产心堵人包藏祸心，常以暗箭来伤人之辈，
莫不笃德呢，容这个德容就是有德的那一种含量而易消，被慈风呢而心化。这个披着慈风呢，心啊，受到感化，不但呢不能起恶，而且转暴为良，平那夜叉，就是欢喜天的鬼神的名称，平那夜叉，知恶鬼王，以诵咒这饶益彼类。我们诵咒就可以帮助这一些知恶鬼王并其见属，所以他们呢皆领深恩，就很感恩，常加守护那个持咒的人，护咒辩护持咒之人。那么阿难当知是咒呢常有84000no由他。no由他呢就是千万，恒河沙之子，金刚藏王菩萨种族，一一呢皆有金刚咒而为见属，昼夜随侍，就是保护的持咒的人。那么前说呢，离难眼魔，离开了一些灾难。远离这个魔鬼。那么故事神王之力所使，此名呢自道，西甲菩萨，知道呢要借着菩萨。那么咒是知佛的心印，知佛心里面的心灵结晶，咒呢在的那个地方就为佛在，所以咒在的地方都是佛在，故常有圣眷随侍，就是有圣人的眷属都随时侍奉在这个周边。故时呢当知是佛顶神咒，很殊胜。那么常有84000no由他。4000的no由他呢，就万亿恒河沙之子就是100亿。那么金刚藏王菩萨，言菩萨之事100亿不足以尽之复以恒河沙来计之。恒河里面的沙很多，就表示这一些护持这个咒的那个菩萨很多。恒沙呢100亿不足以尽之，复以万亿计这个万亿恒河沙100亿不足以尽之，复以84040计之那么即言四目有如席之多，这么多的那个护咒的这一些那个王跟眷属。那么现威勇之贤，具降魔之力，故曰名金刚，运秘密之德，摄金刚之众，故称呢藏王。总之为一类相继一一皆有之金刚众而为类属。那么听其曲折，如佛头金刚、青面的金刚，此之圣咒为护持咒，并护这个护卫持咒之人，昼夜这个供水施喂如慈母之护婴儿，时刻不离。那么设有众生以散乱心，非三摩地就是心没有定，那么心意口持是金刚王常随从比之善男子，何况呢决定菩提心者，说那个善心的呢这一些来扶持。那么何况呢我们有发这个菩提心。那么此之金刚菩萨藏王精心因数，发彼神事呢，世人应时心能记忆
84000恒河沙劫，周遍了之啊，得无疑惑。那么设有众生这个于善乱善心乱心之时，非有正念常住三摩地。但能呢善心思意神咒，乱心持神咒，那个乱心口持神咒。那么虽非定心呢一持，而金刚王亦常随从于彼，就随那个诵咒的人，为呢报佛恩，格外施护。通称呢善男子者，以能忆神咒及记善根故。那么何况就是还显的言辞，比邪定假及不定记众生，就是不是已经呢修持正定的，上蒙这个金刚随护。那么何况此等决定发菩提心者，自在无上菩提。那么此之金刚菩萨藏王，持金刚无，持秘密藏，或称金刚菩萨，或称呢菩萨藏王。那么金刚藏王菩萨，金刚菩萨藏王这个呢或称金刚王、金刚藏随称呢皆可。以此菩萨呢，既得如来常心。气惑已经迷惑都去掉了，成精而以修者现记常心，跟我们修道的显现都已经具备如来常心，本来就无二，全部都一样。圣凡虽异，心经通稳，那个心已经都能够相通，故能以同体心经呢相连，因则明也，速则急也，很快。冥冥之中如两镜对照，以心印心，速即启发，彼持者之神识应时得大开。世人应时心能记忆84000恒河沙劫前，这个那么久之前的事一切妙理周遍了之得无疑惑。即所谓成就众生呢出世间智，就是能够使我们都能够生出这个出世间的智慧。那么从第一节乃至后生，生不生药叉罗刹及富丹那这个迦叉富丹那鸠潘叉毗舍遮等，并知恶鬼有形无形，有祥无祥，如是二处。那么第一段呢，就是永离二处，就是不好的地方所在。从出发心持咒那个时候开始，一直到最后生，就是往后成就了，就不会到凡尘来受生，没有形象了。生呢舍离，舍生去生，这一生已经去掉，然后又来凡尘，又转世，那么不生下之去，不会到那个不好的地方去，因得通明有助道，通明以后就有助道。那么药叉呢，叫做夜叉。这个劫鬼，那个鬼很迅速很快。罗刹呢，食人鬼，那个鬼吃人的。富丹那呢，就是臭恶鬼，指热病鬼。迦杂富丹那，就是极臭恶鬼，指热病之甚，发烧甲足厉害，迄就是犯到这样。鸠潘叉。一咩鬼讲暗时咧困，伫咧袂叮当，迄就是这啦。鸠潘叉一咩鬼，妄行，色遮呢，这个啖精气就是会吃人的那个精气
浑身都没有力道了。淡人精气啊，以淡五谷的精气。所以以往啊，一些在凡尘啊，参禅打坐修道的那假如说要呢这个吸收呢我们五谷的那个精气啊，就在呢晚灰以后，我们种五谷啊，晚灰有无？然后结水有没有？从晚灰结水开始你到这一个地方啊，去吸收啊这一些五谷的精气，那对我们身体啊非常有帮助啦。可是现在农药喷得那么厉害大概这个没有得到利益这个害处马上来了所以这个不理想啊。可是以往就是没有农药那个五谷的精气啊，可以帮助我们身体比那个吃补还要好。那么病之恶鬼恶鬼啊，就是呢肚子很饿，可是那个喉咙很小吃东西啊都吃不进去啊，都一直饿鬼大腹啊臭毛这个针啊，那个喉咙啊就好像针一样那么小然后巨口那个嘴巴呢都好像有火，东西一到呢这个嘴巴呢哇就变弄焦了，烧焦了。那么有形即是呢有色如修旧啊精明。那无形啊即是无色如空散呢消沉。这个呢我们了解说一直到无色界那个三界的无色界就有这一种现象。那么有祥就是灵通怪变如鬼神精灵。那么无祥就是泥质坚顽如精神已经化为土木金石如上呢之处各个地方所在各有自苦都是很苦的地方所在。那么遮障呢圣道就是要修道在这个地方所在没有办法那么既然生不生，已经不生在这一种不理想的地方所在，则圣道可修因缘果满，而至呢最后生最后就成道了，就不来凡尘了最后生。那么是善男子若读若诵若书若学若戴若藏姿色呢供养决绝不生呢贫穷下贱不可乐处就不会呢生在那个贫穷下贱不可乐的地方所在。那么此诸众生纵其自身不作胡业十方如来所有的功德须于此人由是呢得以恒河沙而生起不可说不可说觉非常久的时间，常与诸佛同生一处，无量功德如二叉戟同次熏修那个二叉戟就是一生呢一个地三个国都聚在一起同处熏修，永无分散。决定呢发菩提心的人不为不生呢那个杂趣就是那不可乐的地方所在。即人中呢不可乐处亦复不生我们在人像现在的社会假如说当个街民这个天气一寒冷冷到零下几度以后基本很多街民很多都冻死了就是没办法再生这个一直生下来，所以这个不可乐处就那样
那么若果将此神咒这个对本，对着我们有诗本呢，叫做读，不用看书呢，叫做诵，那么净写为书，那变书呢为学，身配名旦，气质名常，那么姿色呢供养，就是好像香，或用花、用灯、用土、用水果之类，节节不生每一个节都不会生在贫穷下贱，贫穷会妨碍道业，为不可乐处。那么既不生此则定生可乐的地方，以持尊胜的顶法，尊胜的果报。那么若此之众生呢，不作胡业，若欲生佛界定力多修福德因缘才可以。那么今此人呢，自身不作胡业，但能呢持咒，而十方如来所有的功德悉于此人，那个就是咒力使然，咒的力道使他这样，由是得以无量劫与佛同生一个地方所在。他既常在佛前必常随佛学，跟着佛在学。了知之佛是众生心内之佛，众生呢乃知佛心内的众生，所以心佛众生呢三无差别，心跟佛跟众生都是同等地位，没有差别的，如二叉戟之国，这个三国一地，一个地生三个国，不相舍离，同次呢训练修习，永无分别离散，这个很理想。那么是故能令破戒之人戒根清净，未得戒者令其得戒，未精者令其精，无智慧者令得智慧，不清净者呢是得清净，不持斋戒自成斋戒。种子呢未持咒前有种种的知识，自持咒以后仗着神咒之力，自能成就。不持斋戒自成斋戒，非谓呢不要持斋戒，自然能成斋戒。那么戒为无上菩提之本，自当呢戒之。那么此之斋戒呢自成，与一个比喻来了解。所引经子戒烟很困难，那么如有生之年都未吸食过烟，没有吸烟过，那就呢不戒自戒，不用戒就已经戒掉了，还会哈哈。而乃是善男子持此咒时色幻境界于未受时，还没有持咒有幻境界。那么持咒之后众戒终破戒罪无问轻重，一时消灭。诵经饮酒食啖五辛种种不净一切知佛菩萨金刚天仙鬼神不将为过不把它认为这个是过错。那么这一段名持咒能灭现在的之罪。那么持此咒时自应言辞境界以佛有明慧明确的教导故设有换一切的境界，以未受此咒时，那么今既持咒自心则事不更换，不会再犯以前的过错前心呢作恶如云覆露，好像那个云，天上的云把太阳都遮住了。那后心起善四句消暗我们后来心已经都起善了，要行善
就好像火炬呢，把那个暗整个都消除了，变得很光明。故重罪无问轻重，一时消灭。那么纵使往路曾经饮酒，酒虽非分物，亦无性命，然酒为起罪的因缘，故以禁之。那么实旦呢，五辛就是葱蒜酒曲辛曲这个五辛熟食会发淫，生旦都增慧。增吃的话，增加我们那个生气的那个气势所以这个五个都是天地不正的那个气所生所以就不要吃以致种种的分析不净之物。那么今既持咒之后，则知佛菩萨金刚天仙鬼神不将为过，以既往不咎已经过去就不再追究了。那么色有不净破壁的衣服一行一住悉同清净众不奏谈，不入道场，亦不行道。诵持此咒还同入坛行道功德无有异也所以这个讲咒的殊胜。那么前文呢，佛教着这个心净一燃香诵咒那么又叫60行道3期不寐不睡觉。那么金银色有不净则不局限于清净的一壶饮破壁则不局限于心一又饮还一行，则不局限于60行道。那么一住则不局限于3期不寐此为行头头行头头呢就是苦行啦所以我们要了解认清真理来行苦行那个好像呕吐成金那假如说我们对真理都不认识，然后行苦行好像黑夜离险道黑暗暝佫行伫咧有迄落安尼断崖迄不吓死那清贫不变者恐失诵咒的利益各特开许悉同清净。那么前佛言如法见谈，依教行道，方合如来清净的规则。那么今则此人既华之才，终不奏谈，又不能入楞严道场，亦不能随众行道。那么所有的功德等无有异，是一样的所以刚开始那个最理想的，到后来纳入所有不理想状态的也都可以修持一样，只要你持咒。那么若造忤逆无间重罪，即知比丘比丘尼4趣8趣，诵此咒语如是重业就犯了很重的罪业犹如猛风吹散沙迹猛风来吹那个沙在一起的沙的塔，一下子西街灭除更无毫发拢吹到拢无看那么此言极重的这个罪都会消灭。色若未诵咒之前造这个忤逆罪，那么一定要堕入无间地狱即比丘4趣4趣就是杀盗淫妄，你有这4个就弃在佛门之外叫4趣这个婆罗夷罪就是重罪就是已经你没有资格成佛了为比丘犯此罪者永去在佛法之外。
那么比丘尼又加4个，叫八趣，处八护随，这个处啊，就是以有那个心，心已经就是染心了，那个心里面的那个意啊，已经有染心，染心跟男子的身啊相接触，这样就不行，比丘尼啊不可以。那八呢，就是为跟那个有染心的这个男子周手周衣毗卢共治啊，就是拢无人干咱两个在做伙，还有做平处共做，讲伊两个无人看点仔咧讲话，共成两个斗阵行，相依相期，相互期待，这8项。这八种八事。那护啊，为呢，护他重罪，就是把这个一个人的那个重罪，你把扛起来，拢无爱互人知影，还有这护。谁呢？就是谁大声的攻击一时啊，为做公治法则。就是人啊咧，报喜要大声的，你拢去甲人摕，你拢无要做一个比较大的那一些法事啊，你拢无要做，吃的穿的拢袂啦，做的拢无爱啦，安尼袂使，所以比丘尼多4个，就是八气，你有犯这八气啊，一样都有气在佛法之外。不可能成佛成道。那么如是等罪啊，皆极重而不可忏，不能忏悔。那么若是啊，知道忏悔，然后悔过了，那么诵咒来求忏，藏咒的那个力啊，那个神力，应念就消灭啊如是的重业。所以都有开一个门让有犯罪者啊能够重新来过，这个是佛法的殊胜所在。那么犹如沙剂，那个沙呢都积在一起，盐沙已经成剂啊，灰猛风呢不能吹散，而那个咒的密啊，密咒。寂啊不测的威神，就是你想不到的那一种神力，一吹呢变散，更无豪华之少流，所以我们要了解说，不管以往啊，这个多大的一些啊，不好的，自己在内心之中啊，都记得，那我们呢就可以诵咒虔诚的诵咒啊。就可以把那一些全部啊，都吹散了。而那若有众生呢，从无量无世觉来，所有一切啊轻重罪障，从前世来未及忏悔，若能读诵书写此咒，身上呢这个须带持啊，若安住处装载严管。如是啊，积月啊，油汤呢，消，好像热汤呢，把那个血都融化了，此极远的罪灭，很久远的罪灭，罪之所以称障，就是会障碍，就是会妨碍我们正修。那么既未忏悔必障正修。那么咒能够除掉这一些罪障，那么不久皆得悟无生忍，所以我们一定呢要领悟无生法忍，这个忍我们就是了解它的真正意思是安住不动。那我们另外那个别义就是忍耐。那因为在佛的那个教法里面没有你有他，所以没有加入的人，也没有忍耐，没有受入的人，所以就不用忍耐，所以那个忍耐是别免，
是另外的。那真正的含义是安住不动，人你能够安住不动。那无生法忍，无生法忍就是我们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本体，所以我们都能够领悟无生法忍。那无生法忍领悟了以后就进入阿罗汉，就已经是阿罗汉。所以那个开始第一个就是阿罗汉，接着辟支佛，接着菩萨，接着佛，全部都最基本的具备无生法忍。所以无生法忍是一个最重要的入圣的一个功夫我们呢可以说万念放下，一念都不生那个无生法我们都已经得到了。我们安住在无生法都已经不动了，叫做无生法忍，也叫无生忍。各位得到了没？比较有信心的好，所以我们就是了解到我们都呢得到无生忍。复次二难，若有女人未生男女，欲求孕者若能自心意念施咒，或能身上佩戴悉达拉波达拉便生福德智慧男女。求长命者即得长命。欲求果报事圆满者事得圆满。生命舍利亦复如是。这个呢就讲根比较钝然后机比较累没有那么上机比较累。那不知这个持咒为当来成佛之因。那么为求色身的利益故意满许愿所以你求小的也可以满你求小的愿望。那么命中后随愿往生十方国土，必定不生边地下贱，那么何况杂行所以我们了解命中以后我们都会这一生命都会这个到达终点，把这个身体还给天地所有宏图这个所有宏图众缘聚会既有没有终不能长期都占据了100年就要还给天地了。所以命中之后随愿往生各位浅显要往生哪里去哪里要往生哪里各位就是要往生无极里天。这样确定确定目标，确定了没有？往无极我们到达我们的本系所以这个随愿就可以往生十方国土，看你要西方极乐世界东方琉璃世界都可以随愿就往生。那必定就是一定不会生在边地就是旁边的地方所在。那个我们都看到有一些不在一个发达的一个地区那个边方的生活很困苦这个东西那个物质都很缺乏那个叫边方那个边地。那么下贱就是那个国家整个都没有那一种这个善知识领导所以都很这个思想做法跟所有风俗习惯都很不理想像我们现在看非洲就是那个下贱之地各位先生，我们假如说是生长在非洲，我们有机会这个求道修道成道嘛教到那边有啦
到垃圾堆去找食物吃啊，那很可怜，所以我们要呢知道啊，人在福中要惜福啊，要知福，要努力修啊。这么殊胜的环境不修成佛太可惜了，还要修成佛以后啊，发愿来度化众生。那个时候呢，到下贱的地方去劝善，劝他们为什么这么下贱，就是因为不行善。行善了以后改变环境，环境改变了以后，他们那个下贱名称就消失了，就不会了。所以我们就是了解那个带头的一定都是很困苦啦，可是要有那一种那个受苦的那一种坚定的信念才可以完成。那何况杂行呢，就是不是人道了就是已经上知人道了就不会去呢那个出生那个畜生道那个非人的那个现象。那肉之国土，周现祭肉，饥荒欲虑后户刀兵，贼难斗争，兼以一切恶难之地，施血神咒，安成之门，并之肢体，或托奢上。这个肢体就是供养处。那么托舍呢就是床，那个董欢那么令其国土所有众生奉迎施咒，礼拜恭敬一心供养，令其人民各个生配或各个安守积载地，一切的灾厄悉皆消灭。这个化暴力为祥和，所以这个咒力道很强。而难在处处国土众生虽有此咒天龙欢喜，风雨盛时，五谷丰盈，造树安乐，亦复能镇一切恶心，随方变怪，灾障不起，人无横妖，扭戒枷锁不着其身，昼夜安眠常无噩梦。而乃是娑婆界有84000灾变恶星，28大恶星而为上首，复有8大恶星以为其主，做种种行，吃现事实能生种种能生种种众生的种种灾异所以这个所做的功效有此咒的地方能信受奉持，天龙欢喜，则风调以顺所以我们了解说这个科学家在预测我们往后这个世界这个是这个淹水就是干旱不是到那个大风雪就是下雪零下很多的度然后就是非常热这个热到这个人都没办法生活所以我们了解说这个已经是我们人带来的天地的变化所以整个天地都一直在变化。这3个礼拜这个我们在问这个世界末日还记得吗？世界末日了那我们用言会来演算我们从天这个子会开天，丑会辟地，寅会降人降生，对不对？然后寅辰巳午未，现在未会，对不对？是不是经过6万年？那129600年我们就是了解，它有一半是有这个生物有人，那有一半是没有。然后我们现在五位交替了嘛，有18逍遥，
对不对？好，未，然后申酉，申酉啊，一个啊，就有10800年，还有2个，就2万，跟我们现在五位交替了以后，还有这个10800年，所以3万年以后啊，那人就不见了啦。安尼世界末日怎样偌久不？大概还要再3万年。咱搁出世个几届？咱一届100年啦，出世届，还蛮久然后啊，我们那个亥，我们到了解到亥就已经混沌了，我们五位申酉，到酉，戌亥，地呀，地灭了，天尽了，然后啊，子会又开天了，丑会又辟了，寅会啊又降人了，已经到下个元会了，人灭的时候啊，我们知道啊是相灭了，可是我们佛性都没有灭，都在啊，我们所造的业也在啊。也没有灭啊，没有都在，所以啊，下个元会开天辟地啊，寅会生人的时候，谁要来啊？哥要不要来啊？你考虑考虑考虑要不要来？那我们现在有的有求道啊，他都不研究也不修，对不对？那个叫种子不灭啦。就是说，以这个人的种子啊还在，那下个元会人要降世啊，他们就要来了，不得不来。为什么？因为他的业把他们推来，所以啊，寅会啊生人他们就来了。那我们法母性子十诫讲得很好听啊，我们在洗澡的时候啊，千衣鲜血都收回去了，把咱挂落来。实在是我们一念妄动啊！你不动心就好了啊，就不会下来。而下来了，受苦自己自讨苦吃的啊，是不是这样？所以那个时候啊，我们在经过这个子会开天，丑会辟地，寅会降人，然后辰巳午未，那个我们现在又五位交替了，然后又上天大概普渡，我们下个元会这个时候又来，大家研究心理心法。了解了没啊？还不要下元会再来啊？可以再来啊，度化众生，而不是被业力推来。有时候我们不得不来，为什么？造业啊，那你被业力推来了啊。来，所以啊，难怪南极老先生在讲，自我成道以来啊，天地已经混沌7次了。那我们看过几次啊？1次也没有。我们已经生生死死啊几万次了，哪有？1次也没有啊！1次也没看过，对不对？我们什么时候啊？才会知道说自己啊已经经过了千生万死，所以老师啊一直鼓励我们。你看那个谢谢你啊，老师说我们一定记得累劫累世的记忆呀，记不记得啊？我们都不记忆了老师是鼓励啊，鼓励我们去追求，因为这个从理呀就可以追得出来。我们可以了解，所以啊，我们3年前第一次上课就讲万年放下，一念不生，对不对？到现在还是一样啊，没有变化，还是一念不生。可是呢，我们可以到达司机啊而龙显，各位到达了没？还没家里做就家里做了，这个天下事就是不知道。那个神通万物啊，还没，还没，所以或许都讲那个那个阿难啊在请那个文殊菩萨出去托钵，有没有？还记得吗？他很忠厚老实，在门口咧顾，
古迄个文殊菩萨什么时阵哦出去徒步？哦，那伫咧功德讲久，甲大梵天王哦咧讲道，哦，哎呦，较紧的啦，出去徒步啊，大家拢爬袂起来啊，饿得爬不起来，袂使，我倒来过来甲释迦牟尼佛讲伊吼拢无要去徒步啦。然后你看哦，释迦牟尼佛又没有出去看，他怎么知道说人家文殊菩萨已经徒步回来了？叫阿难说：“你去饭厅看卖，已经退转来啊，徒步转来。”阿难讲：“有影哦，我来看卖。”佮对甲佛讲：“有啦，一碗呢啊！啊人遮济，啊迄一碗要啥？要补相食。”迄佛甲伊讲哦，你莫看迄一碗哦，咱娑婆世界众生拢来食哦，食袂完。你赶紧去打剑锤，集合大家来吃。咱就安尼吼，真老实安尼点啊直直看迄碗哦，敢真是啊食袂完。哦，迄个底安尼佫一碗好好，佫迄个底安尼佫一碗好好安尼啦。讲直直底哦，所有拢大家食饱。哦，迄普信哦，去花安尼3、4千个伊个迄哦，迄部下来食，大家食到全爬袂起来。啊，普信就去找文殊菩萨，讲无啊，你迄饭底是放毒票，啊无我遐哪会拢食到爬袂起来。伊讲你遐徒弟大家拢贪食，迄吼食饱就好啊，伊安尼食到爬袂起来，你看安尼大家腹肚吼拢胀啊，胀到爬袂起来。所以各位先生，我们就想看看，佛在里面啊，没有吃气，他为什么都会知道？文殊菩萨也在讲经说法，他也没有吃气，为什么化缘回来了？所以我们就了解到现象，你不要住相，那个我们的佛性啊，不可思议啊。迄个神像也辛苦咧甲大梵天王讲道，伊的佛性已经出去外口化缘啦，已经出去来，所有迄王舍城遐百姓大家拢安尼认真直直布施啦，文殊菩萨把所有布施啊，拢变做成一碗，摕倒转时阵袂完啦，迄足。所以啊，那个就是我们累世修的本钱，有迄个本钱直直修。我们讲爱生值得本，有无？你有啊，你已经有了。所以为什么菩萨他有6度万行？第一个就是布施，布施持戒，然后忍辱、精进、禅定、般若。第一个布施，都贫道3衣1钵，什么拢无啊！要叫伊安那布施啊？所以各位就是要了解，那个他生值得本，累世修的已经拢伊的本钱啊啦。即嘛虽然讲身躯无杂，毋过伊讲迄个圣运内底倒位啊好安尼7宝充满，伊要爱就有。讲食就有，食有金啊，你食袂完，自己不想用了，都度化众生用，所以我们就是了解，平常一直行善的积，那个善啊会生根，叫善根，善根啊会成熟，你善根成熟的时候啊，有善知识引导，就会把你引到最上身。你就可以脱离苦海。所以我们要了解说，平常就是要努力做的。形象现象都是变化无常，假的啦都不真。真的呢，就是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本体之中很奥妙，我们都日常在用，所以心佛众生三无差别，都没有差别啦。我们的心就是佛，我们的心就是众生，所以要了解到，我们本来就跟佛一样，之所以没有成，
就是因为我们有自己的见解，我们的知见都不正确啦，所以叫众生知见。讲我们是正知正见，佛知佛见，成不成佛啊？那我们为什么不弃掉我们的众生知见呢？各位有没有探讨什么原因？既得利益不肯放舍，对不对？这个什么利益就现象，身体要用的啦，这个利益都不肯放。假如说我们可以放，把这个众生的知见全部都放掉，所以万年放下，一念不生，所有众生知见都不要了。那接着我没有起心动念，没有生发一个念头，那个就叫佛知佛见，正知正见，成佛了。容不容易呀？不容易哦，很容易的。只是我们不肯做了。我们不肯万年放下，放不下，可以放得下吗？可不可以努力正在努力放下之中。要放得下，这个放得下才会成，放不下呢，我们就很烦恼，就受苦了。一定要放下。我们讲到五谷丰收这边嘛，这个聊天都唔知为倒去庶民安乐，亦能呢镇压一切的恶心。这个心各有方，故曰呢随方，拢有伊的地方所在。那么反常外溢，随其所感之力之方而现，所感的那个地方然后呈现。那么人事做一下，天道呢应乎上，人事在做，天道在应。那么既变怪不兴，灾障自然不起，那个灾难障碍自然就不起，灾不起则各尽天年，就是我们可以就是从生到死中间都不会那个横逆的死掉了，故人呢没有横夭，这个障不起则相安无事，纽戒枷锁不着其身，那个纽戒枷锁就是脚头手头啦，都在脚头手头纽戒枷锁。那么昼夜安眠，常无噩梦，这个睡觉的时候做梦都不会有噩梦了。娑婆呢是五浊恶世故有恶心，净土就没有恶心。8万4千呢来周类数之总数，应众生烦恼之数。我们众生有8万4千烦恼，那灾变恶心恶不自恶，因灾而变。28者为四方之经，东方呢7星，这个有把那个名称写下来。西方呢7星，南方呢7星，然后北方呢7星，这个我们在这个易经里面也都会有。那么地方呢清明则四期各住本位，若灾难将起则四期地互交错，
能统领呢84000而为上首，复有8大恶星，金木啊水火土，罗火祭都会，那么以为84000之主，28以为其帅，上列啊天象，下应啊人事，盛为虎应，逆为灾变。从逆凶呢做种种行，出现呢事的时候啊，能生一切啊，幻变啊灾异，非常啊不测之事，都想不到的灾难。那么由此咒地啊，悉皆消灭。12由旬啊，成结界地，知恶灾祥啊，永入。由此密咒之地啊，所有灾相悉皆消灭。由旬是距离，那有3种说法。大的呢由旬80里，中的呢60里，小的40里，是由旬。那么结界地啊，有这个百灵呵护，知恶灾祥啊，永不能入。灾祥啊，是凶兆。那么不取吉祥之意，是故如来先示此咒啊，以未来世保护啊初学之修行者入三摩地，根心呢泰然，得大安稳，更无一切呢知魔鬼神啊，及无始来冤横树殃，旧业啊，承载，来相恼害。那么佛言，留于未来世啊，保护初学，而不言现在者，以现在佛事啊，魔不得变，故而不言。那么久修之事啊，有力降魔入三摩地，修了很久，他就有力道来降服那个魔鬼，自己啊进入正定，身心啊泰然。解脱自在啊，得大安稳，旧业自殃不来。那么如及众功啊，知有学人及未来世啊之修行者，依我道场如法持戒，所受呢戒主，逢清净生，持子咒心呢不生疑悔。是善男子啊，以此父母所生之身。不得心通啊，十方如来变为妄语，所以这个讲那个比较重的话，就说你一定要相信，如来不会骗人的，未来上之保护啊，现会啊，亦当的信守，如法不疑，世人疑现前啊，五蕴身。不得心通，十方如来变为妄语。心通则即是呢心地啊开通，智力啊未充，一蒙佛助，佛会帮助。说是语啊，会中无邪，百千金刚，一时佛前，合掌顶礼而拜佛言：如佛所说。我当诚心保护如是啊，修菩提者，金刚者即手持啊金刚舞，乃立世动，无量百千啊，极演其多，由护咒，所以护人，也这个保护人，而时梵王并天地士，忉利天的那个天主。是天大王亦佛前呢，同时顶礼而拜佛言：神有如是啊，修学善人，我当尽力啊，自诚保护，令其一生啊，所作如愿。一生如愿啊，为令这个现生起正，就是一世修啊，一世成，现在的生啊，就可以取正。圆满啊菩提，所谓的不立生起啊或法身，不要经过长时间的修持，就可以得到法身。那么梵王第四啊，就是欲界啊，第2天，
4天王之天呢，欲界的第一天，复有无量药叉大将，支罗刹王、布丹那王、鸠盘茶王、毗舍遮王、频那夜叉、支大鬼王及之鬼帅，亦佛前合掌顶礼。我亦誓愿呢，护持世人，令菩提心誓得圆满。曰大将，曰王，皆统真之意。护持诵咒修学之人，誓得成就。复有无量，非常多，日夜天子，以师、云师、雷师，并电帛等年岁巡观，知心眷属，欲于会中顶礼佛足而拜佛言：我亦保护是修行人，安立道场，得无所谓。那么日夜为世界造林之主，一视天下一对日夜，故云无量。电称伯者长也，即统真之号。年岁的巡观即10年值岁，监察人间所有善恶之巡观，见贤思齐，亦保护这个修者。那么复有无量山神、海神，一切土地、水陆空行万物精奇，并风神网，无色界天，以如来前同时稽首而拜佛言：我亦保护是修行人，得成菩提永无魔事。万物的精奇，如药草、士林、苗架神等，尔时8万4000耨尤他恒河沙鸡子金刚藏王菩萨，在大会中即从奏起，顶礼佛足而拜佛言：世尊，如我等辈所修的功业9成菩提不取涅盘，常随此座，救护末世修三摩地正修行者。所以他们很早之前就可以成菩提，他不成，不起涅盘，就要随这个座来保护救护末世在修道的人。那么此名内圣金刚王菩萨，花焰护咒，正净坚固之力，称金刚，密机持，称藏，慈威慈圣，折射并行，称王。菩萨是其常矣，降魔则现慈无愤怒金刚之相。所修功业立正久矣，不取涅盘，是悯念众生，欲以救度，而以实质圆满菩提。随此咒不正修行者。世尊，如是修心求正定人，若在道场以精行，即以精行，乃至善心，游戏聚肉，我等徒众常当随从，是为此人。纵令魔王大自在天，求其方便终不可得。知晓鬼神弃此善人，实有寻外。此彼花心乐修禅者。世尊，如是恶魔、若魔眷属，亦来侵扰。是善人者，我以宝物印碎其手，犹如为尘，恒令此人所作如愿。如是修心求得楞严正定之人，乃至善心，为不能收摄心。虽然善心不忘诵咒，我等徒众常当随从护卫此人。纵令魔
这个欲界啊，顶天大自在天，那个摩须娑罗天啊，就是在大自在天管辖，是色界的顶天，摩须娑罗天，三目啊八别，持恶魔天，魔王天啊，贪念呢尘劳，这个恼乱呢正修。那么求其方便啊，终不可得。那么知晓鬼神啊，即此修者，实有形外。那么此彼花心呐，一些知晓鬼神花心呢，要修禅定，此魔鬼神啊，亦有花菩提心呐，好乐修禅，愿随修者啊，亲近啊，修习。若恼害正修，我以宝物啊，尽遂啊其手如为尘，恒令修者所作如愿，离之啊障难。那这边用假设啦，问菩萨以慈悲为本，若果啊5岁啊其手，这个好像啊能够把他的手啊这个用武啊，金刚武把它粉碎，好像微尘，这个是不是啊？这个违背那个慈悲，其如菩萨行佛，他这个回答呢，就说好像父母之于儿女，笑骂皆为教，就是要教导儿女。那么菩萨之于呀众生，则是即使以拔济。那么5岁起手啊，本无嗔怒，而恒令如愿亦非喜爱，没有嗔怒啊，也没有喜爱，就是随真理而行，那么耳门深入啊，是为正修，道场持咒呢，皆为助贤。那么立根者不必道场等助啊，自脱禅入圆通，脱离啊这个缠绕，被凡尘这个围绕，就自己啊可以进入圆通，而不能呢出则方用啊后门助之啊，就后面所讲的这些啊，都是助言，正修啊，就在我们前面所讲的。故此一字形啊，名叫做呢巧修正助，最初的方便，所以我们今天送过来啊，在两边啊有 DVD 有 CD，各200套了，不够的话呢，我们再做，阿哥就是要了解这个是正修，这个我们讲过的，现在送过来是正修。那后面这个呢，就助言帮助的因缘，帮助我们修道的因缘，助修帮助我们修道。那么阿难呢，即从咒起，顶礼佛祖而白佛言：我辈愚钝，好为多闻，以自漏心呢，为求出离，蒙佛慈回，慈悲教导。得正呢心修，身心呢快然，获大劳益。那么既悟圆通呢本根，又闻道场的修法，欲谢佛温，故即从咒起，顶礼扬白，就是扬手这个表白，我辈愚钝好多闻。未能呢思修，以知漏未能出离，蒙佛慈悲教诲，得正心修，能言大定故身心快乐安然，获大丰饶利益。是真如是修正佛的三摩地，未到涅盘，因何名为前会之地？44心自何见处得修行目，一何方熟，名入地中，因何名为等觉菩萨？作是语五体投地，
大众一心呐，治佛持因。所以这个就是阿难要求这个佛把那个渐修的那个构成名目啊，一一的能够讲解，让呢我们这个现在末法众生呢都能够这个按照一阶一阶的去修。邓蒙这个瞻仰阿难的以物啊正助啊虚修之法。那么复请位次啊，就是它有总共我们从凡夫啊到佛有55个位阶啦，所以这个请佛来讲。那么发心修正十方之佛最初所修的三摩提，从始至终未到极正涅盘之前，允何名为前会之地？44心即实性、实住、实行、实回向、释迦行就是44心。那么自何见处得修行目及这个半道之眼目亦何方手亦者就是进修所到达的程度。那么何方手为各有方手分别分际不相逾越名入地中名为深入实地之中。地者菩萨之位，等觉以佛这个等。那么大众一心治佛持因两目置于佛，瞻仰待教，等待佛的教导。那么尔时世尊赞阿难言善哉善哉，汝等乃能普为大众及之末世一切众生修三摩地，求大圣者从以凡夫，终以大涅盘贤至无上正修行路。如今谛听，当为汝收。那么阿难大众合掌枯心默然受教甲各位心中保护康枯心。那么以下这段是阿难这个妙禅那之前何为说禅那正位令住圆定，直气菩提，即经中名之菩萨万行之前奢摩他之前。那么佛为说奢摩他令悟密因大开眼解即经中名如来密因。那么这个妙三摩之前，那么佛为说三摩的修华，令以耳根门深入，即经中这个经名之中修正了义。那么佛赐文师选德，那么文师讲此方真教体清净在因闻，欲取三摩提实以稳中路那么又说玄无导稳机还稳稳自性旋转把它打过来，我们那个能够稳到外面声响的那个根源稳机然后还稳我们自己的自性性就可以成无上道。那么圆通实如是，这样就可以到达圆通常。而阿难心机圆明，悲心交集世中修行得无疑惑就是能够知道怎么修护明就是泯念末世请示道场加行。那么佛复为说师同律语道场定慧，并亲闻神咒，则巧修正智已经圆满了巧修正智
正修跟助言助修都已经讲完成。那么此下问为次佛赞阿难呢，发利他心，入佛之见，时从凡夫中之妙觉，从凡夫到妙觉，妙觉就是佛，从凡夫一直到成佛，期间的经历55位，中间呢永无之为相，都没有为人弯曲。如今谛听当为如说。那么阿难及大众哭泣那个远虑分别之心，就是把我们那个远虑分别的心，把它都掏空了，默然呢受教。那么佛言，阿难当知妙性也明，所以这个讲到这个根源，我们妙性本来就也明，离诸名相，离开所有知就是很多了，那个名跟形象，我们的妙性也明本质具备了，已经离开所有的名跟所有的相，本来就无有世界众生，本来没有世界也没有众生，所以我们在无己，我们都是在无己，那个本际。那么真如之体所以我们了解说，我们呢都是妙性圆明真如之体。那么因妄有生，因为妄我们才有生，那因为生了才有昧，生昧名妄，有生有昧都是妄，所以叫随缘之用。前面这个妙性圆明真如之体，有生昧是随缘之用，所以就简略就是染缘起，染缘一起以后我们在凡尘就越来越每况愈下，每造的业越多。本来这个好像我们在凡尘这个做事业啦，然后才欠了一点点的债，很小。可是后来我们越做债越欠越多了，欠到后来因为事目太多了，已经还不清了，赖皮了啦，不想还。可是这个上天就是不能让我们赖皮你不想还还得还就这样没完没了了，还了各位姐妹，等你还灭妄，把所有妄就灭掉了名真，所以这个名也是都是假的啦，因为假如说我们没有妄哪有真？就是因为有妄才有真是称如来无上菩提及大涅盘，所以我们把所有的生灭都灭掉了，所有的妄都没有了，这样就是无上菩提以及大涅盘二转一号，这个就是净言，所以这个二转一号两个转。无上菩提佛得那治国，然我们众生就转成烦恼，然后我们现在要把烦恼转成无上菩提，这样知道吗？二转一号转过来，我们转得过来吗？这个叫做当头棒喝。混混沌沌的时阵，嘣起起来然后大涅盘佛之断果，就是已经断掉所有的生命，断果，这个转生死而得，已经把生死转成没有生死，
所谓2转1号，2个在转。那看我们啦，愿不愿意转？愿不愿意转啊？愿意转的话要努力啦还要实际做。烦恼的时候赶快失手，烦恼从哪里来？我自己生出来的。我自己生烦恼来烦恼，我怎么这么笨啊？不笨，为什么？知道烦恼。知道烦恼者是谁啊？都是佛性，对不对？那就无上呢，菩提了，无上大涅盘了，没有了。这样会不会啊？很容易所以啊，烦恼生死，菩提涅盘，这个众生跟佛，迷跟悟啊，辗转都相依啊，都会相依。我们要了解啊，都是相依。烦恼的生花，咱改修，烦恼安那生出来？怎么生烦恼出来？那个能生烦恼的那个就是菩提啦。咱即嘛迄个生出来迄个原因动力都不去研究，都研究烦恼的内容。糟糕了，烦恼内容啊，是不是很烦恼？我们抛得掉吗？好像抛不掉咱拢会走入去迄个烦恼的内容去烦恼，不会回过来看看谁生出烦恼一看就好了原来你生出来所以生出烦恼，生出涅盘，都是佛性本体，都是真如。我们不要生烦恼来烦恼，最好都不生了，放眼放下。当下都佛了。所以啊，非实有体现烦恼它没有体，也没有本性，烦恼没有本性所以那个烦恼都无动力要有动力就是咱佛性付给他的啦。那我们付给他，我们来烦恼，那个叫自作自受。我们要了解到烦恼没有体，可以不用的拢给啦。即所谓涅盘生死啊，菩提烦恼犹如空花，全部啊，这一些名号拢空中的花啦。空中有没有花？我们这个一眼就见空花，目睭咧眼黄啦。看到空中就有花，我想要去去甲摕即摆花若无去，佫直直等你看伊什么时阵佫生出来。咱如今呢，欲修真三摩地，直译如来大涅盘者。所以现在呢，要修呢真三摩地，就是正定，直接到达如来的大涅盘，那个涅盘跟生死相对了所以啊，没有生死就没有涅盘，可是加一个大加到脱离了啦，脱离相对的生死涅盘，它已经是超越了，是整个空间全部都不生不灭。那么先当呢，视指众生世界，讲要到达如来的大涅盘要先认识众生的世界，二颠倒因我们众生世界两个颠倒的原因，然后颠倒不生假如说我们不生颠倒，师得如来呢，真三摩地不颠倒就是如来的三摩地，如来的正定那个楞严正定就是最高的所以这边佛就直接讲这个需要认识众生颠倒，世界颠倒
这个两个颠倒之因呐，是为什么？倘若一念不生，即颠倒不生。实则如来真三摩地呀，就是狂心漏歇，歇即菩提。有简单无？是有简单只要一念不生啊，就是如来的真三摩地。所以就可以想象啊，我们这个开始讲课的时候啊，就讲万念放下，一念不生，是不是如来真三摩地？已经到佛地了。我们中间都起心动念太多了，有没有？起不起念？都有生卡卡无念，怕死都无用。我们要了解到，一念不生也是念。你真正的能够一念不生那个念，你成了，那个叫正念、正知、正念，佛知佛见的，一样啊，有没有念？万念放下，一念都不生有没有那个觉在？那个觉，我们用一个文字就叫念，那一个是佛，佛体呀，那一个念就是佛的本体，这样了解吗？虽然文字是用念，可是它实际就是佛的本体，所以就是如来真三摩地。那我们要成佛，就是那个很了解不？所以我要了解你万念放下，一念不生，都已经跟佛在一起了啦，就是佛了。跟我们43篇那一边念佛圆通就是一样。各位可以把那一篇反复的听，反复的看，你觉得会很熟悉原来自己就是佛了。放下所有一切我们不要有什么都不要了，葛藤那个障碍全部都去除，什么都没有，一无所有就是佛，好不奥妙？很奥妙家己都佛啦咧，拢伫咧外口找佛，外口找无啦，找不到，一定要回光返照回过来一看自己原来佛伫咧心头坐，伫咱的心头咧坐甲真安稳。而那云何名为众生颠倒？现在佛就讲而那由性名心，性名缘故因名发性，性妄见生。从毕竟无成究竟有，毕竟都没有，这么究竟有了啦。所以咱得抵反世间现象这一段呢就是讲真如随染缘我们的佛性本体随着我们的染缘从真呢起妄从真已经这个起妄了由性觉妙明是真心性本自明圆照法界。我们的性本来它就很光明，它圆照着整个法界，所以我们佛性它有100千个日夜啦，有光无就光的所以要发现，要使它能够呈现出来，它很光明所以性明。性本来就自己自体就很明，那么因妄呢加明，咱拢讲想讲我心拢真暗，要给加光明就是讲要给光明加进去，加进去我们佛性本体因为加明了在我们的结体上面要加明，就变成业识之性。就不是我们那个真如之性，就变业识了
有业啊。那么业识之性呢，由无明力啊转本有之智光，哦，那个无明的力，哦，它转本来有的智光，哦，各位浅浅，什么叫无明？不觉啊，不觉叫无明。那我们在生活之中啊，时时刻刻都觉还是不觉？不觉啦，不知不觉。哦，不知不觉的时间呐、比较长，所以我们的觉很少出现。假如说我们能够呢时时刻刻回光返照，那个觉啊全部都在，不觉没有。因为我们觉消失了，不觉才来，不觉就受苦。就是我们不觉，起心动念为什么不觉？那么尴尬，各位起心动念有没有觉？我的起心动念啊，有没有？都要集中落来讲我的起心动念去做代志，有没有？都是这样，所以都是不觉。不觉就是无明，无明的力道转本来我们那个智慧之光，佛性啊，它有智慧，然后转本有的智光，就变成能见之见。那么伫咧追求能见，对不？我会当看到，我会当看到，追不追求啊？已经转变了啦，本来就有的，你不用看了，你就会了了分明。现在就变成没看不了解，要看不看，所以已经转本有的智光，变成能见之见。你要能见就有所见，你看能所已经建立了。有能所就有变化，有生灭。我们追求要不要追求生灭？不要，我们要追求不生不灭。所以这个已经不对了，很微细这个地方是蛮微细，很微细的地方。那么所即妄力啊，因为能见就有所见，这个所已经妄力了，见力了。就生妄了。你那个能我会当看，我会当听，我会当做，我会当批，是不是已经都产生了？咱以为讲我能力都很强了，是不是已经丧失本来了？这样了解吗？咱来愈咧摇摆愈咧点，离真的真理愈远越远的啦。剩下10几分钟了要留这个时间给各位浅浅提问，提问比较重要了，我们这个179刚好都讲完，下个礼拜呢就180，有没有要问的啊？理想师这边有浅浅在问说，好，请说。我们白羊修士，100年以后很多人回去，他回去是回去天佛院，那天佛院不是都在天吗？所以我们的心意识都比真心强，强不强？各位要了解到我们老祖师弥勒祖师在多衰天的时候那个时候是还没有掌天盘。所以他那个时候掌管多衰天，那现在是掌天盘了那我们还要去多衰天吗？要不要去？那个欲界的欲界的第4天，那我们就了解，我们要超出3界超不超出？那还要再去3界的欲界里面不要，不要了啦，要超出了，超出3界，那多衰天在欲界的第4天，4天王天，第1天，忉利天第2天，夜摩天第3天，多衰天第4天，然后热变化天第5天，他化自在天第6天，欲界有6天，有6天，等于天道部分我们不去多衰天。
我们要去无极里边，然后因为仙佛都很慈悲啦，你唔紧死你就爱过来天佛院啦。跟我们讲，他较爱清醒啊，唔通安尼愈修愈顿顿，当头棒喝，还有吗？那他就问说，多赛天的内院跟外院是什么？因为了解之前还没有大开普度的时候啊，那有一些已经本身修得很好很好呢，就在多帅内院啦。那个福报气的就在多衰外院啦，就是福报道的跟那个自修的你的心性到达是不一样。虽然一样在多衰天，可是它就分内院跟外院，是这样差别啦。那我们是要直接回到无极里天，是理天，不要去西方极乐世界、东方琉璃世界。那个世界太多了啦，都是偏离一方啊。然后我们要到究竟，无极。还有吗？那讲是这样说起来，那个西方极乐世界就是不是无极里天，它是一个欲界天嘛。对啊，都是那个我们老祖师之前还没有掌天盘的时候，那个是在欲界，那个就是我们要了解到我们没有接受那个受记啊，你没有受记你就是还在这整个我们要了解说，我们看看呢是在哪一个天的那个管辖之下去修持，然后你哪一个管辖之下可以到达什么样状态，是这个样子啊。所以我们凡人就教说，你一念佛阿弥陀佛，你就可以往生西方，对不对？那个是他的愿力呀说你念佛念阿弥陀佛，他有那个发愿，说你就到我的西方极乐世界来，是这样。所以我们要了解到我们现在啊有求道，然后你没有努力修，你种子不昧。那很多的凡人他没有求道，可是他很努力修，他一样种子不昧。那下个缘会来的时候啊，不是说只有求道没有修的人，还有各个宗教他行善的人，他一样也是种子不昧来。那你要成道成佛，一定要受记啊。这个我们就是要了解到那个七佛治世的时候啊，你可以直接修到那个程度了，你就回你自己的本位。那假如说已经三佛收圆那个时候啊，皈依完以后，你一定要经过受记，你没有受记都是外道，天然外道。还有啊，还有10几分钟，好，请说。有先前在问说，我们上个礼拜有讲到说，如果我们家里如果有像他们家有不平安的，我们要点那个檀香。那前前在问说，点檀香我们到底是要，我们有1、2、3楼，我们到底是要点哪里？看看哪一楼有问题就哪一楼点啊。你3楼都有问题，3楼都点啊。那是要整天点呢，还是说一个时段在点？看你的那个情绪的稳不稳定。你情绪稳定的话就不用一直整天点了。那个情绪不稳就表示我们周遭有一些在干扰。那在干扰的时候你这个点了以后它那一些干扰的会走开。所以各位浅显，或者在北部遇到一个浅显他不知道什么来因那个原因他整天所见的都是幽冥鬼坟。幽冥鬼坟会揍他，会用刀刺他，然后他整天都在跟鬼在打架。
很忙啊。然后他听到说檀香哦，可以就是拼除这些啊，他去买那个乌丁嘛，乌沉香一粒250块啊。他说蛮贵的。他一点以后伊迄贵啊，一个一个直走。我们跟他讲无是咧讲梦啊。他讲点那个比较安尼较少较无遐尼啊迄个香味不同他说有啦糟料较少，还有很多还留着。后来他就想有遐贵安尼负担袂起啊，好的点一挂，较俗的点放一挂，迄香菇佫放一挂，哎呀做伙安尼就是点。我说你也蛮有智慧的。他说那个很贵的一两250的那个一点啊，那个整个那个无形的跑光光的，很舒服。这个我们都不可想象或许以前在后天庙去那个迪化街那个都是足轻微的，后来它前后差不多我们现在的2-3家。那个迪化街啊，它前后那个很大的那个房子，因为久了你那个泥沟拢足久啊，它就是有那一些无形的在里面。然后他们有我们跟他讲说去买那个檀香来点他们去用那个乌檀在那个时候或者在后天庙那个时候一两就300块，那我们普通最好的那个老檀香一两40啦，他那个时候就已经是300，那现在大概3000也买不到一两，大概3000也买不到他那个因为他有钱嘛那个地方给拢足好起一点了以后那个歹味变这味道直直走安尼啦，因大的人讲那安尼感受那整个不好东西全部都跑光光了以后就那个他们住的就很舒服所以或许那个时候才知道说檀香有个效果所以就会假如说有一些比较不正常的我们就鼓励他去点这个檀香一方面你闻到檀香的味道你会稳定情绪你情绪不稳就表示有干扰你不稳定的时候有干扰你把那一些干扰赶走了，你就稳定了，就清洁了，没事了，对不对？所以很好用各位可以就是觉得那情绪都不稳定那个时候就可以点你稳定了就好了稳定就好了。好，请说。讲师，那刚刚说那个天王宴是周算天，那为什么说游天堂？那个有那个天王宴、天王宴，还有什么银字方、物字方、平山？那天堂跟无极里天不一样吗？好，请说。我们要了解我们这个虚空之间我们不是有说3度空间嘛？其实不止3度啦，因为我们这个凡人生活的这个地方所在，跟幽冥生活的地方所在，跟佛的生活地方所在是同一个地点，同一个地点不同空间，所以我们看不到幽冥鬼魂。幽冥鬼魂他也看不到我们那我们也看不到活菩萨，活菩萨看得到我们
哦，这个就是空间哦不同，可是它在同一个空间。然后我们现象哦，我就是了解现象啊有4大步骤，可是我们进入啊我们佛性本体以后，就是整个空间呢都是在佛性里面。那我们一有现象啊，被现象集束在一个小的角落，那我们就见啊不宽广，就以为说，只有这样小小的，也以为说佛性也这样小小的，不知道说那么宽广，因为我们都没有去探讨，也没有人讲，也不研究。那假如说我们有研究的话呢，我们就会了解说不同。那为什么会有那么多说讲游天堂啊，游地狱啊，然后游天佛院啊，那个都是劝我们为善，就是不能做坏啊。所以要了解它的出发点啊，就是要劝我们为善做好。然后我们不努力修啊，就会说你要到地狱啊，所以就有地狱。地狱在哪里呀？各位先生，地里头，伫涂骹，迄涂骹落迄有沙有水然后风再下去啊，火，迄岩，你火山爆发有无？迄拢迄下骹岩浆喷出来有无？烧烫烫哦，敢厉害。所以我们要了解啊，都一样同在一个空间呐。只是我们的空间跟他的空间不一样，不同。所以研究到性理心理以后，我们会了解的很多。因为现象毕竟都是变化无常，不是我们所看到的就是一个实在的。我们所看到的都是虚象、幻象、假象，那实相啊，我们看不到。可是啊，实相不会变化，这一些幻象、虚象、假象都在变化。那我们对变化的很在意，不变化的我们从来都不研究，是这样啊。那假如说我们进入啊，研究啊，那个不变化，所以易经不是不好，是我们都研究啊，不易。易经有不易、变易、交易，对。那我们研究就是变易。那变易你不要研究它一样变易的，白天也一直变的，春夏秋冬也一直变的，你不要研究，它就一直变的，对不对？可是不易啊，这个不变，为什么不研究呢？那一般研究易经，他说不易不变的，我们就不用研究了。不知道说那个不易不变的正是要研究，你了解了以后，你才知道怎么做。那个变异的，再一直变864卦，每一卦都无同，对不？那个现象变化，回去自然变化的你再怎么研究，它还变化啦，对不对？你研究的对变化，你研究不对也是变化。那何苦把自己投入那个迷魂阵来对？咱都爱如如不动，对不对？家己拢用先生唔做啊，做啊遐无用要创啥？还有，就像是刚刚那个先生在问说，那我们点檀香是要把门打开还是不用开？打开比较空气流通啦。你不打开的话那个你吸入那一些烟，对身体也不好。打开。老师问得很详细要打开，我们就是要那个迄个芳的气就好啊，迄烟霾气就好啦，烟霾烟灰拢会流通流出去，好吗？好，请说。檀香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功力呢？那个
因为它的功效就好像我们以前有茅坑，对不对？即马少年拢唔知，拢用化学的水冲的拢无呀对。较早唔是啊，较早洗下拢嘛爱安尼一个安尼就较铁打去压菜会洗啊咱若入去洗下是唔足臭的，有没有？要不要赶快离开？迄点檀香甲咱去洗下迄有名骨人去闻到迄檀香的味道，敢若咱人去洗下闻到迄洗的味道。要不要赶快走开？就是这样啦。所以他赶快走开。像你们单才你看这个先来了这个先来我不要救，今早点收，他就不会接了。讲师、各位讲师、各位坛子、各位先贤，大家好。佛学占道天师德老先贤大德。以及感谢各位先贤给佛学机会学讲。我们这个前半部第1集到第50集，已经记很多到我们同一宫了。刚才佛学一看哇，好像全部都在都没拿。因为前半部就是正修，那我们后半部都是助缘，帮助我们修道的因缘。那假如说努力要修的话，前半部很重要，那个是正修，从我们身心里面来修持的，一定都要透彻了解。那后半部这个自缘部分我们知道看过就可以。不像前半部那么重要所以我们一定要熟悉，然后要会做所以有一点不太一样的性质，所以有时候或者在讲的时候不详加解说那个都知道了那详加解说的部分就是很重要，一定要透彻了解。那我们讲到180页。然后我们从这个179的后面再看过来，把那个上个礼拜讲的这个比较这个重要的部分我们再稍微的再回忆一下，从那个佛言佛释迦牟尼佛讲阿难当知妙性圆明这个地方我们就稍微再回忆一下。找到了没？那个妙性圆明就是讲我们生不灭的佛性本体那个妙性圆明，离诸名相，离开所有的名，所有的相我们就是了解我们在凡尘就是烦恼生死。所以那个无菩提，菩提涅槃跟生死烦恼，它是两个转依号。我们在凡尘生死，我们可以转到涅槃，会不会转？我们要了解到我们在生活之中所有的一切都是生灭，它都是烦恼。那假如说我们能够有智慧，我们把那个烦恼以及生死它的来源我们了解，了解用智慧来了解以后，我们把它转到涅槃，转到菩提，这样烦恼没有，生死没有就是涅槃就是菩提，这样两个转，可是会不会转呢？先在我们这个心理上能够知道，那我们在实际的生活就能够去做。那我们能够做以后离开烦恼等于就离开苦恼的世界苦恼就消失了都
这菩提跟涅盘，所以这两个转，所以无上菩提佛的治国，来转这个烦恼而成的。那么大涅盘呢，佛的断国，就是断掉所有的烦恼，来断，转生死，我们把生死断了，就得到这个大涅盘，生死没有了就是涅盘，不生不灭，加一个大就超出那个对待的那个现象，所以我们了解这两个就是互相转，烦恼生死菩提涅盘，众生跟佛迷跟悟这个辗转相依两种名号，两种呢都是辗转相依，有烦恼就有生死，然后我们把那个烦恼转过来，为什么有烦恼？是我们佛性呢生发的，我们佛性呢生发烦恼，所以我们把它呢转过来，能够生出烦恼，就能够呢生出菩提。那个生发的本身就是菩提，所以我们不要呢进入我们起心动念烦恼的内容，不要进入，就是已经在菩提之中，他已经呢进入菩提我们生死都已经脱离了，进入佛性不生不灭的那个本体，那我们不知道有烦恼生死是众生。我们已经知道菩提涅盘就是佛，所以迷悟众生跟佛菩提跟涅盘都是辗转相依两个名号相依。那么非呢实有体性即所谓的涅盘生死菩提烦恼就是空中的花，都是假的不真。我们落入凡尘呢，我们才要用一脱离了进入佛性本体这一些都不用。所以佛就跟阿难讲说，如今欲修真三摩地，要呢真正的到达正定。三摩地就是正定。我们了解这个三昧，三昧正定，然后它分在我们修道的阶段第一个就是奢摩他，第二个呢就是三摩地，第三个呢就是禅那。那翻译成中文不管是奢摩他、三摩地，或是禅那，或是三昧，都叫正定。正定有定力了。可是它的内容奢摩他着重在领悟真理，我们领悟圆融的真理。然后三摩地呢，着重在实践、实际的修持，叫三摩地。然后已经有功效呈现了，叫做禅那。所以虽然翻译成中文全部都叫定，可是内容不太一样。那我们看这边呢是讲三摩地，就实践、实际的做在修。那么直译如来大涅盘者，直译就直接到达。我们呢要修三摩地正定，直接到达如来的大涅盘，到如来不生不灭的那个状态。先当视此众生世界，要先呢认识我们这个众生世界二颠倒因我们落入这个凡尘有两个颠倒的因。假如说颠倒不生不生颠倒的话，失得如来真三摩地，不颠倒真正的如来的正定。所以这一段呢就是要认识众生颠倒跟世界颠倒这两个二颠倒之因。假如说我们一念不生即颠倒不生，颠倒不生呢，这样就是如来的真三摩地。另外来讲就是狂心漏歇歇即菩提。我们的妄心假如说让它都已经休息了，歇就是休息，妄心都休息了，
那已经就到达菩提的状态。所以我们了解说，我们开始一直做万年放下，一念不生呢，它的功效就这么殊胜，就可以已经到达如来的正殿，已经呢到我们佛性的本体。那么阿难云何名为众生颠倒？众生为什么颠倒？所以底下呢我就详细解说，说阿难由性明心性明缘故因明发性，性妄见生，从毕竟无成就竟有，从这毕竟没有的已经成就竟已经有，这一段呢就是真如水染言，从真起妄，我们从真从佛性本体，然后已经起妄，已经不由性觉妙明真心，所以呢由性明心，性觉妙明的真心，性本自明，自圆，圆照法界。我们的性本来自己就很光明，又呢能够圆照法界，法界就是虚空界，整个虚空呢都叫法界。我们的性本来它自己就发光明，能够圆照整个虚空法界。那么因为妄，因为我们呢加明要在我们的佛性本体上要加入光明。我们说佛性不明的，要呢加入光明，这一加就变作妄，就不真了。也就是我们起心动念，起心动念就变成从真起妄，这样了解吗？我们的起头来源就是这个从真起妄一念妄动。所以我们现在要回归到我们佛性的本来，就是一念不生，这样才可以回归到我们的本来。那假如说我们在凡尘一直做功夫都是从身体上来做功夫，我们的身体是从妄，然后才落入凡尘，所以整个都是妄。我们在妄的里面再怎么找都是妄。所以我们说来内观中心，各位贤贤，我们的身已经妄了，我们来内观我们的那个身心会不会真？会不会真？所以我们就了解你越观就越妄，知道意思吗？还要一段时间呢，一个礼拜或是10天，或是1个月，然后来内观中心，一直观一直观，能够观到真吗？能不能够？所以我们的真修的方法很简单，很扼要，万年放下，一念不生，全部都是真。要不要在内观？你越观就越忘了你一观一定会有状况，你会看到什么，会知觉什么，一定有这样的话各位先生，越走越偏。所以毫厘有差，天地闲隔，你差了一点点，已经天跟地的差别很远。所以一定要从源头我们从源头认识，然后来做来修。身体都已经忘了，你再一直内观内观，它会变真吗？不会。所以要万缘放下，它已经脱离我们身心，已经不在妄的上面做功夫，这样才能够进入真了。这样了解吗？
所以你不要说内观中心那个机会很难得，赶快还有一个名额你可以参加，你觉得很了不起，会起不了了。所以一定要知道真不是很困难，我们万年都放下，一念都不生，真就呈现了，困不困难？拢不爱赢了，很困难吗？我们在43篇的时候不是一直讲念佛圆通吗？那个内容啊，就是我们万年放下的内容。要怎么样来做万年放下？就是那个你全部啊什么都没有，都是空，一点点小念细念都没有，全部都空，一无所有，那个叫万年放下。所以那个念佛圆通啊，就已经念到我们自性佛都呈现了，就是那个没有神秘了，很光明正大呀，很容易做，对不对？容不容易做？最起码各位先生，晚上睡觉你做万年放下，很快就睡着了。弯来覆去的话，你就是万年放不下，对不对？你万年放下，放下，睡着了，然后明天清醒的时候，精神很饱满啊，对不对？所以我们一定呢，就是要走入真理，万年都放下了，没有了，身心没有挂碍了，睡着了，精神饱满了，醒过来了，又可以应对一天，事来则应，事去则静，一点也不造业。所以一定要研究了，研究就会知道啊，对不对？一定的要自己努力，这个不会说明天睡觉醒过来就全部天上掉下来，都有了，没那么好了，要自己做，要了解，一定要了解，我们认知了，我们才可以去行动，行动了就可以到达。所以因为因妄加名，就是我们起心动念所以之前我们不是一直在讲一念无明就生三系，有没有？那个就是由真起妄，一点点而已差别一点点。为什么要起念？没有原因我们以现在的状况来说都吃饱伤闲，所以就起念了。那么于觉体就是不生不灭佛性本体，觉体之上虽发生业识之现，已经我们的不生不灭本性变成业识之现。那么业识之性呢，由无明力转本有之智光，无明就是不觉，我们觉才会起心动念，所以那个起心动念就是无明，因为有无明，我们转把我们本来的般若，本来的智慧之光，转为能见之见。我们都众生落入凡尘，有形象，有身体，就要能见。那既然有能见就有所见，对不对？有能见有所见能所鲜明，就是生命就已经对待。所以我们本来不生不灭，到这个地方已经转成微细的生命，已经来了。我们都以为自己很聪明。有能见的，不是那个懵懵懂懂。所以我们要知道说，我们修回到一念不生的时候那个就是
懵懵懂懂。可是那个不是什么都不知道的啦，而是说本体状态在还没有落入现象之前那个样子。那落入现象以后它可以照然无惑，照然有然，没有迷惑，整个很清晰，了了分明。可是它本身呢都不投入参与，这样了解吗？就是那一种状态。所以我们有能见之见就有所见。那么这个所见既然已经妄力，就生我们妄能，有能所已经就产生了即转向，就已经转了我们有业相，然后就有转向，转向以后从毕竟无成究竟有，毕竟无我们佛性本体之中毕竟什么都没有，只有我们佛性本体的状态。可是我们落入现象就请究竟有了，已经究竟有，所以从毕竟无名无相之中转成有相的境界，已经转成有相的境界，即有说依能见故境界妄现。那么此妄想为以一念无明虚妄而有，就是一念我们一念无明虚妄不实在的，然后产生了有业相，有转向，然后就有现象。这样了解吗？所以这一段我们详细了解，就是我们落入凡尘的状态。那么此有所有这个有我们就是了解呢就是能有之无明就是此有。那么所有就是业相、转向跟现象，就所有。所以此有这个有就是无明，此有然后所有已经呢有业相、转向、现象。那么非因所因这个因就是依赖什么那么无明为能有，事事所依好像也是所依，以能为这个三系业相、转向、现象、知相呢所依所以三系之相为所有事事能依。那么以依无明有，那么其实无明非真呢所依。那么知相呢为真呢能依所以讲非因所因非因本来不是以它当原因可是已经形成，就是当原因了以后就有所因因为无明没有本体，无明没有自体它无明没有体。那么自所自相以众生呢为能住，无明呢为所住。我们众生有不觉，就是有无明所以无明为能住，能住在无明所以我们了解这个无明已经我们都好像很亲切跟他在一起那么既所住之无明本来就空，而能住之众生其实有哉无明本空，能住众生哪会实在有所以就讲了无根本。那自所自相了无根本本来就没有此智了本来就没有所以我们了解这个本来没有承上众生世界既同一个虚妄，世界也不真，众生也不真，
则唯有我们实在真正的有的，就是性觉妙明那个真心，这个是实在有1万年前在，1万年后也在，就只有这个此心呢为无住本，无住应无所住啊，而生其心啊，就是这个心，就是性觉妙明的真心所以无所住。我们无所住了，就正解了。可是我们现在无所住朦朦胧胧就不知道要依赖什么，不知道这个无所住才是我们佛性本体宽广很宽广的状态。假如说一有所住我们把它缩小范围了。有所住有地方所在，那无所住就已经很宽广，整个虚空、整个法界全部都是很宽广那么不但呢为众生之本山河大地这世界一之而得建立就是依我们性觉妙明的真心。那才建立山河大地。那么此段呢，为名众生颠倒。那么世界2个字是顺便代言，就顺便讲出来。那么迷本圆明，是生呢虚妄，妄性无体，非有所依这个妄业妄我们那个一念妄动的妄那个业。一念呢，就是已经形成业，不能亏，妄业不能亏，叫做本源，妄惑我们迷惑，不能蒙蔽叫做本明圆明，所以这2个非常重要，所以我们了解我们迷灭的本圆明，本来圆满光明的佛性本体。我们已经迷昧迷本圆明。那么此本圆明即不变之性体这个圆明是我们不生不灭那个常住不迁、如如不动的佛性本体。那么众生呢迷此不变之性体，我们已经迷灭了。这个不变的性体我们不认识了，然后生呢虚妄之染业，一念妄动那是妄，已经染了这个有形象的业，业的因已经形成，而穷追呢妄性无体，我们要来追这个妄性，它到底哪里来的？它没有原因，没有本体。亦无依据这个妄没有依据所以我们要了解我们在生活之中一切不实在的它追究到底都是假的，都不真。那么总言真不变而妄本空真的它不会变，那妄呢本来就空，本来就没有。可是我们现在呢真不认识妄呢我们把它认为实在都呈现，所以都认妄为真，叫迷惑，叫众生颠倒所以我们要了解，一定要认真。我们都一直从小就在讲你要认真你要认真我们什么时候认真各位先生，我们什么时候认真？是不是都认假？认假比较多了99.9%都是假，我们都认假认真只会口头上说你要认真，你要认真，叫小孩子你要认真，我们大人都认假，小孩子哪会真可是小孩子生出来的时候他不知道凡尘的这一些染凡尘的那个迷惑，所以小孩子最天真那个时候倒不用你讲要认真，他就已经很真了。只是越长大以后，大人一直教
哦，这个反正啊，坏人很多，你不要跟陌生人打交道，糟糕了，他把所有都当成敌人，这样才慢慢的丧失本来丧失了。所以我们要学这个真的要婴儿行啊，能够学到婴儿啊，我们都回到本来，都没有这一些妄都没有。我们长得越大，那个妄啊就越坚固，坚不坚固？坚固啊，所以我们都认假为真，才叫颠倒那么妄既然本来空，则无妄啊可离，所以妄本来就空啊，没有妄可以离。那么真呢，既然不变，则无真啊可复，没有真可以恢复。这个都从真理的角度来讲，妄本来空，所以啊不用离妄。真本来就有，也不变，说没有真啊可以恢复，了解这个意思吗？可是我们现在都已经迷得蛮厉害了，所以真的妄要努力的离，真的要努力的恢复，对不对？懂意思吗？那么圆顿修者，就是圆满能够顿悟，从凡夫地到佛地，圆满顿悟的修道的人，但知真的不变，达妄本空，这样就足够了所以各位先就要了解到真不变，妄本空。安尼就够啊啦，安尼真久啦，逐礼拜拢来坐2点钟，可是你无来坐，我唔知影，还是要来坐，才会知影讲真不变，妄本空，真不变呢，则不需要恢复；妄本空呢，则不需要离，好像《圆觉经》呢，就有记载。知幻即离，你知道幻就已经离开了。那么离幻即觉，离开幻呢，就已经是佛性本体了。所以一念回光变同本德。只要我们回光，把我们的佛性本体注意力都回来，这样呢，就已经呢，跟佛菩萨所得到最高的成就一样，不困难。将欲复真呢，欲真以恢，真真如性。所以我们说要赶快恢复真的。所以这个要恢复真的，已经不是我们的真真如性。恢真求复完成恢相，已经不真了。我们一直要恢复，这样就变成假。所以一真性不容起见。我们这个不生不灭佛性里面这个本体之中，不允许啦，不容就是不允许我们呢起见、起心动念，我们的佛性本体不允许我们呢起心动念，起心即错，动念即乖，所以我们只要一起心了，就错了，一动念就乖，就不对了，不正确了。有欲复真，以恢真真如性。我们有愿望要恢复到真，这个真就已经不是了，不是我们本来。如前面有讲，菩提心生生灭心灭，此亦生灭。我们菩提的心生出来了，然后我们生灭的心灭掉了，那佛讲这个也是生灭也不真，所以恢真已经不真，然后恢真我们要求复，就是要恢复，恢真呢就是生灭的妄心，以生灭之心求复真常之性，则真常亦成生灭，了解意思吗？这个比较微细的啦。所以我们要了解说，
我们在生活之中呢，都是生灭心，所以我们进入内观要关照自己的内心，看看有什么过错啊。这个就是生灭心，然后要求恢复到不生灭本性，可以到达吗？已经根源错了，是不是很微细？那我们一进入那个名称内观中心好像很了不起呀。所以经文就记载晚成灰相，灰相就是妄，已经就是妄了。以生灭心，那个妄心已经起妄见，所以我们的妄心、生灭的心起来的，那个见觉都是生灭的见觉，也都不真。如圆觉经呢，记载未出轮回而变圆觉，彼圆觉性即同流转，如云时夜运。周行暗语，这个比喻这个云在跑，可是我们看天上的时候好像月亮在走。各位有没有看过？那个云跑得很快，可是我们看不是云在跑，是月亮在跑，对不对？然后我们坐在船上船在走好像那个岸两岸一直在移动，对不对？我们站的地方没有动，动的地方是那个岸，两岸，了解意思吗？所以我们认为的真就不真了，就已经在往上面了，知道意思所以未出轮回我们还在生灭之中，然后来变圆觉，就是我们圆满的佛性。不生不灭的佛性本，这样呢，圆觉性就跟生灭的那个一样的，生灭的妄心一样的。灰生、灰住、灰心、灰华，辗转花生，生力花明，虚拟成业，同业相感，因有感业相昧生。由是故有众生颠倒，这边呢才把那个众生颠倒的结论这个出来，所以这一段呢就是让我们